草莓呀，你在大房过得怎么样？他们有没有欺负你啊？要是欺负你了，一定告诉爹。爹，大家对俺都挺好的，俺就是想爹，想大哥二哥了，还有娘。一提到曹桂芬，陈老二的脸色瞬间不好看了。乔梁这孩子也不地道啊！你天天的干的多，吃的少，怎么才给你这么2个钱？俺可知道，他们一天光卖鸡蛋就1、2两银子呢。乔梅，你可得多长点心眼。陈乔梅皱了皱眉，她的命是大房救的，她1分钱不要，这条命也是大房的。爹，这些钱就当是孝敬你的了，再没有了。俺吃了几个月的药呢，都是乔梁哥他们给的钱。陈老二有些尴尬，不过还是拿走了那个荷包。大哥，养鸡场这里差不多了，你就别跟着忙活了，家里种地的事还得靠你。我想着家里买头牛怎么样，这样犁地也方便一些。二妹，俺一个人可以，不用牛的，家里用钱的地方这么多。哥，20多亩地呢，就你一人，你想好了？陈乔梁这才反应过来，20多亩地，最近忙得都糊涂了。哦，二妹，那就哪天俺让郑安叔和咱们爷跟着参考买头牛。不远处的养鸡场上，狗牙子带着兄弟们几个正在搬砖。陈乔乔的养鸡场刚开始盖，就让陈乔生给几个人去了口信，几个人还真来他们的养鸡场给他们打白工来了。三驴子，赶紧给俺拿点水去，不行了，累死俺了。大哥，你这活也太多了，妈呀！这要是不管饭，俺说啥也不来了。别扯淡，赶紧干完，领钱吃饭喝酒去，累死老子了。陈乔乔这小娘们心太狠了，这不是要累死哥几个吗？养鸡场盖好后，陈乔乔家里摆了一天的流水席，算是感谢乡亲们帮忙了。一大早，陈正安就带着婆娘儿子来帮忙，周舅奶和宋大娘都从家里拿了不少的菜来。搬桌子的、拿凳子的都是人，就连小孩都没有闲着的。陈乔乔和几个妇女一起在厨房里切菜，央妹和乔梅则帮着烧热水、洗刷碗筷。陈家老宅，你这个老太婆，那不也是你孙子孙女吗？你不去帮忙，人家怎么看？俺当不起他们奶，他们打俺小妮的时候，咋不说俺是他们奶呢？陈老汉吧嗒吧嗒地抽着烟袋，他一大早就帮着陈乔乔他们去张罗了，各家各户的喊人帮忙，最后才发现自家除了自己，竟然没有一个人去帮忙的。你这个老太婆呀，不讲个理，那不是小妮儿先惦记人家鸡蛋呢，2大坛子呢，都给人家摔了。俺不管那个，俺就是不去，谁爱去谁去，俺也不拦着。娘啊，这都是一家人，你是咱们家的老泰山，这么大山您不去咋成啊？咱们就当给爹个面子了，还不成吗？听说可是桌桌有鸡有鱼呢，这都赶上过年了，他帮了多少天了，可不得去多吃点。陈老二，别以为老娘不知道你想什么，不就惦记那口吃的吗？这么点吃的你就看眼里去了，没深沉的玩意儿。陈小妮也想去，可他娘说不去，他也不敢说呀，只能一个劲儿的朝陈老二使眼神。俺的老娘啊，你是最宽宏大度的，刀子嘴豆腐心说的就是您老啊。您不干别的，咱们小妮下个月可要结婚了，到时候人家老李家来，咱们老陈家那不得多点人给小妮撑腰才是啊。俺就给你们个面子，小妮给娘拿鞋。哎，娘，鞋在这儿呢，俺给您穿上。乔梁啊，你奶他们马上就过来帮忙，这都是自己家的事儿，自己家人呐，不来像什么样子？爷，奶都那么大年纪了，让奶歇着就成，等饭菜好了，再让俺奶和小姑他们来吃就是了。乔乔姐，奶和小姑他们来了。陈乔乔皱起眉来，这个小姑和这个李老太脸皮是真厚呀，不想着帮忙，光想着吃。乔梅和幺妹好好说，咱们不差这口吃的。呀，这不是李大婶吗？你家孩子这出息了，看看这养鸡场多气派呀！李老太点了点头，不屑地扫了那养鸡场一眼。庄户人家不想着种地，养鸡能养个啥出来？就胡乱搞。哎呦，大娘，那您可是说错了，您大孙子他们呀刚买了20亩地呢，这又是地又是养鸡的，可不得了。您呐就是太谦虚了。李老太一张脸都变了，那妇人也是个没眼力见的，一点也没看出来不好。有啥了不起的？俺娘才不稀罕呢。不到中午，饭菜就都弄得差不多了，主食是杂粮馒头和饼子，3道肉菜，3道凉菜，还有2道炖菜，2个炒菜。村里大部分人都来了，
乡亲们呐，这是咱们陈家村的养鸡场，俺陈正安没有别的心愿，就想着带着大家伙过好日子。这乔梁家几个孩子都是好的，乔乔是个有本事的丫头，正安叔托个大，见乔梁兄妹几辈，以后有啥活想着咱们乡里乡亲的。正安叔说笑了，不用您说，只要村里人肯干，肯定是可着咱们村里人用，以后俺们这养鸡场还要仰仗着乡亲们呢。是啊，正安叔，还要仰仗您和村里呢，您就甭客气了。来，老少爷们都有啊，咱们大家一起喝一个。村里啊，好久没这么热闹了。李铁牛端着酒杯，也不管熟不熟的，挨桌的合着碰杯，众人也给面子，都端起了酒杯。赵兄妹子，顾公子、刘公子他们到了。陈乔乔回了一声，连忙和陈乔梁、陈乔生起身去迎接。几位贵客光临俺们陈家村，真是蓬荜生辉呀！这几个人的身份他多少是有些知道的，村里来客人了，他可是主人。顾玄这几人都抱拳向陈正安问了好。陈老板，恭喜恭喜啊！养鸡场建成了，陈老板发财，陈老板万事如意。几个人打趣的跟陈乔乔说着好话。行啦，这养鸡场可有你们的一份呢，你们可别客气，赶紧进去吧，饭菜都准备好了。顾小少爷，您来了。谢叔不用客气，您和两位兄长赶紧去吃饭吧，咱们吃完再说。谢勇点了点头，带着2个儿子又坐了回去。陈小妮吃的是满嘴流油，李老太也不客气，五花肉、鱼不住的往自己碗里加。你抢我鸡肉！没事儿，娘再给你加。娘，他抢俺鸡肉！小手一指就指向了一旁的陈小妮。狗蛋乖，娘一会儿让你爹给你再偷偷拿一块。小男孩的眼睛里都是泪花，那块肉他盯了好久了，他娘都夹着了，被那个讨厌的胖女人又给抢走了。没事，大家伙赶紧吃饭吧，小孩子不懂事。旁边几桌人都鄙夷的偷偷往陈小妮那里看。李大娘，您孙女家这养鸡场得有不少的小鸡崽儿吧？您看咱们这关系，是不是得先挑咱们家的？哎呀，你这媳妇儿咋不懂事儿呢？这肯定还得问乔乔他们呀。俺们陈家的养鸡场，想买谁家的鸡崽子，那肯定是俺们老陈家说了算。难道俺们老陈家说了不算，还能刘家老姐姐说了算不成？哎呀，那我这双老眼睛可是瞎了，没想到李家妹子真能说了算呀，这真的假的呀？刘老太特意说的声音极大，旁边几个桌子的妇人都看了过来。都是乡里乡亲的，乔梁那孩子最憨厚了，肯定可着你们来，都放心吧。刘老太冷哼了一声，不打算放过李老太。李家妹子，您看咱们这几桌都不是外人，您就做主收俺们的呗，您答应了，俺们心里就落底了呀。李老太心里是把刘老太祖宗18代都骂了一遍，这死老太太真是不安好心呀。这当小姑的肯定也能说得上话，小妮儿帮大娘们说说情呗，买谁家不是买呢？陈小妮吃完了肉，又在那吃别的菜。嘿嘿，那是，俺娘也这么说。小妮儿啊，刘大娘家的小鸡仔的事儿，可就拜托你和你娘了啊。还有咱们这几桌的婶子们，这都指着这点鸡崽子赚点辛苦钱呢。李老太正在那想该怎么回绝呢。没事儿，那还不都一样，这都是小事儿，没问题。李老太捂陈小妮的嘴都来不及。顾玄之此刻正坐在谢勇家里，顾玄之一会儿点头，一会儿皱眉，左手有节奏的敲击着桌面。谢叔，咱们这事儿急不来，你和报国报民小心点，咱们千万不能打草惊蛇。谢勇和2个儿子齐齐喊了一声遵命，旁边的谢念眼睛忍不住的飘向顾玄之。另外，陈家这里你们也多看顾着一些，不要让一些宵小之徒来这里闹事，特别是谢姑娘，没事儿多和乔乔一起，如果有什么事儿及时和我汇报。不过谢念还是听出了顾玄之语气里的不同，是临走的时候又再三嘱咐谢勇等人不可性急，事情可以缓，但是绝对不能出岔子。都忙完了，陈老板，你这家伙怎么神出鬼没的？刘承德几个人找你半天了。我们回去了，有事儿让乔梁他们捎个口信。谢家一家都是老实人，特别是谢念，你可以和他没事儿多接触接触。怎么，小情人？说什么呢，小丫头，年纪不大，知道的不少。我回去了，别总想一些有的没的。陈乔乔送顾玄这几个人到了村口，看着几个人的马车走远了，赶紧回去。乔乔，不好了，那边吵起来了。谁和谁吵起来了？老太太非得说咱们答应买他们的小鸡崽了，到处去喊，俺娘来气，就和他们吵起来了。还好是现在干起来的，这要是顾玄之他们没走的时候，又得闹好大一场笑话。你个不要脸的老货，谁答应的你找谁去，别在俺们这撒泼。之前就是这个货撺掇别人要一起涨价，
笑！你个作妖抽风的老太太，别得意，就不收你们的鸡子儿，看你能怎么着？感情这鸡蛋的生意是你们张家的呀，陈老汉呐，陈家小哥呐，你们这一窝子男人，怎么还让这老张家的当家做主了呢？大平婶、刘老奶，你们别吵了，这收鸡仔的事儿，我们还没有商量出个章程呢，你们在这吵吵也没用啊。你奶你小姑今天可是答应俺了，俺们那几桌都听着呢，俺们的鸡仔你们家肯定能收，不让俺们那鸡仔咋办？白养活了。就是你奶和你小姑都答应了，这都乡里乡亲的，可不能说话不算数啊！俺们家孵那么多鸡蛋呢，就等着你们家收呢。各位大婶子，咱们先别吵了。刚才我奶和小姑都答应哪家了？你们站出来，我给各位登记下名字。看，不愧是读书人，这才是好孩子呢。做人呐，可不能像有些人似的，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乔梁啊，没事儿多跟你兄弟学学。那几个妇人一看陈乔生竟然要给他们登记，尾巴都快翘上天了。乔生，大婶儿不是要做你们家的主，这几个老娘们没安好心呐。大平婶儿，没事的，俺给大家伙记录下，反正我们家要收不少的鸡仔呢。三弟啊，你这……大哥没事，让三弟记上吧。陈乔乔冷冷地扫过陈乔生面前打算登记的那几个妇女。二姐，抄好了。陈乔乔接过那张纸，仔细地看了看。陈家丫头，不是刘奶奶非得难为你们，实在是家里今年孵了不少的鸡仔儿，你们这要是不收，你让俺们这年纪大腿脚不利索的老太太上哪说理去呀？刘奶奶说的对，答应人的事儿不能做不到。大哥，一会儿把这张纸给奶送过去，奶和小姑答应收人家的鸡仔了，可不能说话不算数。给他们奶送去，他们奶收鸡仔干啥？大哥，你还愣着干嘛？是奶说要收他们鸡仔的，这不得给奶送过去吗？一旁的刘老太脸色一白，这帮小崽子这是要耍他呀？怎么个意思呀？还是要赖账是不？是我奶和小姑答应的，你们不找他们找我们做什么？你们不是一家的吗？找你们和找你们奶有啥区别呀？你是谁家媳妇儿？这家是杀老牛做锁了吧？娶了你这么个玩意儿，全村都知道我们分家了。怎么，你是聋了吗？不知道？哎呀，乔乔呀，婶子们也不是这个意思。这事儿你说的，婶子们也是好心呐。要不是村政说你们要收雏鸡，俺们能孵这么多吗？既然大家都知道，那为何非要登记？等小鸡孵出来了，我们自然会统一去收的。你们分家了也是一家人，你奶答应了，就是你们答应了。你这丫头也是陈家村人，怎么让你收个鸡这么费劲儿嘛？陈乔乔觉得特别好笑，这老太太刚吃完他们家的席，又开始在这不讲理了。这是，既然是一家人，那你们要是欠了我爷奶银子，是不是可以还给我？下个月我小姑成亲，你们随的礼金是不是可以随我这儿来？你什么你？我家好好的韭菜都吃到狗肚子里了，你们想要赚我陈乔乔这份钱，就收起你们那些小心思，本本分分的，都是一个村住的，别闹僵了以后不好见面。你们呢，有求着我的时候，可我陈乔乔应该没有求你们的时候，所以我奉劝各位婶子大娘一句，都回家洗洗睡吧。这事儿，那你们还登记？真是的。不登记，我哪知道哪些不要脸的要占这个便宜。刘老太是气得差点一口气没上来，指甲都抠进了肉里。哎呀，这咋办呢？哎呀，刘大娘，这事儿你可不能不管俺们呐。这刘老太太非得撺掇咱们要高价卖，你说这最后卖不出去，俺家那口子不得打死俺？都闭嘴吧，跟老娘有屁的关系？别啥事都赖老娘头上，卖不出去也别找俺。其他人见刘老太走了也没办法了，无头苍蝇一样商量了半天也没想出啥好办法。翠花带着幺妹和乔梅在厨房里洗碗筷。幺妹和乔梅今天表现的都好，翠花姐要表扬你们，等天气好了带你们去河边玩。陈乔梁刚进厨房就听到了翠花的温言细语，脸不禁一红。翠花姐最好了，我们还要和翠花姐学绣花，给二姐做好看的衣裳。翠花姐，你以后要是嫁人，可不能嫁外面的村子，离太远了，我们会想你的。小孩子家家，说这个做什么？调皮。过了几天，朝廷的劝耕公告也下来了，大概是阐述了一下该地域今年的降水情况，为避免灾害，鼓励多种植耐旱早熟的庄稼，鼓励多种植番薯、马铃薯还有大豆。陈家村自然也收到了通告，这大豆也不错，可是俺这地去年种大豆了，今年得种玉米了，不然这肥力不够啊。发告示的人呢，肯定不懂种地。郑安说，咱不听建议没事儿是吧？种子都准备的差不多了，这不脱了裤子放屁吗？众人七嘴八舌的，陈正安咳嗽了一声，开口说：大家都是种地的老把式了，该种啥种啥呗，想听的就听，不想听的就不听。陈老汉也在场，他正想前几天他大孙子陈乔梁也跟他说过，这天气有点旱，让他多种大豆啥的这事儿呢。
一帮没毛的小子，这种地的事儿啊，是老天爷赏饭吃的。可这老天爷，人家都告诉你了，今年雨少，你们自己不往那儿寻思。老叔公，前年不也是雨水少，后来那大雨下了好几场呢？您老啊，就别掺和俺们种地的事儿了啊！你这孩子咋和老叔公说话呢？听就听，不听就不听。人可有命，都回家去吧。说完就拿起拐棍，步履蹒跚地往前慢慢地走。老叔公说的也有道理，你们到底种啥都自己研究。陈老汉一路琢磨着事，又到地里溜达了一圈，这土确实干哑。一直到家，陈老汉都在琢磨这事儿。李老太和陈老汉商量陈小妮成亲的事情，陈老汉都没听进去。你群王八羔子，家里的事儿是一点也不操心，外人的事儿你咋那么上赶着去帮忙呢？哎，你这老太太不讲理，怎么就外人了？盖了个养鸡场，尾巴都要翘到天上去了，早就不认俺这个死老太太了。收个鸡崽儿，看把他们能耐的。前2天刘老太太溜达的时候，碰到李老太，还嘲笑她管不了孙子，说答应好的收他们的鸡崽儿，那几个小的就为了跟李老太对着干，就不收他们的。那收鸡崽儿的事儿，你瞎答应啥呀？那刘老太太还是好人了，她年轻的时候最损，谁不知道？你管人家啥样？这不就是看着我答应了，要下俺的老脸吗？俺跟你说，死老头子，那几个狼崽子最不是东西，你就跟个老狗似的，帮他们这帮他们那的吧。这将来呀，你就睁着这眼睛看，你能有啥好下场？你呀，就琢磨这些没用的。老二那儿，你还是想想再给他娶一个吧，总这么着也不是个事儿啊。俺能有啥法子？他不是能耐吗？媳妇儿不是打跑了吗？有能耐呀，就自己找一个去。陈老二听到李老太骂，他心里也不好受，看着一旁的乔平、乔虎衣裳都破了，袖子黑不拉几的，这家里没个女人是真不行呀。啥？种大豆？死老头子，你是不是脑袋进水了？那片地去年不是种的大豆？啥狗屎呀？咋的？他们在京城待着，还能知道咱们这犄角旮旯的事儿？第2天一早，陈老汉正在倒腾种子，本来打算种玉米的几块地，陈老汉打算换一半种大豆。你寻思寻思，去年冬天到现在，这下了几场雪，这雨水也没多少啊，万一真大旱了，可咋个整？这朝廷也不能未卜先知啊！这么重，这收成肯定是不行啊！乔梁前2天还劝俺种大豆呢。李老太不听这话还好，一听这话，嗷的一嗓子就不干了。俺就说你这死老头子咋非得要种大豆了？原来是那小犊子撺掇的，这是不安好心的坑你呢！你个死老头子，你糊涂了呀！牙都没长齐的玩意儿，说话你也信？你可闭嘴吧！哪有那么骂自己孙子的？俺看呐，你才是糊涂了。李老太可不管那个，大门推开，站在门口就开骂。陈老汉，俺告诉你，这帮损犊子就是故意坑你呢！哪个老农民不知道这种田的事儿啊？他那么能耐，能未卜先知咋的？老天爷给他托梦了？你个老王八犊子，看人家好了，就不顾自家人死活了。左邻右舍早就有人开门出来打听，这又有啥事儿了？你都多大岁数了，有点事儿就闹得人尽皆知的，你知不知道磕碜呢？爹，你干啥呢？你咋还拽俺娘啊？刚出去洗衣裳回来的陈小妮就听到李老太在门口抹眼泪骂人。二哥，你死了还是咋地？爹娘都吵着了，你也不知道出来拉着。陈老二本来在屋子里装死。老妹呀，二哥睡过去了，这也是刚听着。再说爹娘的事儿，你让俺咋掺和吗？娘啊，有啥事咱们回去说吧，您别把身子气坏了。小妮，你别拦着娘。老二，你也过来，咱们现在就去找那几个狼崽子要个说法。一听说要去找陈乔乔麻烦，陈小妮的心里是乐开了花，赶忙把一盆衣裳放回去，拿了个扫帚就出来了。小妮儿，你这……陈老二也想过去呢，乔梅要是在家，还能给他们爷几个洗洗衣裳，缝缝补补的。乔平、小虎都走，跟你奶，咱一道去。陈老二，你个王八犊子，你不许去！这日子才刚消停几天呀，这几个不省心的又要找茬。陈乔良他们早上刚洗完脸，几个人正商量着收鸡仔的事，正说着呢，就听到外面骂骂咧咧的，也不知道是哪家又吵起来了。姐，是咱们家热闹。最近咱们都忙活的厉害，都没招惹那边。哎，大哥，还用得着我们去招惹吗？陈乔乔，你个小蹄子，你赶紧给俺出来！你个挨千刀的小贱货，看不得俺们好是不是？还撺掇俺爹种大豆，你们咋那么坏呢？你们也不怕下地狱？
一群山驴逼，狗娘养的东西！你爷哪里对不起你们啦？像狗一样给你们打了1个月的白工，还拉着你们二叔，你们就是这么孝敬你们爷的？各位乡亲呐，都来评评理，是俺不讲理吗？这几个小王八犊子太损了，也不怕挨雷劈呀！这是。周围人也被李老太太感染了。这虽然李老太太对他们不好，可这陈老汉可没得说，帮工不说，有啥事都想着他们咋还能忽悠陈老汉瞎种地呢？俺那好好的闺女也让他们给骗走了，俺一个好好的闺女给他们家当牛做马的，他们也不给钱呢，丧良心呢。当着外人的面装得像个人似的，都是做给你们看的呀。俺的娇梅呀，爹想你呀。小姐，俺没，还是出去看看吧，这么骂也不是个办法。哎，你这老太太怎么睁眼就说瞎话呀？乔梁几个孩子最厚道了，啥时候坑你们了？还有乔梅，你们这些丧良心的东西不给治，瞧瞧他们花了多少银子，这周围邻居谁不知道这事儿啊？你们还真能颠倒黑白。大家好好想想，乔梁几个啥时候坑过人？每次还不是他们老陈家来闹事的。俺们自己家的事儿，用得着你们老张家说话了？你这闺女跟你这当娘的一样，多嘴多舌。哎呦，你这老太太，你自己闺女的烂事一裤裆，还有心思管人家闺女呢？年前是谁呀？上人家乔家家里抢鸡蛋，摔了人家2坛子鸡蛋呢。小孩子都不能这么馋，你可真是养了个好闺女啊！李老太一听这话，恨不得上去挠了张大平。那陈公满烂谷子的事有啥好说的？俺妹子是气不过他们不孝敬老人，你看他们骂这么半天出来人了吗？还不是自己理亏，不好意思出来了。你们家一个外人跟着掺和什么玩意儿？陈老二说着就要把人推开。说话就说话，你咋还要动手不成啊？这时候陈老汉也赶了过来。你们这几个赶紧给俺滚回去，丢人现眼的玩意儿，俺干啥都俺乐意的。这个家你们不待了，就都给俺滚。俺就说吧，这几个小的不是啥好人，看吧，自己爷奶都坑，何况是咱们外人了。你们呀，都小心点吧。刘老太不知道啥时候来了，在一旁跟个阴阳人似的，吱呀一声，众人正讨论呢。陈乔梁一家5口人整整齐齐的从门里慢悠悠的出来了。大平婶子，别跟他们吵啦，跟人才说人话呢，他们可听不懂。乔乔啊，俺这还不是气不过，你看看这一家子，这就是来找事儿的。你周舅奶他们都不在，出去卖鸡蛋了，不然让他们好看。出来啦，小蹄子，还有陈乔梁，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你们倒是给俺说说，给大伙儿说说，你们为啥撺掇你们爷种黄豆啊？奶，俺们也是怕今年天太旱了，这俺们自己家也种大豆呢。我呸！那地跟地能一样吗？你们就是没安好心啊！对，我们没安好心，那你们可以不听呀，你们可以全种玉米啊！看看，哎呦，承认了吧，乡亲们呐，俺们可是他的亲爷奶呀，他就这么糟践俺们，糟践粮食，俺们怎么说也把他们4个养活了这么大，真是好心没好报啊！看热闹的不少老人看了都深有同感，这儿女不孝顺呀，老人一辈子不容易呀。行了，别哭了奶，俺们又没把着你的手，你要种啥也不是我们说了算的，赶紧回家种你的玉米去好啦。哎呀，你这丫头咋和你奶说话呢？你们咋还能忽悠你们爷呢？你们这样会有报应的。哎呀娘，话也不能这么说，人村真也说了，多种大豆。哎，你这孩子，你这知道啥？别插嘴。都闭嘴吧，真当我们是泥捏的呢？有你们什么事儿啊？你们知道前因后果吗？就跟着在这儿吵，朝廷都发了告示，你们怎么不去朝廷门口骂？怎么不说朝廷坑你们呢？就在我们家门口，看我们好欺负？陈乔家一句话说的是周围鸦雀无声。你们家里都孵鸡崽了吧？都是打算卖给我的吧？今儿在这看我笑话，还站在道德高地批评我，来日还想我收你们的鸡崽？我陈乔乔看起来那么好欺负吗？乔乔，有人欺负你？谁？先过了我谢念这关。谢念往陈乔乔前面一站，手里还拿着砍柴的刀，众人不自觉地往后退了好几步。没事的，谢念姐，我们自己能处理。爷奶，我们也是看咱们是一家人，好心跟爷说的，你们不听就算了，何必骂骂咧咧的让人看笑话？是啊爷，你们不听就算了，种啥都一样。哎呀，乔梁啊，不赖你们呐，是你们奶不讲理呀。陈老汉急得不行，真是老了，说话都没人听了。还有我的好二叔，你不是想你闺女了吗？乔梅年前就住我们家，吃喝拉撒还有药钱，我们都有记账，30两银子，你这个天下第一好爹把钱给了吧？
别张嘴就赢了，还一家人呢。乔梅有手有脚的，自己能干活，帮你们家干这干那的，你们咋不说？爹，你别说了，之前要不是你喝酒打娘，娘能走吗？你要是真想我，你就把银子给了。这是他第一次张嘴顶撞他爹。哎呦，看看，好好个孩子都被教坏了，还敢跟他爹顶嘴了！乡亲们呐，这是亲骨肉啊！现在向着外人说话，俺这当爹的心里难受啊！陈老二，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还敢来祸害俺闺女！你们老陈家就是那吃人喝血的鬼，一家子没一个好东西的。朝着声音的方向过去，竟然是许久不见的曹贵芬。哎呦，你个死娘们，哎呦，你个丧尽天良的狗东西！当初把好好个孩子打得都快没气儿了，要不是俺带着去镇里看大夫，乔梅早就去见阎王了。孩子才过了几天好日子，你又来闹！娘，你回来了。3个孩子多日不见亲娘了，现在见到曹贵芬，几个孩子都想得不得了。等俺收拾了这个狗杂碎再跟你们说话。陈老二本来就腿脚不好，这人又多，他还心虚，硬是没敢还手。大家伙别被这狗杂种骗了，他要孩子回去就是当牛做马伺候他们老陈家一家的。乔梅当初都要死了，他们也不给治，也就俺公爹给了5两银子，其他人看都不看一眼呢。他今天好不容易哄的那老员外回来看几个孩子一眼，没想到就看到陈老二竟然来抢乔梅。当初河里都有文书的，孩子也不是归你的，你要是还有那一点点的良心，你以后就别打孩子的主意。乔平、乔虎还有乔梅，你们都过来，别跟你们那王八蛋一样的爹似的。俺儿子和你们爷白帮你们干了1个月的活儿，你们咋不提呢？咋都是你们对！哎呦喂，老天爷呀，这不是合伙欺负人吗？不活了！我们给了，还是大哥亲手给爷的，给了2两呢。说瞎话！俺陈老二对天发誓，绝对没给。啪的一声，陈老二话还没说完，陈老汉一个大巴掌就呼了下来。李老太的哭声就跟让掐了脖子的鸭子似的，也没了动静。不过了是不是？老子说话不好使了。李大胖，你现在就给俺滚回你娘家去，老子要休了你！不过了。周围的人都吓傻了，他们啥时候见过陈老汉这样啊？钱，就知道钱！俺这当爷的，就算打白工俺也乐意，少了你们一口吃的了吗？那银子早就给俺了，俺想着不让老二知道乱花，这钱留着给小妮儿和几个孩子攒着呢。你们。这时候，陈正安和几个刚才在他家里商量事的岁数大的也都赶了过来。又吵啥呢？种大豆的事是村里定的，朝廷定的，不听你们就全种别的，在这闹什么呢？李老太还想撒泼，陈老汉一脚踹过去。娘，俺的娘啊，娘！丢人现眼的东西，老二还不把你娘背回去？陈老二缩着头，脸被挠了好几道血口子，一句话不敢说，灰溜溜的背着晕死过去的李老太，赶忙往家那边跑。这张老脸是没法儿了。哎呦！陈老汉留下这么一句也走了，剩下看热闹的人面面相觑。李家村里，李长海刚吃过饭，正一脸惬意地躺在炕上，悠闲地哼着小调。哎，你说说你给儿子定的什么亲家？这刚才外面又听人说，儿子媳妇他娘跟他几个孙子闹事什么的，咋就没一点好事儿呢？我说李长海就那样的人家，那出来的闺女能成吗？妇人之见，你懂什么呢？儿子也是要考秀才的，最近在镇子上和陈老三碰上了好几次，人家陈老三没少指点咱们儿子。哼，秀才就那么难考？俺儿子自己就考不上，还非得请教陈老三呢。说难也不难，说不难也难呢，全凭个人吧。他拉着鞋打算出去溜达溜达。东边的屋子都打扫好了吗？下个月就要成亲了，别到时候弄得乱七八糟的，让人家看着咱们老李家不是那过日子的人家。早就收拾好了，等你操这个心，黄花菜都凉了。李长海美美的叹了口气，他这个媳妇儿别的不行，家里家外的事真是很少让他操心。陈乔乔这边看热闹的都走了，曹贵芬抹着眼泪和3个孩子叙旧。娘在那边一切都好，娘就是回来看看你们的，一会儿娘就走了。娘，您这就要走？娘，您真的不回家了吗？娘，您多待一会儿啊。曹贵芬又叮嘱了他们许多，才出去感谢了陈乔乔对乔梅的照顾。谢念正好打了水洗好脸，就看到了站在门口笑盈盈的陈乔乔。陈姑娘，你们怎么来了？早上的时候谢谢你为我们出头，特意来感谢你的。陈乔乔晃了晃手里的筐，筐里装了20个鸡蛋。你们怎么这么客气啊？
一点小事儿，我就说了一句话，那还值得你还上门感谢，还带东西呢。陈乔乔也不听谢念的，直接把鸡蛋拿到谢念家灶台。谢姐姐，你们搬过来这些日子可少些什么？还习惯吗？没什么不习惯的，在外面这些年漂泊习惯了。陈乔乔又问了谢念一些山里打猎的事情，谢念一说这个来了精神头，滔滔不绝地给陈乔乔讲怎么抓兔子，用陷阱还抓到过大野猪。幺妹听得两个眼睛睁得老大，一副好奇又害怕的样子。就这样说了半晌，那边估摸着曹贵芬也走了，陈乔乔才带着幺妹回家。机场准备完毕了，陈乔乔让陈乔生帮忙写个养鸡场手册。这个养鸡场手册里，陈乔乔借鉴前世的经验，规定了养鸡场的一些事宜，比如在养鸡场工作的人员平常要少和其他养殖鸡鸭的人家接触，每天在养鸡场工作要穿专门工作的衣裳，每天必须换洗，如果发生鸡瘟等一定要尽快发现隔离，出现鸡瘟的鸡鸭也要掩埋，不可食用等等规则。制定好这些之后，新的问题出现了，养鸡场工作的人员最好少和外界接触，养鸡场的工作又不少，所以不能种田了。陈乔生晚上回来，刚巧看到翠花有点腼腆，问陈乔良养鸡场里负责的人找到了没有。陈乔良摇了摇头，谢伯伯他们不成吗？陈乔乔倒是把谢家4口人给忘了，可是他们是当过兵上过战场的，这养鸡的活人家能乐意干嘛？下晌我去问问吧，谢伯伯他们家如果肯愿意，肯定是最好的了。下晌的时候，陈乔乔一个人来到了谢念家里，陈乔乔也不废话，和谢勇说明了来意。谢勇没有一口回绝，而是说要和家里人商量一下。夜里，谢家一家4口都没有睡，几个人坐在堂屋里。爹，我觉得这个可以，种地我们更不会了，更容易暴露。可是大哥，这养鸡咱们也不会啊。谢安国皱了皱眉，天天还要产鸡粪，这工作带着些味道呀。不会可以学，这有什么难的？而且少主之前也嘱咐我们多照看着陈家，这不也是个机会吗？他们只要一个合情合理的身份而已。我也觉得这事可行，我们4个人总是频繁进山，早晚会引起人家怀疑，我们就先到养鸡场，等熟悉了环境，再找机会去山里打探消息。这个事儿本身也急不来，我们还是要融入这个村子才好办事。他们都是受过特训的，这次的任务不容有失，已经查了10几年了，近些年才有些线索。如果真的因为他们暴露了，破坏了整个计划，那就得不偿失了。第二天一早，谢念拎着一只野鸡来到了陈乔乔家里。你是陈乔良对吧？这个给你们家炖了补身子。谢念把野鸡递给陈乔良，然后进了陈乔乔他们家。一个6、7岁的小姑娘安静地坐在炕上绣着荷包，还有一个差不多大的小女孩在地上拿着小木棍比比划划的。幺妹小心点儿，来客人了，别打到人家。陈乔乔托了赵佳玉，让她帮忙找个女武师，这样他们也能放心一些。没关系，这小丫头是你妹妹啊，她这是在干嘛？幺妹比比划划的样子很滑稽。陈乔乔悄悄在谢念耳朵旁边小声地告诉谢念，我学过一些防身术，要不然教她几个动作，这样练可是没什么用处啊。幺妹快过来，谢念姐姐说要教你武功呢。幺妹捂着小嘴，惊喜的表情溢于言表。师傅在上，徒儿给您磕头了。称不上师傅，就随便教你几招防身用，你这样姐姐可受不起。幺妹，你就先跟着谢念姐姐学，要是谢念姐姐觉得你天赋好，以后自然会收你的，你可要努力哦。小姑娘用力的点了点头，等她厉害了，第一个就要打陈小妮儿，打得她屁滚尿流。陈姑娘，昨天你说的事儿呢，我父亲和2个哥哥昨天商议了一下，我们打猎确实赚不到什么钱，养鸡场这个工作我们可以做，只不过怕是做不了太久。他们完成了这个任务，应该就要离开这里了。谢念姐姐客气了，叫我乔乔就好。养鸡场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你们能来简直太好了，以后如果做不长再招人就是了，无妨的。乔乔，如果养鸡场的活做完了，我们可以做自己的事情，对吧？我爹他们过惯了打猎的日子，还是喜欢没事的时候到山里转悠转悠。但是你放心啊，肯定不耽误养鸡场的活。陈乔乔会意，之前之所以顾不到人，一方面是村里没有合适的，更多的是陈乔乔没有说到底给多少工钱。要是知道15两，村里多少人都会挤破脑袋想进来。陈乔乔还是想找一些认真负责的。谢家4口可以说是非常符合他的要求了。晚上的时候，陈乔乔做东，邀请张大平一家，还有谢勇一家，以及周舅奶一家、宋大娘以及几户卖鸡蛋的人家来陈乔乔家里吃顿饭。吃饭的地方就在鸡场的院子里，几个老太太带着小媳妇儿掌勺，
陈乔乔不亏待自己人，荤素每桌一共12道菜，而且陈乔乔还特意嘱咐掌勺的周舅奶多放油多放调料，千万别给他省钱。众人七嘴八舌，家长里短的，热闹的跟过年一样。卖鸡蛋的几个人都在那给陈正安他们讲出去的经历。谢勇虽然话不多，可为人耿直，有一说一，赢得了村里不少人的好感。大家伙先别唠了，让咱们东家乔乔讲两句。那我就简单说几句。在座的都是养鸡场的功臣，还有咱们养鸡场第一批老员工。乔乔在这里感谢大家，只要你们勤劳肯干，我就保证你们能吃饱穿暖，还有余钱能让孩子读书，能让家里老人有钱治病。只要你们踏踏实实的好好干活，以后我们村也会有自己的私塾，我们陈家村也能出秀才出状元。村里的人不少人听了这话都热血沸腾。村里多少孩子脑瓜子灵活聪明，可就是因为家里没钱，就只能种一辈子地。乔乔说的对，咱们村里以后不管啥事啥人都不能跟养鸡场作对。俺陈正安今天就是当着各位乡亲的面表个态，只要是养鸡场的事儿，俺陈正安肯定上心，肯定管。大家伙可听到了，咱们以后有啥事儿就去找正安叔。众人又是一阵起哄。吃了这顿开工饭，明天开始大家都为了好日子使劲奋斗吧。听陈乔乔这么一说，大家也不废话了，都赶忙吃了起来。陈家村里的大多数人家都要睡觉了，陈老汉一个人在田间走着，心里有些不是滋味。陈乔良早上的时候让他也去吃酒的，可因为李老太他们去闹的那一场，陈老汉实在是没有脸面去。晚上的时候，陈老二还在那嘀咕着，看到陈乔良他们买的鸡鸭鱼肉的堆了一车呢，也不知道给他们送点来。李老太劈头盖脸就是把陈老二一顿骂。走着走着，竟然来到了养鸡场附近，听到里面传出的阵阵笑声，叹了口气，默默地转了身。第二天，养鸡场门口排起了长长的队伍。陈乔乔给的定价是4文钱一只，价钱不是最高的，不过也不低了。这雏鸡在手里一天就多吃一天的粮食，很多人早就巴不得把雏鸡给卖掉了。大家都排好队，不要着急，肯定都能收的，大家自觉一点，不要耽误时间。刘老太太可不是省油的灯，这刘老太太竟然赖上了李老太。李大娘，您之前可是答应了，这肯定收俺们的鸡仔儿，如今可不能不管俺们呢。你们带着鸡蛋去吧，听说那边今儿正收鸡蛋呢，你们去卖就是了。哎呦，大娘，你也不差这一会儿功夫了，您跟俺们一起去呗。俺们那天得罪了人家，人家万一不收，俺们岂不是白跑了？哎，都乡里乡亲的，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你们想多了，赶紧去吧，别耽误俺下地干活了。放心吧，你怎么说也是当他们奶的。昨儿他们请人吃饭那么大的事儿，也没说请您和他们爷呀。今儿这事儿，您是不是也说不上话呀？是，俺是什么奶呀？人家都是祖宗爷爷，俺是个屁呀！赶紧走吧，别耽误俺去地里。太婶子呀，话不是这么说的。那天我们得罪人，也是因着你答应了俺们。如今你可不能说撂挑子就撂挑子。走，都跟我们上老陈家，把鸡仔都放他们家，就当是他们家收了。太婶子，别忘了下地回来跟俺们结钱。一边说，刘老太太就要带着人去老陈家。你们这帮小蹄子，还有你这个老贱人，你们这是硬赖上俺了是不是啊？刘老太哼了一声，并不搭理这话。其他人也是看天的看天，看邪的看邪。成，这次是俺瞎了眼，俺就和你们走这一趟。李老太和刘老太太他们赶到的时候，队伍已经排出去老长了。大娘啊，俺们这来晚了呀，这轮到咱们家还能收吗？咱们可是他奶带来的，还排什么队？走，直接去前面。谢报国可不认识谁奶，看到2个老太太和几个妇人凑到了前面。这2位大娘都到后面排队，一会儿就轮到你们了，别着急。你这小伙子眼生啊，这是你们东家他奶，自己家人排什么队呀？好狗不挡路，赶紧让开。谁来了都得按规矩排队。李老太一点也没觉得没面子，心里还挺解恨的。哎呦，陈家丫头呀，这有钱了连自己奶都不认了。乡亲们呀，和这样的人做生意，不怕坑了你们呀？周围卖鸡蛋的人因为鸡仔儿叽叽喳喳的，根本没有怎么听清他喊的是啥。刘老太太见这招没用，趁着谢报国维持秩序不注意，一下子冲到了前面。大家伙都听好了，咱们这鸡仔儿养得这样好，指定能卖5文钱，大家伙可别上当了。一边说着一边扯过李老太，大家看看，这是黑心丫头的奶，当初答应俺们好好的，一定收俺们的鸡仔，现在也不收了，亲奶都不顾了，为了一点黑心钱，脏心烂肺的玩意儿。李老太仰着个脖子就看戏，也不反驳也不说话。那些要卖鸡仔的也开始窃窃私语，哪里老的老货在这里胡言乱语呀？是大粪吃多了吗？老娘帮你清醒。周舅奶撸胳膊挽袖子的就从里面冲了过来。乔乔，你别动，
让老周去。刘老太看着周大娘一点也不害怕，俺今天就是要和乡亲们互温钱买，你们要是不收，俺们让你们一个也收不着。你个挨雷劈的老逼梆子！刘老太太还没反应过来，周舅奶扯过刘老太太稀疏的白发，然后就开始边打边骂：你个不要脸的老东西，天天喷粪占便宜！陈家村就你这么个搅屎棍，还让你不要脸，还让你滚刀肉，还让你在这儿耽误俺们收鸡崽儿！哎呀！打得差不多了，周老太猛地一松手，那刘老太终于被松开了。去你妈的，老娘跟你拼了！起来就朝着周老太撞了过去。一旁的李铁牛连忙就去抱刘老太太的腰，你个狗崽子，松开老娘！刘老太眼瞅着往前扑，手也就刚碰到了周舅奶的衣襟。令人震惊的一幕发生了，周舅奶竟然被刘老太扑得昏死过去了。俺的老姐姐呀，这是咋的了？快来人找大夫呀！俺老姐姐被这个不要脸的老货给打死了。这么明目张胆的碰瓷，也是没把他们当个人呀！你个老太婆，别给俺装死，俺都没碰到你！你个老太婆！不管刘老太骂啥，周舅奶就是一动不动，配合宋大娘的哭嚎。这刘老太太陈家村谁不知道啊？出了名的滚刀肉，就为了那1文钱逼脸都不要了，带头来俺们这闹事儿。你们大家伙拍良心说说，俺们这4文钱公鸡母鸡都收，有没有赚黑心钱？觉着俺们黑心的就转头走，觉着俺们这价公道的就赶紧过来卖完了，好回去种地去。大家都不是傻子，这4文钱也算公道了，都开始有序的交鸡仔拿钱。周舅奶一看目的达成了，也不躺着了，拍拍身上的土，和宋老太2人有说有笑的回去了。刘老太眼前一黑，气得晕死过去了。铁牛，去老刘家知会一声，他们家的老祖宗中暑了，赶紧找个人抬回去吧。来卖鸡蛋的大概有80多户，把病弱胆蔫的筛选掉，最后收了1300只雏鸡，另外还5文钱一只，收了50多只鸭子。清晨的村庄空气清新的要命，已经进了5月份，村里人讨论最多的就是雨水问题。爹，今年的雨水确实少啊。之前你娘就说听朝廷的，多种大豆和土豆。可是李大壮不信邪，看村里人不少都没听朝廷的，也存了侥幸心理。铁牛啊，多囤粮食吧，这贼老天呐，今年怕是不好过呀。爹，您这担心的太早了，这才5月，也许过几天就有雨水了呢。但愿如此吧。顾玄之风尘仆仆地从外地赶回来，一到通川县就来了县衙。谁知道县老爷竟然不在县衙，下面的人支支吾吾，也说不清楚县太爷人去了哪里。顾玄之给了小九使了一个眼色，小九会意退了出去。小九子出去了2刻钟才回来，对顾玄之耳语了半晌，又喝了2盏茶，那严县令才慢慢腾腾地从后宅出来。顾少爷，让您久等了，不知您大驾光临，微臣这小小县衙所为何事啊？顾玄之名义上是受罚到这里的，在严县令看来，这就是富贵人家的子弟出来游山玩水了。严县令，今年县里雨水如何？农耕情况怎么样？这话问得严童一愣，最近他那新家家宠妾郝娇娇刚怀了孕，他这可是老来得子，哪有心思操心什么雨水农耕？顾小公子，这些事自然由我们这些人操心，顾小公子不必挂怀，放心在这铜川县玩就是了。要是有人胆敢为难，本官定为您做主。严童，我父亲可是大理寺的，你说话给我小心一点。您可是被这上面罚到这铜川县的，还望您收敛些脾性。我可是这一县之主，行得正，自是不怕的。好啊，你个严童，小爷好心好意提醒你，你竟然不领情。小九，咱们走，以后再也不来这破地方。说完也不等严童废话，带着小九就出了县衙。强龙不压地头蛇的道理都不懂，在京城不能把你如何？这铜川县可是老子的地盘。严童气急，把桌子上刚刚顾玄之用过的茶碗全都推到了地上。老爷消消气儿，哎呀，那不过是个不懂事的孩子罢了，犯不着生这个气。等到了日子，他就回去了。要是没有他爹，他算个什么东西啊？比老子提鞋都不配。在后宅被夫人和小妾气，这到了衙门还要受这等嫌弃。今日不上衙了，老爷头疼，有什么事让钱师爷代为处理。那钱师爷连忙称是，显然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陈家村里，陈老汉和李老太正被突然到访的卢媒婆扯着手唠家常。哎呀，这小妞越来越漂亮了，成了亲呢，那就更不得了了。卢媒婆，你这到底有啥事儿，你就直说吧，不然我们这心里呀七上八下的。
李老太实在是懒得寒暄了，家里最近又忙着地里的事情，又忙着陈小妮的亲事。陈3月那个挨千刀的去了2回信，也没见人回来。老嫂子呀，俺来那指定是喜事呀。这喜从何来呀？俺们家这也没有啊。这老姐姐，您看您家老二，这总一个人带着2个孩子，也不是个事啊。您就不惦记，不寻思着再给老二找一个？咱们老二也不差，虽然腿有些毛病，可也不耽误啥，不是？这是哪家呀？俺们家这忙着小妮的亲事，实在是顾不上了。陈老汉坐在一旁不说话，心里也琢磨着，确实该给老二再找一个了。是王家沟那边的，家里就一个姐儿，之前嫁过一个，那男人没福气，没几天就去了，这姐儿呀就回了娘家了，生下一个孩子都没有，体格子好能干，要俺说呀，和你们老二正相配呢。李老太一听这话，有些不乐意了。嫁过去没几天，男人就没了，那不是克夫？哎呦，老姐姐，偷摸告诉你，嫁的那男人呢，从小身体就不好，跟人家闺女啊是一点关系也没有。一听这话，李老太果然神色好了一些。那就看看。陈老汉微微点了点头，算是答应了。成，那俺就回去等信儿了。你们也知会老二一声，到时候收拾利索的，给人家闺女留个好印象。送走了卢媒婆，李老太把陈老二叫了过来，说了卢媒婆的来意。陈老二自然是乐意的，他这多久没碰女人了，都不知道女人是啥滋味了。娘，都听您和爹的。陈老二，你可记住了，这次再娶媳妇儿，你要是犯浑，俺和你爹可是不管了。以后啊，你就爱怎么着怎么着吧。娘，不知道那人长得成不成啊？这儿子也不能啥样的都将就啊。你个王八羔子，能过日子就成，看什么脸呢？你要是不要，俺现在就让你爹给回了去。哎呀，娘，俺这不是说说吗？你咋还生气了？俺都知道，肯定找个会过日子的。赶紧滚吧，看着你就来气。陈老二被训了也不生气，能娶媳妇儿就成。哎，老婆子，你说家里这日子到底是好了还是不好了呢？李老太的眼睛里有后悔，挣扎了片刻，那丝后悔又被压了下去。日子不都这样吗？就算俺做错了，能怎么着？还能回头是咋的？这路啊，俺已经走了，你们打还是骂也没用了。俺老李太太就这样了。陈老汉苦笑了一声，李老太太这个老流氓的劲儿又上来了。再打发人给陈老三去个信儿，读书怎么读的六亲不认了？这是考上个秀才，尾巴都翘到天上去了。家里大半的资源都供给了这个儿子，可家里是有点啥事儿，一点都指望不上他。之前和他一起在赌场做扣的一个兄弟，今儿和陈老二喝酒，给陈老二说了一桩大买卖。据那李愣子说，带他混的大哥最近结识了一个外地商户，那商户想收购粮食，又不想引别人起注意，就委托给了李愣子他大哥。兄弟，俺跟你说，那老板有钱，不管俺大哥多少钱收的，他都按市价再高2成的价格收。不过俺跟你说呀，兄弟，这事儿得保密，得私下收。当时他就问为啥，咋还不让人知道呢？这事儿啊，不是你我该知道的，你就给哥哥准话，这钱你赚不赚就完事儿了。李哥，可这收粮的也得要钱呢，俺哪来的钱？老二啊，哥都给你想好了，俺大哥说了，只要乐意跟着他一起收粮食的，这本钱呢他都出了。啥？还有这好事啊？要不说哥想着你呢，一个村里也就要这么一个人，哥第一个就想到你了。弟弟，你可别说哥哥不惦记你啊。说哥，这是俺干，可是这天旱得很，这大家伙不一定想卖粮食呢。老二啊，这事儿啊，俺大哥早就说了，要是不想卖也成，那商人手里有前几年的陈粮，照样吃，除了口感差点，没啥两样。大家伙要是乐意呀，可以拿新粮换陈粮，一担换3担。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这要是真闹起灾荒来，能活口就不错了，有啥吃啥了。咱们呢，这可是做好事呢，兄弟。到时候老乡们粮食多了就饿不死，你可不就是你们全村的大恩人吗？陈老二还是有些不明白，那商人这是图啥呢？李哥，这没有啥猫腻吧？陈老二，就上次那赌场的事儿，为啥俺一点事儿都没有？你被废了腿，那是因为俺大哥给俺扛下来了。这事儿啊，俺大哥都跟那个大商人去看过那批陈粮了，一点问题都没有，口感差点，人家有钱人嫌弃，这才有了这桩买卖。陈老二还是有些犹豫，总感觉云里雾里的。到底干不干？不干，俺就找你们村里别人了啊！这事儿肯定是要做的，不做自然有别人做。行，李哥，俺做，您可千万给弟弟留着，别找旁人了。成，老二，这个事儿做成了，哥保证你能赚这个数。李愣子伸出一根手指，是10两银子。兄弟，你格局小
了。李愣子扔下一把铜钱到桌子上，就晃晃悠悠地出了酒馆。隔天，卢媒婆就迫不及待地找李老太，让李老太给陈老二收拾收拾。那闺女的爹娘也着急，今儿要带着闺女上门来相看陈老二。这哪有闺女家这么着急的？卢媒婆呀，这里头不会有啥事儿吧？你可别忽悠俺，坑了俺们呐！谁不知道您儿子是秀才公？谁敢坑您呐？那闺女刘家里被哥嫂嫌弃的不行，人家爹娘才着急的，就想着赶紧把事儿给定了。要是不成，人家也好赶紧再找不是？人家那家还有个兄弟也要成亲了，就等着这个妹子赶紧找个人家嫁了，好腾地方呢。阿可跟你说了，这好事啊，可遇不可求。这二家人家也没啥陪送的，你们家彩礼也花不了几个钱，能图你啥呀？真的是。哎呀，他婶子，你看你急啥？这找媳妇儿不得打听打听？这样，你让他们来吧，那就相看相看。哎，这才像句话。你那小儿子可是秀才，和南北二屯的，谁敢坑你们家呀？李老太听着这话，听得舒坦，赶紧叫陈小妮去倒些水。陈老汉坐在堂屋里抽着烟袋，琢磨着这亲事到底靠不靠谱。陈老二那边刚收拾好吃点饭，门外就传来了寒暄声。这就是王大哥和王嫂子，他们陈家可是好人家，在这村里数一数二的。他们家三儿子可是秀才，他们家大房那几个孩子更出息，盖了个养鸡场，你们可知道？那养鸡场得有几千只鸡，我哟可不得了啊！王嫂子呀，您闺女这要是给了这样的人家，您说哪能吃亏到哪儿去？老二呢？老二赶紧出来，快呀，人来了！陈小妮儿站在她爹娘旁边，打量进来的一对老夫妇。这两口子都生得人高马大的，脸上没啥像模样，后面跟着个20来岁的妇人。鸭蛋，快叫人！那妇人有些不好意思，小声的叫了句叔婶。长得挺普通的，这身板子可是挺结实，屁股也不小，看着还成。陈老二也出来了，两个人碰了个对脸。那鸭蛋也估摸着这就是他未来男人了，有些害羞的低了头。愣着干啥呢？叫人呢！这孩子，大爷，大娘，还有这位妹子都进来，进来说话。那老两口没怎么看陈老二，带着闺女进了屋。那王鸭蛋喝了一碗水，悄悄地打量陈老二，正好碰上了陈老二的眼神，两个人都是有些不好意思的看向了别处。看着老二和鸭蛋还都不好意思了，这没啥，以后都是要一起过日子的呢，有啥不好意思的呢？那边陈老汉和王老头两个人唠起了家常农事，李老太和陈老汉倒是颇为满意。陈老二这边，李老太压根就不问他意见。卢媒婆接受了双方的眼神，心里也有了数。待人一走，陈老二就过来，想说这王鸭蛋长得太一般了。老二啊，这媳妇儿的事儿就俺和你爹给你定了，你啥也别说了。你瞅瞅这院子里没个女人，小妮再嫁了人，你是要累死你娘还是咋的？陈老二到嘴边的话全被李老太太给堵了回去。老二啊，这肯跟你踏实过日子，不比啥都行，可别想那有的没的了。陈老二还寻思自己和马寡妇那点事谁也不知道呢，村里早就有人看到了，李老太多少也听到了一些，只不过不想承认罢了。娘，听您和爹的吧，俺没意见了。早这样，还哪儿来那么多事儿啊？陈老二的心里发堵，那王鸭蛋人高马大，跟大马猴似的，跟陈老汉都不一定要，说到底就是偏心，要不就是这王鸭蛋要的礼金便宜。这陈老二还真猜对了，刚才王鸭蛋的娘都把话和李老太说透了，这礼金他们也不多要，给2两银子，意思意思就成。李老太一听2两礼金，那心里都乐开花了。这二嫁也不用摆酒席，啥都不用操办，把人领回来就成，这不就白白捡个媳妇儿吗？另一边，陈乔乔他们那里一切也都走上了正轨，几个卖鸡蛋的小组2、3天去卖一次鸡蛋，平常就在家里种田，腌鸡蛋的活交给了周舅奶和宋老太，方子陈乔乔交给了张大平和翠花，装鸡蛋的坛子都挪到了养鸡场那边。陈乔生和乔良两个人搬到那个屋子去住，毕竟陈乔良大了，总在一个屋子也不方便。王家着急嫁闺女，陈家也着急娶媳妇儿，一来二去的，两方商量个差不多的日子。陈家简单摆了2桌，陈老三那头也终于有了信儿。原来陈老三是去外地和夫子请教学问去了，一直没有在本地。这次正好赶上陈老二的好日子，陈老三一家人都回来了。晌午的时候，王鸭蛋被一辆牛车拉到了陈家村。王秀云和陈老太在厨房忙活了一早上了。这乔蕊呀，养的实在是太娇气了。
这么大个人了，连半个乔梅都不如。陈乔蕊撇了撇嘴，陈乔梅好，不还是被送走了？娘，乔蕊绣花还是可以的，赶明儿个让她给您老做双鞋。可算了吧，俺这半截入土的老婆子可没那么福分，让她外婆享受去吧。王秀银被这话噎得没话说了，低头继续去干活。饭好了，王鸭蛋被从屋子里叫了出来。李老太简单介绍了下众人，王鸭蛋挨个打了个招呼。乔栋、乔蕊，这是二婶儿，快叫人。陈乔栋和陈乔蕊跟着叫了一句，王鸭蛋尴尬地答应了一声。调兵小虎，以后这就是你们娘了，知道不？兄弟俩都没说话，也没叫人，低头扒拉着饭。鸭蛋儿啊，俺丑话说在前头，都说那后娘心狠，你可不能欺负了俺孙子。王鸭蛋赶紧放下碗说不敢。吃了饭，王鸭蛋也跟着收拾东西。李老太全程打量着，看着还成，干活啥的也还可以。夜里的时候，一铺炕上，左边躺着陈老二，右边是陈乔平和乔虎。陈老二压根儿没管王鸭蛋。王鸭蛋左看看右看看，最终自己扯了一床又脏又破的被子铺到了陈老二的旁边。第二天吃过早饭，陈老二就奔镇里去了。昨儿夜里他想了半晌，怕不是李愣子看自己不成，找了别人吧。到了镇子上，陈老二找了好几个地方也没有看到李愣子，没办法又去了李家村。李哥，先前那事儿，老二啊，之前那事儿啊没黄，那商人前几天有事儿去外省了，刚回来。你放心吧，就这2天了。你回村里啊，别闲着，先好好跟大家伙说说，都谁家卖，先统计好数量，等银子到了，直接就能卖了。陈老二一寻思，也是这么回事。李哥，要不怎么说您是哥呢？弟弟这脑袋就是不行。宝二啊，这人情世故啊，可有的学了，你慢慢学着去吧。你回去好好琢磨琢磨吧，收的越多，咱们赚的就越多。回了陈家村，正是傍晚的时候，村口三三两两的聚满了人。老少爷们儿，这都吃完了，乘凉呢？今年这年头啊，可不咋地呀，大家伙这日子可不好过呀。是啊，老二，一滴雨都不下。哎呀，再不成啊，就得出去找找活路了。这地不成了，这人还得吃饭呢。俺家婆娘还赖没听朝廷的，多种大豆呢。别提了，这玩意儿没办法，都是命啊。地里收成不好，你们仓库里不都有粮食吗？把粮食卖了，换银子就是了。老二，越是不好的年头，这粮食越是不能卖，卖了俺们吃啥？到挨饿的时候，那银子有个屁用啊！到啥时候啊？那银子它也赶不上粮食。你们听俺说啊，俺是这么想的。这挨饿年头啊，手里的粮食那肯定是越多越好使吧。众人一听这话，纷纷点头。咱们手里那粮食卖了，咱们用银子买便宜的粮食，那不是更好？众人一听，连忙哄堂大笑。这陈老二莫不是脑子坏了？哪来的便宜粮食？陈老二一看众人这样，就把那富商手里有陈粮，想换一换农户手里新粮的事情给说了。前年的粮就要3换1，他们图啥呀？大户人家像咱们这些土老帽呢，人家有钱吃的就是个新鲜。别说前年的，去年的粮食人家都不吃，你以为都是你我这泥腿子呢？老二，这事儿真的假的？有这好事？是啊，老二，真要有的话，俺们就换，俺们吃饱就成，管他新的陈的呢。俺陈老二骗你们干啥？这事千真万确，过2天那商人就要统计粮食了。俺可跟你们说呀，俺这是小道消息，俺们家是打算全换的。陈粮换新粮的消息就像长了翅膀一样，一晚上就在陈家村传开了。就连陈老汉和陈三月都拉着陈老二打听这个事儿。陈三月没粮食，他岳父有呀。爹，三弟，这事儿千真万确的，这事儿也不光咱们一个村，人家那商人打算收不少粮食呢，绝对没问题。二哥，这商人是什么来路？姓甚名谁？陈老二被陈老三这一问也愣住了。哎呦，老三呐，做买卖呀，你还真不一定如你二哥。二哥这都是朋友介绍的，绝对没问题啊。那商人是外地，手里的粮食啊，有自己的，也有那当官的。不好说姓名，咱们平头百姓可管不了那么多，只要有粮食就成。爹，您说是吧？陈老汉还是觉得这事儿有点玄乎，这不就是天上掉馅饼吗？老三，要你说这事儿能成吗？陈三月本来是不信的，可陈老二说那商人手里还有当官人的事儿，就信了几分了。爹，这事俺看还真有可能。二哥，找你那人靠不靠谱？
这可是大事，你可别被坑了。过2天俺就要统计咱们村换粮了，到时候你们就知道真假了。夜里，王鸭蛋铺好了床铺，把屋子里收拾得整齐。陈老二和2个儿子换下来的衣裳也都一并洗了。陈老二一回屋就感觉整个屋子都敞亮了，不禁有些动容。那啥，辛苦你了。不辛苦，都是一家人了。陈老二终是没抗住几个月的寂寞，看2个孩子都睡熟了，把手伸到了旁边的被窝里。第2天一早，王鸭蛋面带微笑地做了全家人的饭，又和王秀云一起喂鸡鸭。那猪已经拉去村子中央杀去了，明个就是陈小妮成亲的日子了。陈乔蕊和陈乔栋都被李老太指使着去邻居家开始借桌椅板凳了。陈老汉借了陈乔良他们的牛车，和陈3月、陈老二一道去买菜。还牛车的时候，陈老汉特意让陈乔良几个人明个回去帮忙。陈乔良嘴上答应，心里却有些烦。大哥，明儿你自己去吧，家里实在是忙不开。陈乔良点了点头，我那儿留了几尺布，大哥明天你带过去吧。这都是细棉布，平常人家扯个1、2尺粗布头也就过得去了。第2天天刚亮，村里的人就都上了陈家的门。众人有送鸡蛋的，也有包几10文礼金的，有那关系十分要好的长辈，还有送素银簪子的。李老太太看着众人的礼，心里十分满意。陈乔良来的时候，已经来了不少人了。陈老汉一看陈乔良只一个人，眼里有藏不住的失望。乔良，怎么你自己来了？你弟妹他们？三叔，家里养鸡场事多，乔生要念书都没空过来。陈3月扫了那几匹布一眼，真是赚了几个钱，就忘了咱们爹娘了。你们爷奶你们都不敬着，家里这么大的事竟然不来。你看你没来的时候还惦记几个孩子呢，这一来又摆三叔的谱，明明是心里惦记几个孩子，还嘴硬。乔良啊，乔良啊，这是你2婶，还没见过吧？陈乔良确实是第一次见他这新2婶，连忙打了个招呼。你三叔那人呐，就刀子嘴豆腐心，没来的时候天天念叨你们几个，怕你们几个做买卖让人给骗了。乔良啊，你三叔说的你可别往心里去，都是一家人，你三叔啊最惦记你们了，就连三婶我也觉着你们几个可怜。陈乔良不知道这话怎么接，含糊的点了点头，去外面帮忙了。1个多时辰，天也大亮了，李家村那边迎亲的队伍就到了，众人都拥簇着陈小妮往外走。李老太心里舍不得，眼看着眼泪就掉了下来。陈小妮盖着红扑扑的盖头，走几步路就要回头望一望，惹得众人一阵心酸。谁也不知道盖头下的陈小妮有多郁闷，她的私房银子忘记拿了，那可是足足2两银子呢。眼看着就要上花轿了，陈小妮再也忍不住了，一把推开卢媒婆。哎呦，小妮这是舍不得他娘。卢媒婆哎呦了一声，连忙替陈小妮圆，心里把陈小妮骂了个半死。这肥婆是作什么妖啊？李老太看着扑向自己的陈小妮，心都化了。俺的小妮哟，俺的心呐！一句话还没说完，众人就看到陈小妮风一样的从李老太身旁飘过去，冲进自己屋子是一顿翻找，半晌又一阵风似的飘了出来，在众人错愕的目光中攥着2两银子上了花轿。陈老二非常尴尬的去点鞭炮，陈老三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王鸭蛋看着这一切，眼睛里有藏不住的嘲讽。李家村那边，李庆年不情不愿地穿上了喜服，在门口和他爹迎接宾客。高兴点儿，拉个脸给谁看呢？再这样子，别怪老子回头收拾你。李庆年被他爹小声训斥了一顿，还是挤不出一点笑容来。一路敲敲打打，陈小妮总算是如愿嫁到了李家村，整个亲事还算顺利。李长海和李刘是2个人累了一天了，晚上泡了脚，刚躺到床上就被一阵哭声给惊了起来。快起来去看看。李刘是也是纳闷，今儿个可是他儿子成亲的好日子，谁大半夜的哭着是？2个人穿了衣裳出来，就听到陈庆年屋子里头传出了女子的哭声。李庆年他2个哥嫂也都被吵了起来，正抱着小侄子在院子里往那边看呢。李庆年，你凭啥不碰俺？你个不要脸的妇人，你快先睡吧。看什么看？别人不下地了。 2个儿子儿媳是赶忙带着小的回了屋。我庆年哥哥，你怎么这样？人家哪里不好？屋子里的李庆年一个头2个大，他都没做好心理准备呢，怎么碰他？他娘，你去说说庆年。说完就摔门回屋了。屋子里陈小妮的哭声是依然响亮，屋外的李刘氏尴尬至极。儿啊，庆年别和小妮闹，娘先回去了。李刘氏这辈子都没有这么尴尬过，这就是李长海给自己儿子找的好儿媳，这到底是缺心眼还是不要脸呀？屋子里的李庆年气的是满脸通红。俺娘说了，成亲了就要那样，俺不管，
庆年哥，你要不那样，你就是不喜欢俺。陈小妮，我告诉你，你再哭就给我滚出去，听到没有？陈小妮捂着嘴巴，不敢相信李庆年竟然新婚刚入洞房就让他滚，他的庆年哥哥一定是太害羞了。这样想着，陈小妮回头把油灯给吹灭了，一个劲儿的往李庆年身上蹭。我告诉你，陈小妮，这可不是你们老陈家，老子想碰你就碰，不想碰你就不碰。你要是再唧唧歪歪，老子就把你扔外面，冻死你！陈小妮一听这话，吓得一哆嗦，赶忙就不敢说话了。陈家村里，他爹也不知道咱们小妮咋样了，刚到人家家，吃不吃得饱哟？陈老汉被李老太说的心里也有几分不是滋味。老李家还成，人家家底子厚着呢。再说了，这离得也不远，他们还敢虐待咱们闺女不成？哎呀，可这心里咋这么不是滋味呢？哎呀，小妮打小就没离开过俺，哎呦，俺的小闺女哟！李家村里，陈小妮缩在床角，一点被子没捞着，这眼泪流了一手，也不敢哭出声来。弟妹，还睡着呢？陈小妮一开始没反应过来这是喊她。懒东西，没听到大嫂喊你啊，还不赶紧滚出去干活？陈小妮这才意识到是喊自己，就赶忙出去。大嫂，俺在呢。弟妹呀，你这没带随身的衣裳吗？咋还穿着这喜服呢？大嫂，俺一会儿就回去换。弟妹呀，这做了人家的媳妇儿，可不比在娘家了。今儿可是你当人家媳妇儿的第一天，都要给公婆做饭的呀。都这个时辰了，你可得抓点紧，不然传出去，人家可是要讲究你们老陈家不会教闺女的。陈小妮下意识地点了点头，赶忙回屋换衣裳去了。陈小妮虽然不讲理，长得也不好，可家务活也干得不错，一顿早饭没多少时辰就做好了。看着这顿还不错的早饭，李刘氏的脸色可算是好了不少。饭桌上，李刘氏给陈小妮介绍了李庆年的两个嫂子，大嫂张青青，二嫂李佳慧。饭后，李刘氏把陈小妮叫到屋里和两个嫂子说话，李长海可算倒出了功夫，把李庆年从床上拖下来就是一顿打。一听李庆年的哀嚎，陈小妮是吓得赶忙站了起来。小妮，你爹教训儿子，你去了有什么用？你这个畜生，成亲之前怎么说的？昨天都干了些什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你的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老子告诉你，这门亲事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都不能说一个不字，不然老子抽死你。爹，你看到陈小妮是个什么东西？她哪里配得上你儿子？她好不好有什么关系？她三哥好就成了。你给老子记住，除非你能压他三哥一头，不然你就给俺消停的和陈小妮过日子。老子要不是就你一个儿子。爹，我又不是没接触过陈三月，我可没有觉得他一定能考上举人。这10里8村就他这么个秀才，你怎么就知道人家考不上呢？儿啊，咱们李家不缺钱，缺的就是个功名。只要是对你好的，爹就愿意去做。陈小妮是不好，可他有个好三哥，要是哪天他三哥确实不是那块料，你是修是怎么着，爹都不管你。可眼下你还是要给爹好好过日子，听到没？李庆年觉得他爹这是魔怔了，他不考个功名，他爹是不会放过他的。可是爹，你看看他那样，胖得跟个肥猪一样，你再看看他在陈家村做的那些事儿，他哪里配得上我？我不管你怎么处理，但我不许听到他在陈家人那里说我们李家一个不字。早饭是婆婆分的，每个人都是固定的，除了李庆年读书有鸡蛋吃，其他人都是干粮和汤。不都说李家有钱呢吗？怎么吃的和我们陈家也差不多。吃过早饭，收拾好灶台，陈小妮回屋子，又把李庆年换下的衣裳拿去洗了。李庆年的心里琢磨着他爹的话，3天陈小妮还要回门呢。这要是把这事儿和他爹说了，他爹指不定怎么想呢。还有他那个三哥。夜里，李庆年果然没有再冷落陈小妮儿，2个人也算洞房了。回门的时候，李老太看陈小妮儿眉眼含羞，嘴角的笑藏都藏不住，也放下心来。娘，他想回陈家了，在老李家他大气都不敢出。这是咋的啦？小妮呀，在李家受委屈了。陈小妮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来之前，她婆婆特意嘱咐她，要是她什么都和娘家说，让她的儿子庆年受了委屈，等陈小妮回来就扒了她的皮。没有娘，俺在婆家都挺好的。李老太看着陈小妮的脸，怎么都觉得闺女瘦了呢。老二家的杵着干啥呀？没看到你妹子回来了，给你妹子煮碗蛋糕，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还有庆年也做吧，一会儿让你二嫂啊也给你煮一碗。
李庆年答应了一声，在一旁坐了下来。吃就知道吃，回娘家没见哪几样东西，吃倒是来劲。王鸭蛋不满的小声嘀咕了一句：调平，去鸡窝里把鸡蛋捡出来，不然哪来的鸡蛋蒸鸡蛋糕啊？陈乔平连忙跑去鸡窝找鸡蛋。屋子里的李老太一听这话，差点没气得当场发作。这个王鸭蛋初看是个好的，怎么没几天就现了原形？娘，俺二哥呢？你二哥呀，这不是忙着帮村里人换粮食呢吗？啥？还真换了？这事靠谱不？你二哥这次事儿办得不错，村里人都夸你二哥呢。你二哥这2天正统计各家各户要换多少粮食呢，等都统计好了，那商人就把陈粮都拉来，当着大家伙的面直接换好。谢勇家里可没有多的粮食换，不过听村里人这么说也上了心，回养鸡场就把这事儿和张大平说了。啥？还有这好事儿？这俺家肯定得换呢。真要是到了饥荒年，什么陈粮、树根子、草叶子都得吃。他婶子要不要也告诉巧巧一声？他们家吃饭的也多，要是换也就一并换了。怎么说也是他亲儿，说不是吗？俺这就去说一声。陈乔乔这几天都没闲着，一方面观察小鸡小鸭的生长情况，一方面留心天气，还真没有注意陈老二的事情。大婶儿，这事儿我觉得不太靠谱，这事儿我还是多看看吧。张大平听陈乔乔这么一说，也有点犹豫了。通川城迎客楼的单间里，关老爷，附近几个村的人都乐意换粮，这2天也都统计的差不多了。您看什么时候有空把陈粮拉过去就可以换了，到时候您当场验收，我们那些粮食啊绝对没有问题。张三儿，这次的事儿你办得不错，我这里有200两银子，你先拿去用。等事儿成了，自然还有更大的好。哎呦，谢谢关老爷，您可真是敞亮人，给您办事儿啊，小的100、1000个乐意。行了，老爷不差钱，别拍马屁了啊，把事儿办好了再说，安排下去吧。明儿我的粮队就到了，你们把所有的粮食都准备好，我们的人到时候到各个村里去拉粮。关老爷果然是办大事的人，俺张三儿能给关老爷跑腿，可真可谓是3世有幸呢。小的就不打扰关老爷了，我现在就让手下的人通知下去。张三前脚踩走，关老爷立马换了一张嘴脸。江师爷，刚才小的得罪了，让您老站这么久。哎，您快坐，快坐。那一身粗布衣服的老者看了他一眼，都是给主子办事儿的，没有这么多礼数，只要事儿办成了，老朽站一站又算得了什么？是，您放心，明儿啊咱们就能把粮食运走，到时候就看您老的手段了。谁能想到今年是这么个年头呢？若不早做打算，空生变故啊！吃过晌午饭，陈小妮儿和李庆年在陈家老两口的目送中回了李家村。刚才吃饭的时候看小妮狼吞虎咽的，肯定是这2天没吃好。这李家也不是什么破落户啊，怎么还不让媳妇儿吃饱饭呢？娘，这年头给人家当媳妇不就这样吗？俺也没吃饱过呀。我呸！你是个什么破落东西，也敢跟俺闺女比？给你口饭吃就不错了，还想吃饱？做你的春秋大梦吧！谁的姑娘不是姑娘？咋的？就你闺女是公主不成？凭啥她就得吃饱？她给人做媳妇就得供着？俺们就是那大山沟里捡来的，就活该被饿死。再说晚上饭你就别吃了，竟然敢跟老娘顶嘴！俺看你是3天不打就浑身刺挠。王鸭蛋刚想回嘴，就瞥到刚进门的陈老二。娘，俺那是为了自己吗？俺是心疼老二。老二在外面为着收粮食的事，是一天也不得闲，晒得又黑又瘦的。他腿脚本身就不利索，天天这么跑，那腿都肿了。凭啥小妹回来就有鸡蛋糕有杀鸡的？俺心疼老二，想给老二留点肉，咋的了？李老太也看到了陈老二。俺啥时候说不给老二吃了？你个贱婆娘，别在这挑拨离间啊！俺今天就打死你这个臭不要脸的骚货！硬生生的挨了李老太一擀面杖。娘，你这是干啥？这您给俺娶的媳妇咋还说打就打？鸭蛋哪做的不对，您骂2句得了，咋还上手啊？陈老二刚才听王鸭蛋那话，心里是暖和的不行。况且他娘啥人，他能不晓得吗？从小到大，有啥不是可着陈小妮儿吃？鸭蛋，别跟娘犟嘴了，回屋去，俺吃啥都成。那咋成？老二，你这身子才刚好，你等着啊，俺给你留了肉，这就给你拿。李老太心里这个气呀，没想到跑了个曹贵芬，还来了个肠子会拧劲的。吃，噎死你们！李老太说不过王鸭蛋，气得掉头回屋子里头去了。陈乔平和乔虎也想吃那碗肉，刚才他俩上桌了，也没捞着多少。看什么看？刚才桌子上你们可都没少吃。你们爹在外面累1天了，都赶紧出去玩去。2个孩子对视一眼，都不敢再往这边看了。鸭蛋呐，俺陈老二能娶了你，真是积德了。来，
坐下，你也吃。俺不吃，你吃俺看着就高兴，赶紧吃吧，一会儿凉了。王鸭蛋这懂事的模样，更是让陈老二心里一阵舒服。夜里，陈乔乔把换粮食的事儿和陈乔生和陈乔良说了。陈乔生的建议也是不换，一个是他们不缺，另外一个是他们二叔的人品，他们是真看不过去。这个事儿就算没有猫腻，他们也不想参与。快晌午的时候，附近的10几个村子村口都不约而同的聚满了人，每家每户都能拿出来的粮食都拿了出来，堆的是满满当当，把路都给堵住了。老二啊，这大商人咋还没来呢？这都快晌午了。人大商人可不是就跟咱们一个村子换，附近的10里8村的都一起换呢。要么让大家先回去，留几个人在这里看着。这么着也成，要不然总在这等着也不是个事儿。陈正安只派了几个小伙子在这守着，其他人都回家里去了。吃了晚上饭，天都擦黑了，那车队才缓缓地出现在了村口。你们咋才来嘛？俺们都等了整整1日了。急什么急？这么多粮食呢，我们不着急啊！切，这等好事你们还心急啊？后面还有7、8辆车，每辆车上有2个壮汉，一个赶车，一个看着粮食。哎呦，都别起火，天气太热了。这位小哥也别着急啊，俺们这等了1天了也是。早知道你们晚上过来，俺们也不能那么早啊。今儿这事成了，他可是有100两银子拿呢。别说2句好话，让他叫爷爷都成啊。行了，都少说2句。既然粮食拉过来了，咱们就验粮抓紧换。天色也不早了，几位小哥肯定也急着往回赶。陈正安别的想法没有，他就想着这是个便宜事儿，越早办成，心里也就踏实了。成啊，麻烦各位老乡帮着把俺们的粮食都卸下来再验查。俺们呐赶了老远的路了，累得不成样子。老少爷们都搭把手，帮着把粮食给卸下来，然后再去给几位小哥端碗水来。陈正安吩咐着众人帮忙把车上的粮食往下卸，那沉甸甸的袋子一上肩就知道是粮食。卸了车，村里人也累得不行。那小伙计歇够了，冲着自己人使了个眼色。那几个人看似随意的扯出来几袋子粮食。乡们，先前实在是太累了，言语上有些冒犯，你们见谅啊。来的时候俺们大人说了，这拉来的粮食啊，只多不少，那多的也分给大家伙了。这眼看着年头不好，俺们老爷心善，就当为自己积德了。小兄弟啊，你们老爷是好人呐，俺们农民一年到头就指望这点粮食。大爷您说的是，这天色也不早了，俺们呢也着急回去复命呢。陈老二兄弟，俺们也信得过，村里的粮食俺们就不查验了。咱们做事啊，就是凭一股子良心。俺们带来的粮食，咱们开几袋，也给老乡们看看。一边说，也不等村里人说话，几个人都把手里的粮食袋子打开，把粮食捧出来给大家伙看。都往深了挖，把袋子里面的粮食挖出来，别让老乡啊以为咱们就面上一层呢。几个大汉都把袋子里的粮食往上翻，村里人看得仔细，有的人还上手去捏去看。那粮食别说，确实是不错，只要不仔细看，都看不出来是陈粮。俺们着急回去复命呢，还得烦请各位老乡帮着装个车。没问题，大家伙都过来，人家关老爷敞亮，咱们也不是那小心眼的，帮着把车装了，回去再慢慢对自家的粮食1袋换3袋，都别傻愣着了。没一会儿，大家就把粮食给装上了马车。那小伙计对着陈正安等人是千恩万谢，才驾着马车往镇子的方向去了。老二啊，这次你可是咱们村里的大功臣，这些粮食可是能救命的呢。陈老二啥时候有过这种待遇？村里人不少都用感激的目光看着他。村长，俺老二也是咱们陈家村的人，不是？有这样的好事情，肯定想着咱们村里头啊。您别跟俺客气，只要是为着咱村里好的事儿，俺老二可不含糊。就是啊，小事可以犯浑，这大事啊，咱们陈家村人可都不犯糊涂。众人也算放下心来，都把自家的粮食往回扛。陈乔良他们家和谢勇家里是全村唯一没换粮食的。哼，他们亲二叔都信不过，看他们后不后悔。俺儿子这事儿干得好，村里哪有不夸俺们老二的？你少说2句吧，这事儿啊换不换都看个人，管好自己个儿就成了。李老太懒得搭理他，他今儿心情好，走哪儿不夸他养了2个好儿子。这不对劲儿啊！老头子，你说老二这帮着人家用粮食换粮，也没看那大老爷多给咱们家粮食呀。那老二这么多天，这事儿忙活啥呢？那谁知道了？不管咋说，咱们家这不也换到粮食了吗？
1担换3担呢，这还不是好处？俺可不信没旁的好处，等明儿问问老二，俺就不信了还。第二天一早，陈乔乔在张大平家里看到了那堆着的10几袋粮食，秀眉微皱。乔乔啊，你别说，你二叔这次呀，可能还真是给村里人帮大忙了。早上俺就是用这粮食做的干粮，真不错，跟家里原来的粮食差不多嘞。平婶，那些粮真一点问题也没有。你们是挨代查看的吗？那倒是也没挨代查看，不过也差不多嘞。人家那小伙子可实在了呢，扯开10来袋给俺们看，连里面都翻出来给大家伙看。后头呀，二蛋他爹也自己打开了几袋看，都没啥问题呢。陈乔乔还是觉得这便宜占的有点玄乎，只要粮食没问题就成，大家伙有吃的总归是好事儿。直到晌午的时候，一声嘶哑的怒吼传遍了村里。陈老二那个挨千刀的，你快出来！只见一身补丁衣裳的刘老太手里拿着菜刀，鞋子都顾不上穿，骂骂咧咧就往老陈家的方向跑。老陈家家里一个人也没有，都上地里去了。哎呀，大家伙快出来吧，上当了，那粮食都捂坏了，都长毛了。陈老二这个王八蛋可坑死人了呀！旁人一听这还了得，赶紧回家查看自己家的粮食。前2袋子还是好的，可后头的粮食只上面一层是好的，下面也是粮食，可那粮食都生了没了。哎呀，狗娃子，快去地里找你爹，出事了！村正呢？赶紧找村正报官，出事儿了！一时之间，周围的村子都在上演这一幕，所有人都疯了一样的找牵头人，找村正。二蛋爹，你昨不是挨代看了的吗？咋回事啊？这俺就是看的粮食啊，俺也不知道这粮食这……哎，那小伙子看着不像这样的人呐，这咋？陈老二呢？赶紧把陈老二那个杂碎找出来！这个缺了8辈子德的东西，这不是要了咱们的命吗？陈正安得了信是差点没过去，他回家查看完，赶忙和几个族老去县里，当务之急是把这件事报官，把那批粮食给追回来。陈老汉和李老太回到家里都傻了。陈老汉呀，你养的好儿子可坑死俺们了！你们这家人不得好死呀，连自己村里人都坑，给俺们滚出陈家村！陈老二呢？赶紧交出来！你们一家没有好东西！陈老汉老实了一辈子，什么时候被人这么骂过呀？一张老脸憋得通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都给俺滚！陈老二俺不知道在哪儿，你们再在这儿撒野，别怪俺拿刀砍死你们！大家伙都别闹了，村正已经去报官了，这么吵吵有啥用啊？这都一辈子的老邻居了，这是干啥呢？你说，大叔啊，咋冷静啊？俺们全家的粮食都被他们儿子骗了，俺们可咋活呀？不少人都坐在地上哀嚎不止。陈乔梅躲在角落里抹眼泪，她没成想他爹竟然惹了这么大的事儿。听说老陈家门口现在都让人家给围了，不少人闹着要是见不到陈老二，就把老陈家房子给点着了。陈老二一大早就来到了镇子里那间小酒馆等李愣子。我的亲哥哥呀，你要再不来，弟弟就要找你去了。瞧你这没出息的样子，你哥我是那差事儿的人吗？哥哥你说啥呢？还不是弟弟没出息，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李愣子哼了一声，从怀里掏出1包银子，朝陈老二扔了过去。打开袋子一数，李哥，不是说好的100两吗？这咋才30两？俺大哥说了，各村收的粮啊，也没看里面掺没掺东西，人家朱老爷不得回去查验查验吗？要真是没问题，那银子肯定少不了咱们的。别的村俺不知道，俺们村可是干净的很，俺挨家挨户收的，肯定没有掺东西。没有最好，你等着吧，过不了几天，剩下的钱给了俺大哥，俺肯定头一份想着兄弟你。陈老二摸摸怀里的银子，面上强装淡定。县老爷今天被各个村告状的状纸给压的是火气蹭蹭往上冒，附近10来个村的村正都围到了县衙去要说法。陈老叔公一大把年纪，气的是卧床不起，听说都到镇子里请大夫了，恐怕是熬不过去了。陈老二还没找到，让人去镇子里找。这个该死的陈老二竟然帮着外人骗自己村里的人，他这是不想在陈家村待了。正安呐，县老爷咋说呀？这贼人能不能抓住啊？是啊，村长，俺们可活不了了。俺们家粮食都被骗走了，那1、2袋粮食顶啥用啊？县老爷一定要给咱们做主呀，不然这日子没法过了。陈正安一个头2个大，他自家也损失了大半的粮食呢。大家伙先别着急，县老爷已经派人去追那伙贼人了。上当的不止咱们一个村子，10多个村子呢，这可是大案，县老爷不会不管的。
村里人一听没消息，又哭嚎了起来，有的人都哭得晕死过去。陈老二呢？还没找到吗？走，去老陈家，他们家没有人，还没有东西吗？春生，赶紧拦着点儿，可别让大家伙闹事啊！爹，您就别管他们了，赶紧回家歇歇吧。再这样下去，您就坚持不住了。谁知道陈老二有没有藏起来？赶紧把门打开！门板被拍得啪啪响。王鸭蛋吓得不轻，赶紧去找李老太。娘，这可咋整啊？村里人都找上门来了。去给他们打开，把门打开，让他们看看那个活畜生到底在不在家。门一打开，外面涌进了20多号人，叫嚣着各个屋子找陈老二，人没找到，东西被翻得到处都是。你们是活土匪啊！赶紧把东西放下！竟然有人趁乱去抓他们家的鸡。一个脏烂货，少碰俺！男人把村里人害惨了，俺们拿只鸡补偿怎么着？把你们家鸡抓走了都赔不上，你知不知道啊？王鸭蛋被推搡到了一边，手都摔破了皮。娘啊，他们明抢啊！他们抢咱们家的鸡！陈老汉躺在炕上不省人事。抢，让他们抢，不用管他们。李老太话还没说完，一头栽了下去。哎呀，娘，您这是咋的了？草皮小虎，赶紧过来！这一家子真是天塌了呀！俺这啥命啊！娘，找大哥吧，找乔梁哥他们帮忙，他们肯定有办法。这个时候，陈乔梁就像他们的救命稻草。小虎，你发什么呆呢？赶紧去找人呢！陈巧虎愣了半晌，才穿鞋往外跑。陈老二喝了不少酒，天都黑了才往家里赶。这不是春生吗？在这干啥呢？这是！大家伙快出来，陈老二回来了！陈村正扯着陈老二的衣服领子就往村里拽。春生，你这是干啥？快松手！松手！陈春生力气大，一边拖拽一边喊人：“你个陈老二，你还敢回来？你死哪儿去了？陈家村怎么出了你这么个祸害？快赔俺们的粮食！”众人一路追着陈春生，时不时的给陈老二两脚。族老们和陈正安正在祠堂里等着呢。爹，各位大爷叔伯，陈老二带回来了。陈春生像扔死狗一样把陈老二甩到地上，陈老二疼得直哼哼。说那些粮食到哪儿去了？大爷，您这是说啥呢？粮食不都分给你们了吗？你放屁！那些都是发了霉的、狗都不吃的粮食。快说，俺们的粮食到底被你们给弄哪儿去了？要这还不说，的另外一条腿也别想要了。啥？粮食发霉了？不可能啊！当时都打开看，怎么会呢？那粮食在哪儿？在哪儿？早就有人把那发了霉的粮食拿过来，堆到了外面。陈老二打开了几袋子，里面都是发了霉的粮食。不可能！自家也都换了。二大爷、四大爷，不知道啊，真不知道。还不赶紧说，那商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俺也不知道，是李家村的李愣子，他大哥认识的商人，说是有钱人家不吃这陈粮，才要换的。正安，赶紧去找他们族长，去把这个李愣子找到，再晚那商人可就要跑路了。陈正安答应了一声，赶紧让春生去。陈乔乔家里，乔梁哥，你赶紧回去看看吧，爷奶都病了，都起不来炕了，俺爹不知道上哪儿去了，俺们家里的东西都被人抢走了，这咋办啊？陈乔梁二话不说就和陈乔虎往外走。大哥，别忘了让人给三叔带个信，这么大的事儿没有大人不行，三叔可是秀才，这么大的事儿他不管谁管？谢家，谢报国正把村里的消息告诉给3个人听。报明，一会儿去给少主报个信，这伙人专挑这附近的村民下手，拿了粮食又一下子都消失了，连县衙都没有半点线索，那么多粮食怎么可能说没就没了？谢报明答应了一声，转身出了屋子。念念，你最近多进这山里，这事儿没准就是个线索。谢念点了点头，这山里他进进出出好几次了，一点有用的线索都没有，根本看不出来有人活动的轨迹。李家村里，李愣子一回村也和陈老二差不多，被村里人打了个半死，最后审出了李愣子的大哥张三儿。李家村人也着急，当天夜里就集结了几个汉子，押着李愣子去县城里找他大哥张三儿。李叔，这是张三儿家。我小点声，别让人跑了，去2个人堵后门，其他人跟俺过来，翻墙进去把门打开。没一会儿，里面就传来了轻微的开门声。张三家里是一片漆黑，看来是都睡了。叔，你闻着啥味没有？李长海动了动鼻子，也没啥味儿呀。众人推开旁边的一扇门，一股血腥气就扑面而来。就这味儿，恶心死了！叔，死人了！有死人的！都出来去报官！
快！先是数个村子的村民被骗了粮食，接着又出了人命案。下面人查的怎么样了？那伙贼人可有消息？大人，按理说这么多人还有粮食运出去，肯定要费功夫的。可是您看，一点风声也没有，就连守城的官员都没有看到有人运这么大批的粮食出去。这中间肯定是有猫腻。让下面的人赶紧查，这么大的事不可能一丝线索也没有。迎客楼里，掌柜的和小二站成了一排。大人，我们真的不知道啊！这迎客楼在这开了快20年了，每天来吃饭的人那么多，我们哪知道谁是坏人呢？就没有人能说出那商人的长相。几个小二面面相觑，最后也只得了个有些微胖中年富商的模糊影子。顾玄之觉得这事儿不是偶然发生的，一般商人想不出这么阴损的法子。小九，找人查一查，最近通川县附近有没有仓库出租或者出卖的情况。陈家村里，陈桥梁帮陈老汉2个找了大夫，又打发了人给陈老三送了信，陈老二还关在祠堂里等候发落。陈乔乔听说陈正安也病了，带了1条肉和30个鸡蛋前去探望。乔乔，想想办法，叔知道你是个有本事的，东西拿回去，叔不用。陈正安是个好村正，为着村里人操了不少的心，如今竟然病成这个样子。正安叔，您可要快点好起来，您就是陈家村的主心骨，没有您的带领，村里人就像无头苍蝇一样，这样下去怎么行？田里的粮食还在呢，我那养鸡场也还在呢，再怎么着也不会让村里人饿死。正安说，粮食没了可以再种，这身子垮了就什么也做不了了。你听乔乔说的多好呀，你要是倒下了，你叫咱们这一大家子可怎么活呀？他们家粮食也被换了，如今剩下的也不多了。俺也不想啊，可俺这心里，哎呀，这帮该死的东西，他们怎么连老百姓的活命的粮食都骗呢？正安说，当务之急是让大家振作起来。您可说了，我是咱们村的摇钱树，您看我那养鸡场，说盖不就盖了，只要您好好的，我保证村里不会有人饿死的。乔乔，你说的是真的吗？就算是这地里的收成，这眼瞅着也是指望不上了。正安叔您放心吧，就算这地里不成了，我也有办法让咱们陈家村里的大家不被饿死。陈正安的心里燃起了希望。孩子，俺替陈家村谢谢你了，你要是真有本事让俺们陈家村的人都好好的，俺这条命给你都行啊。婶子，快把我叔扶起来，这不是折我的寿吗？乔乔，以后你说啥叔都行，咱们不按年纪按本事，你有本事咱们就都听你的。先让大家伙把那些发霉的粮食和好粮食分开，统计一下多少粮食能吃的，那些发霉的粮食也别扔。我之前看过了，有些粮食发霉没有很严重，晾晒过后喂猪喂鸡鸭肯定成。再有就是让大家伙赶紧振作起来，把地里的活都干好，这抓贼的事儿有官府呢，让大家伙都把心放在肚子里，哪怕真遇上了蝗灾，陈家村保证不会饿死一个人。你也别和大家伙说这是我保证的，就说是县里大老爷保证的。乔乔啊，这明明是你干的好事，咋还说是大老爷呢？那青天大老爷什么时候管过咱们陈家村的事儿啊？叔，我年纪小，说出去谁能信？您说大老爷，村里人就安心啦，后续才能配合你好好种地，不至于六神无主。乔乔，你说你要是男孩，咱们陈家村是不是就能出个状元郎了呀？乔乔也在呢。正安说，老叔公他好像不大好了。你说啥？老叔公？陈正安顾不得生病的身体，赶紧往老叔公家去。老叔公是这村里年纪最大的老人了，平常为人和善，从来不与人争什么，谁家有事儿，老叔公都跟着操心。乔乔呀，这好人咋你说没就要没了，那坏人都还在呢。乔婶子，咱们赶紧去看看吧，也许要不是真严重了，李铁牛不会着急忙慌的跑过来喊人。院子里已经有不少人了。陈乔乔一进院子就看到了陈乔梁。大哥你也在这儿？老村医给咱们爷奶看完就被叫过来了，老叔公好像不大好了。屋子里，陈正安跪到陈老叔公的面前，老叔公抓着陈正安的手，眼里有焦急有担忧。哎呦，老叔公，您老可不能丢下俺们，丢下村子呀！屋子里不少人都忍不住捂着嘴，眼泪就那么往下流。这俺呐，不要怪老二，那孩子不是故意的，都是姓陈的，那孩子也不会坑自己人。陈老二早就被陈春生从祠堂里拽了出来，老叔公那有气无力的声音传到了他的耳朵里，他忍不住大声哭了起来。老叔公，俺们不怪他，不怪老二，村子里的粮食都解决了，县老爷说给村里人解决粮食问题，你安心吧，就算这年头不行了，大旱了，咱们陈家村也能渡过难关。
你放心，俺给您发誓，咱们陈家村老少爷们儿都能挺过去。陈老叔公浑浊的双眼明显亮了不少。你可不能骗俺呢，俺下去了可要找你爹的。老叔公，俺对天对地对俺爹起誓，咱们村里不但有粮食，还有那么大的养鸡场呢，咋会饿死人呢？咱们还有老爷山呢，那山上啥好东西没有啊？去年他们还挖出人参来了，咱们只要勤快，肯定能渡过难关的。好啊，好，等俺长大了，俺们陈家村的人不孬。好啊。那握着陈正安的手也越来越无力地往下垂。有人把老叔公没了的消息传到了外面，所有人都放声大哭。陈老二跪在地上，头都磕破流了血，还是不停地磕着头。这二哥，真不知道他们是骗子，这是他们给的钱，俺一分不留，都上交给村里，让俺干啥都行，俺愿意赎罪。大家伙损失多少都记账，俺陈老二发誓肯定还。俺错了，对不起大家伙，俺陈老二再也不敢了。陈正安想说两句重话，眼前浮现了老叔公那张慈祥的脸。老二啊，浪子回头金不换，你要是真能改正，村里人给你这个机会，可你要是再犯浑，这陈家村可就真容不下你了。俺真的知道错了，村里的老少爷们，俺陈老二不是人。这一次俺真的知道错了，俺下半辈子一定把欠大家伙的都还上，俺还不完就让俺儿子孙子继续还。大多数人都有点不敢相信陈老二这话了。我二叔要是肯改，我也帮着我二叔还钱。大哥，陈正安和陈乔乔几乎同时喊出了口。陈老二欠的可是这全村人的粮食。乔良，不用你还，二叔以前对不起你们一家，做了太多伤天害理的事儿，这债二叔一个人扛。你们养着乔梅，已经对得起我这个二叔了，这债二叔一个人扛得起。陈老二的拒绝倒是让陈乔乔高看了一眼。先别说这个了，老叔公的丧事要紧，大家都好好送送老叔公。顾玄之赶到陈家村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了。谢勇和谢念向顾玄之汇报着知道的情况，他最近几次往深山里去，竟然发现有很多陷阱。看来我们的方向是没有错的。谢念，记住了，千万不要打草惊蛇。另外，我怀疑这次粮食的事也是那些人搞的鬼。今年的年头注定收成不好，他们要是真躲在深山里，而且山里水气重，粮食也容易发霉。他们这次看似做得干净，实则也是狗急跳墙。顾玄之双眼望向老爷山的方向。下晌，陈乔乔从老叔公家里回来，就听翠花说顾玄之来了。村里的事儿怎么样了？大家都在忙着处理老叔公的后事，粮食的事也没有什么办法。你那里有什么线索吗？线索不多，那伙人出现的非常隐蔽，住的地方是临时租的一个宅子，很少有人见过他们。和他们接触的就是一个叫做张三的混混头子。你张三已经被灭口了。最蹊跷的是，他们运送那么多粮食，竟然没有守城官注意到。我怀疑粮食根本没有运出去，可是让小九查了通川所有的仓库和能放粮食的地方，都没有什么消息。如果我是那个商人，我肯定会事先踩点，把所有的事项都安排妥当。那么这几个村子一定有其他村子没有的好处，总不能这些村子都有人得罪过他。顾玄之的脑子里好像有什么东西闪过，他想抓住那个思路，却没有抓住。如果粮食没运出去，仓库里也没有，那他们是把粮食藏到了哪里呢？总不能是藏到山上了吧？陈乔乔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在说真相。思路很对，你还想到了什么？说说看。他们会不会在山里提前挖了山洞，然后收了粮食，绕了一圈，把粮食都运到了山洞里？那他们的马车哪去了？这山附近也没有车辙的痕迹啊。对，马车呢？马车都是租的车马行的，用的信息都是一个姓朱的商人的信息。那个商人确有其人，可人远在千里之外呢。那如果没出通川，这么多马车和马是怎么处理的？也没有线索吗？顾玄之摇了摇头。那些人特意选到天黑的时候，肯定也是为了不想引起人注意。那么只要派人顺着这几个村子出村的路往周围扩散的找，总应该找到一些线索才是。村里的事儿，如果有需要帮忙的，你不要客气。顾玄之一说这话，陈乔乔就知道他这是要走了。如果有什么线索告诉我一声。你也要保重自己，要是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儿，就去找谢念。您这么忙就不用为我操心了，我自己会小心的。陈老三听到村里的信儿，整个人差点没摔过去。他岳父一家的粮食都被骗走了。三月，你别吓我呀！你这是怎么了？王秀云推了好几把，陈老三才反应过来。啊，秀云啊，没事。不是，
有事。是不是最近读书太累了？这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啊？你这副样子怎么看都不像没事儿啊！秀云，村里老叔公过世了，我要回村子里一趟。这一次你和孩子们就别回去了。王秀云想说直接把粮食拉回来的事情，可陈老三根本不给他机会。老汉两口子醒来，就听王鸭蛋说了村里人把家里都给抢了的事情。你是死人呐！你不会去找村长，不会去报官吗？娘，您说的这什么话？村里那么多男人，俺一个女人哪能拦得住啊？再说这事儿还不是老二先坑了人家，俺要是报官，那当官的来了是先抓村里人还是抓老二还说不准呢。李老太被王鸭蛋对的是哑口无言。娘，已经没米下锅了，你那要是有就拿一些，俺去镇子里换些粮食回来。李老太差点没有气晕过去，可是没办法，她和陈老汉也都肚子里没食了，只能从柜子里摸出几百文钱给王鸭蛋，省着点儿用，要不然呐，就一家都饿死算了。陈老三才到村口就被村里人给劫到了老叔公家里。老三呐，你可是秀才呀，这事儿你可不能不管呐。就是，那可是你兄弟犯的事儿，你这个当弟弟的可不能看着，你得赔俺们。没错，陈老三赔钱，必须赔钱。大家伙先别吵了，俺来给老叔公上香。粮食的事，俺也被俺二哥坑了，俺岳父家的粮食都被俺给换了，现在俺还不知道怎么交代呢。上了香，陈老三赶忙回老宅去看陈老汉和他娘。爹娘，老二那个王八蛋去哪儿了？娘的三儿啊，爹娘可被你二哥坑死了。娘的儿啊，家里全完了，啥都没了，都被抢走了呀，没法活了。陈老三一看李老太这样，也是心酸的不行。好好的一个家，现在院子里被掏的是乱七八糟，地上什么都有，厨房里也被翻得乱七八糟，米缸里是一粒米都没有。爹娘，二嫂去哪儿了？他不会也跑了吧？王老太把王鸭蛋去买粮食的事情说了。儿啊，你说咱们家可咋办呢？也不知道村里人怎么处置咱们家呢。爹娘，您二老和我去镇子里吧，我陈老三怎么也能给你二老养老送终的，您和爹就别在这待着了。俺哪儿也不去，死也要死在陈家村儿。老三呐，你不用管俺们。爹，家里都这个样子了，我怎么放心呢？陈老二那个混蛋，就让他自生自灭吧。老三呐，别说了，俺肯定不会去的。你娘要是愿意去，俺不拦着。儿啊，你爹不走，俺也不走，你也不要管你二哥了。陈老三才不会管陈老二呢，他现在还是个秀才，这事儿搞不好都得拖累他的功名。爹，您之前不是说要分家的事吗？二哥这事，爹，我不是落井下石，我这有个功名，还能给家里减轻点负担。这要是……陈老汉苦笑着点了点头。分了吧，家里现在也没啥了，省得老二拖累你。都分了吧。李老太没有责怪陈老三，他最近越发喘不上气来了。他现在乱糟糟的，什么事儿都不想过问。之前的分家文书，陈老三都写好了，如今也不用找什么见证人了。陈老汉直接做主，他和李老太二人都在文书上按了手印儿。王鸭蛋回来的时候，陈老三给王鸭蛋说了几句软话，让王鸭蛋好好照看陈老汉两个老人，将来他一定好好报答他这个二嫂。王鸭蛋才不信陈老三的鬼话，这个三叔平常也不见回来，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他也不过问自己的二哥和二哥家的两个孩子。5月的天还没有热到极致，鸡叫3声唤醒了沉睡的大山和村里的人。陈老二和老叔公的儿子在灵棚前守了一整夜。陈乔乔兄妹4人穿戴好，和张大平、谢勇一家人一起来到了老叔公家里。大家伙进去看一眼老叔公，这是最后一面了。陈正安忍着哽咽，主持着老叔公的身后事。有的人心里悲痛，面上却还能保持平静。可好多妇人在看到老叔公的面容时，还是忍不住哽咽起来。不要哭，眼泪落下不吉利，大家伙都忍住。当所有人都看了一眼后，几个后生合力盖上了棺材。不少人随着那吱呀的盖子声和随后的敲打钉子的封棺声，忍不住跪地痛哭起来。老叔公的大儿子用力地把丧盆摔得稀碎，孝子贤孙在前方引路，几个后生在后面抬着棺材。陈乔乔默默发誓，一定不因为这次粮食的事情让村里再死一个人。咱们村里大
打算再打2口申请，每家出一个劳动力，老弱病残的就不用了。明儿个去俺那边报名。众人在底下是一阵窃窃私语，大多数人都表示支持，不过也有几户人家觉得没有这个必要，不乐意去的也成，这井水到时候你们家别用就是了。陈乔乔安排好养鸡场的事情，和陈乔良去了镇子上，碰到白糖买，油盐酱醋更是一样不能少。乔乔，这可以了，这够了。陈乔良看着陈乔乔买东西那个劲儿，真是捏了一把汗呀。大哥，咱们好好补好吗？你看看我这小胳膊小腿的，还有乔生读书多费脑子呀。姚妹和乔梅都没有2两肉。陈乔良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到村里的时候，天都擦黑了。陈乔乔让乔良先走一步，回去跟柱子说，把在养鸡场干活和卖鸡蛋的大伙都招呼到亭子那去。大瓶子呀，心放宽点，会好起来的。宋老太看着一下子老了不少的张大平，心里也跟着难受。周舅奶家里还能好点，李大壮舍不得自己家粮食，就换了一半，没想到因祸得福。宋婶，没事，俺就是心里难受，过几天就好了。这日子可咋过呀？这眼看着就要断粮了。陈乔乔过来的时候，大家正唉声叹气地说着粮食的事。大家伙儿都坐吧，我知道大家伙儿都因为粮食的事儿发愁，能坐在这儿的都是俺陈乔乔认可的，所以我不能看着大家着急上火。乔乔呀，只要这卖鸡蛋的事儿不停，俺们咋地都能撑过去。周舅奶的话说到大家的心坎里，可不就是这么个理吗？放心吧，我今儿是想给大家发点福利。啥是福利？福利呢，就是大家伙儿跟着我干了这么久了，给大家发点礼物。哎呀，这孩子赶紧说吧，瞅瞅大家伙儿都急成啥样了。这第一呢，我买了一些粗粮，等明天的时候大家伙儿都到养鸡场找谢叔领一下，1家10斤。啥？10斤？俺的老天爷呀，白给的！白给他们家10斤粮食，要是省着点吃，10斤粮食够他们家吃2个月的了。东家，真的这才好意思呀！有的想拒绝，可这现在家家都缺粮食呀。这10斤粮食是免费发给跟着我干活的人，你们要是不要，那就是不想在我这干了。众人赶紧摆手，他们不干这干啥去？再有呢，就是我想着这山里的野菜不少喂鸡更合适，大家伙儿没事就去山里多挖些野菜来，1家轮1天，1杯筐的野菜2文钱。这第一个福利是让大家手里都有现有的吃的，不至于为了粮食着急上火。这第二个呢，也是为了让大家有事儿干，不至于天天乱想，还能有点收入。乔乔呀，俺知道你是为了大伙儿好，你这给俺们10斤粮食都不少了，这挖野菜的事儿呀，俺们就不要钱了。就是乔乔，俺们家虎子还有秋香几个都能去挖，给啥钱？不用给。不成，这个一定得给钱，要是你们不干，我去找村里其他人了。最后定了下来，1家1天挖野菜，除了挖还要负责把野菜剁碎了，这样方便喂小鸡小鸭。大平婶子还有舅奶谢叔，你们等会儿啊，还有话跟你们说。没想到陈乔乔拿出了背后的背篓，从里面掏出了4条猪五花肉来。大家伙儿1家1条，回去补补。你这孩子咋还买肉呢？不年不节的，你们兄妹几个吃吧，俺们不用。大家帮我管理养鸡场还有卖鸡蛋辛苦了，这是大家应得的。这个天气大家伙儿要是不拿，我这也放不住呀。周舅奶、宋大娘的你也一道带回去吧。陈乔乔不顾众人反对，把肉直接塞到了几个人手里。李家村里，陈小妮正在河边费力地敲打着衣裳，周围3、3两两的妇人都对她指指点点。陈小妮嫁到李家可以说是一点也不受待见，自打回门回来这么多天了，李青年是从来没有碰过她，时不时的还要打骂她。洗完了衣裳，陈小妮抱着一大盆的衣裳艰难地往李家走。之前这活在陈家的时候都是陈乔乔、陈乔梅他们干的，现在一大家子人的衣裳都得她一个人洗。陈小妮是越想越心酸，眼泪不争气地流了出来。哟，娘，三弟妹洗衣裳哭着回来的，这是咋的了？怎么着啊？让你干点活就甩脸子了？你大嫂说你还撒猫尿了？陈小妮赶紧摆手说不敢，说刚才是风吹的，没哭。弟妹呀，一会儿啊，你再把鸡喂了，俺家驴蛋的闹人的很，弟妹多担待啊。张青青别的本事没有，生孩子是真有一手，进门这几年生了3、4个了，可把刘氏给洗得不行。大妮，赶紧回屋哄俺大孙子去吧。小妮这身板子呀，啥活干不了，她是最小的，她不干谁干呢？还是娘疼孙子。娘，您可真是这10里8村的好婆婆，俺上辈子呀是积了啥德了呀？
看人都走了，他才赶紧放下洗衣的盆，把衣裳都晾到了杆子上。晾晒完衣裳，他就要去喂家里的鸡、鸭和猪。这都干完了，也快要到做晚上饭的时候了。陈家村往王家沟的小道上，陈柱子和一个16、17岁的姑娘正窃窃私语。树子哥，俺家粮食都被骗了，俺爹急得都病了。小琴，你别急，俺回去和俺娘说，肯定不能让你家里断了粮食。王小琴点了点头，她和柱子是有一次在镇里认识的，一来二去2个人就好上了。这次换粮的事情，王家村也有份，他们家粮食都被骗光了。小琴，别难受，等有合适的机会，俺就和俺娘说咱俩的事儿。树子哥，快别说了。晚上回去后，陈柱子就和他娘说了王小琴的事。柱子呀，你这样也挺好。乔乔呀，不是不好，是太好了。他有自知之明，自己儿子可配不上人家。娘，快别说了，人家乔乔还是个小丫头呢，这话说出去对人家名声不好。陈柱子怎么会不喜欢陈乔乔？他不知道多少次偷看陈乔乔，多少次想在陈乔乔面前表现自己。第二天，陈乔乔就从乔梅的嘴里听说了这个事儿。王小琴，以后要是有机会，就帮着打听打听，人品要好才行。翠花姐还说了，听说他们王家村的粮食也都被换走了，不少人家都打算卖闺女了。王小琴怕他爹把她给卖了，柱子哥就着急了，想赶紧把人给娶回来。陈乔乔点了点头，这次粮食的事儿可是把通川镇给坑苦了。顾玄之这半个多月一直游走在北方各省份，在暗处配合皇帝派下来的钦差大人，四处捣毁蝗虫巢穴，督促各级官员劝课农桑，鼓励多养家禽，普及蝗虫食用及药用价值。等他再回到通川县城的时候，已经是6月份了。陈家村的山脚下，乔梅和央妹赶着一群小鸭子在悠闲地吃着草。陈乔乔在树荫下，手里拿着一本书，看的是有滋有味。你们的鸭子太多了，不许来这里放。这又不是你家的地方，凭啥不让我们来？别和他吵了，我们去喊二姐。不许走，是不是要去告状？告诉你们，俺们可不怕你们。为难央妹和乔梅的不是别人，正是刘老太太的2个孙子陈大壮和陈二壮。这河边可是大家的地方，凭啥不让俺们放鸭子？我们去找村长说理去。陈大壮才不让他们走了，一把把央妹推倒在地。你们老陈家都是祸害，凭啥还在陈家村里？趁早滚蛋！就是，还有你爹就是个惹事精，害得整个陈家村都没了粮食，你们怎么不去死呀？住口！你们在胡说什么？谁教你们这么说的？哥，怎么的？俺说的没错，你们赶紧滚出陈家村！陈乔乔也不废话，挽起袖子一步上前，就揪住了陈大壮的耳朵。哎呀，疼！快放手！俺要告诉俺奶。好啊，你看我怕不怕？俺们错了，俺们以后再也不敢了。俺耳朵要掉了，快放了俺呢！我告诉你们，谁也没有权利赶我们走。明天我们还来这里放鸭子，你们要是再敢捣乱，我就打断你们的狗腿。最后2个兄弟互相拉扯着跑远了。陈乔乔赶紧拉着央妹看伤着没有。姐，没事的，等我和谢念姐再学1个月，我绝对能打得他们屁滚尿流。学武功也不能着急啊。说完，看向一旁越发沉默的陈乔梅。自从老叔公去世后，陈老二帮着鞍前马后处理了老叔公的后事，还在老叔公的坟前跪了1宿。第2天回家后，也不和家里人说话，每天起来就去地里干活。陈老二一个人把所有地里的活都干了不说，没事还帮老叔公家里打水，甚至还帮陈乔乔他们家打了几次柴。不过人没有进来，都是放到了大门口。乔梅，二叔可能真的学好了，只要他以后好好做人，说到做到，村里人会原谅他的。小乔姐，俺想回去看看。我们乔梅啊，是个有情有义的好姑娘，想回就回去吧。他以为陈乔乔不会答应，甚至会生气呢。原本这只是一个小插曲，但是晚上的时候，刘老太太竟然带着一对孙子来陈乔乔家里闹腾了起来。还欠刀的老陈家欺负俺2个孙子年纪小，陈乔乔你这个贱蹄子，赶紧给俺滚出来！你凭啥打俺大孙子？俺孙子的耳朵让你揪的都肿了。挺大个年纪了，骂起人来也不怕挨雷劈。你这个死丫头片子，说话就积口德了。你看看俺大孙子这耳朵，你有事冲着俺这半截入土的老太太来，你有钱了你就可以欺负人是不是？奶，就是他无缘无故的就欺负俺二弟，俺上前帮忙他就扯俺的耳朵，还骂您骂的可难听了。大家伙都看到了吧，小孩子可不会撒谎的，赶紧赔医药费，不然俺闹死你们。你们那养鸡场也别想干了，俺都给你们霍霍了。陈大壮，我打你了对不对？
那你这身子可没伤呀，没伤怎么能叫打呢？陈乔乔可不惯着人，随手在地上捡了个棍子，扯过陈大壮，对着他的屁股就是一顿揍。奶，救命啊！疼死俺了，疼死俺了！刘老太太没想到陈乔乔竟然当着她的面还敢出手，疯了一样就要抓陈乔乔的头发，被谢念一把扯住了胳膊。刘大娘，乔乔也才10来岁，这是小孩子之间的事情，我们大人就看着吧。你不说你大孙子挨打了吗？这就打给你看呗。陈乔乔，你不得好死，你出去就让人家给砍死。我怎么死的我不知道，你再比比，你孙子现在我就打死他。陈乔乔打累了，感觉也收拾的差不多了，才松的手。陈大壮，你服不服？不服我今天就揍死你，你看你奶能不能过得来？俺服了，俺再也不敢了。你现在就说说，今天下午为啥揪你耳朵？到底打没打你？是俺看那2个丫头不顺眼，你们不收俺家的小鸡，俺们没有钱买肉。俺奶说你们都是坏种，是祸害，俺才想拿他们出气的。那你说说我到底打没打你？奶，没打，他没打俺骗人的。奶，咱们回家吧，俺要回家，俺屁股疼死了。你这个小王八羔子，竟然敢说谎！一看老娘不揍死你！俺错了，俺再也不敢了，别打俺！这么2个小瘪三你都打不过，让人家笑话。跟着我再去练一会儿。千年姐，我一定好好练。我们走吧。这一天，张大平找到了陈乔乔，犹豫了半天才开口。原来是陈柱子要相看王小晴，想让陈乔乔跟着看看人。大平婶，我还是个孩子呀。乔乔，你能是一般孩子吗？你可别这么说了，婶子也信不着别人，就让你帮着看看出主意。你是俺们少东家，这事儿啊，你得管。陈乔乔苦笑无语，只能是答应了。卢媒婆扭着腰，晃着手里的帕子，领着王小晴爹娘和王小晴在晌午的时候上了门。哎呦，贵客来了，人都在哪儿呢？还不出来迎接迎接？哎呦，卢媒婆呀，我这都出来好几趟了，还是把人给错过了。罪过，这就是王家大兄弟大妹子吧？后面这是小琴吧？这闺女可真水灵，快进屋，快进屋。翠花赶紧端出了3碗糖水，又拿出了准备好的几样小吃。王小晴爹娘的脸色总算好了一些。柱子呢？快出来见见你叔婶子。说，婶子一路都累了吧？中午就在我们家吃顿便饭吧。王老根嗯了一声，算是答应了。王小晴坐在他娘赵三娘的后头，羞涩的不敢出声。柱子呀，领着你小琴妹子出去走走，年轻人在屋里待着干嘛？赵三娘点了点头，王小晴才站了起来。小琴，我带你去外面看看。2个人一前一后的出了门。屋子里，卢媒婆用帕子捂着嘴，笑得欢快，一会儿问问这个，一会儿问问那个，通过她的嘴帮王家问一些他们老陈家的情况。这是乔乔，我们东家养鸡场就是他们家的，别看年纪小，可有本事了。乔乔啊，你替婶子陪陪客人，婶子和翠花去灶房里整点饭菜。张大平一走，屋里的气氛有些尴尬。叔婶这一路累了吧？家里有多少地？小晴还有几个兄弟？陈乔乔为了缓解尴尬，只能绞尽脑汁地找着话题。屋外面，陈柱子带着小晴来到了凉亭里。小琴，关于咱俩的事儿，你爹娘到底是个啥意思呀？你急什么？这才刚看到你人，不得多看看吗？这哪里就知道俺爹娘的意思了？叔子哥，这是你们村里的养鸡场，可真大呀！这得多少鸡呀？这是谁家的呀？刚才屋子里坐着的乔乔妹子看到了吧？这养鸡场的鸡呀，是他们家的，这养鸡场就是他一手指挥建起来的呢。正说着，陈乔良牵着牛从地里干活回来了。乔良，这是小琴，小琴，这是乔良，是乔乔的大哥。这养鸡场啊，就是他们家的。陈乔良一看陈柱子那脸红脖子粗的样子，就知道这姑娘八成是柱子相看的对象。你们先聊着，我回家把牛拴好。他们家竟然还有牛！天啊，柱子哥，他们家也太有钱了吧！是啊，他们家现在日子过得挺好的。柱子哥，你快和俺说说他们家吧。柱子正苦于没有话题呢，就给王小琴介绍起来。从陈乔良他们分了家单独过，然后到大山里找了人参，又说到他怎么送弟弟上学，认识了不少人，又盖了养鸡场，买了地。张大平特意买了肉，又掐了弟弟才长出来的小青菜，切了5个咸鸡蛋，炒了一盘小青菜，拌了一大碗咸菜，怕不够吃，还炖了半盆土豆汤。大家伙都过来一起吃饭吧。哎呦，他大娘这手艺真好，这饭菜看着真不错。这咸鸡蛋就是你们卖的那个咸鸡蛋吧？都听说好吃，这次可是有口福了。
张大平笑笑没有说话，连忙招呼众人落座。王老根早就按耐不住了，一筷子就夹了一大块肥肉，手艺确实不错，好吃。赵三娘也不客气，奔着肉就伸出了筷子，先给自己夹了一筷子，又后知后觉的给不好意思下筷子的王小琴夹了一筷子。这小姑娘斯斯文文的，一看就是好人家的孩子，不知道这孩子定亲了没有啊？我还想这个不着急的。那怎么能不着急呢？先定了亲，不然那好的都被人家选走了。女人呐，嫁人才是根本。听说那外面养鸡场是你们家的，那里面有多少只鸡呀？看着真是气派。都是大家伙帮的忙，借了不少外债呢，也就是点谋生的营生，不值什么的。赵三娘问了几句，也没听到啥有用的，最后也不说话了。吃了饭，又歇息了半晌，王家才带着闺女和卢媒婆一道出了门。娘，小琴姑娘长得倒是不错，就是不知道他们家里什么样。儿啊，这娶妻娶贤，咱们农户人家找媳妇，还得是那会过日子的。娘，小琴平常啥活都能做，地里家里的活都干得好，没问题的。行了，娘知道了，回头再叫人打听打听，要是真没啥问题，就给你定下来。屋里头咋样啊，俏俏？你看着如何这一家？我看着还成，不过成亲是大事，也不急在一时，还是要多看看才是。你看，乔乔也这么说吧，这是一辈子的事呢，咱们可不能着急。娘，你说啥呢？谁着急了？俺不急。张大平对王家人感官也一般，农户人家日子过得都不好，谁家都是一年也见不到几口肉。可这王家实在是一点也不欠然，一盘子肉他们王家几乎都给吃了。不过要是王小琴人品好，又不是和他爹娘过，他也认了。一连过了几日，王家那边也没有消息，柱子每天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气得张大平骂他没出息。又过了2日，张大平也有些焦急，问了卢媒婆好几次，卢媒婆也着急。王家不知道怎么回事，一开始还好好的，结果回去商量了2日，竟然说再看看，不着急了。这个王家也不知道要干什么，当初明明是他们看上的人家儿郎，如今又不知道出什么幺蛾子。这人家嫁女儿嘛，肯定要矜持一点，也要打听打听的。张家婶子不要着急。卢媒婆嘴上这么说，心里早就把王家骂了个遍，一家子不靠谱的东西。结果没成想第2日竟然发生了一件震惊所有人的大事，陈乔良的牛背上竟然驮着一个少女。陈乔良也郁闷的不行，他好好的在自家地里耕种，让王小琴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在他们家地头上崴了脚，哭的是好不可怜。陈乔良没办法，只能把人驮到牛背上，一路驮到了老村医家里。结果晚上吃完饭，村民们都传开了，都说陈乔良驮着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回了村，约摸着是有好事了。到了养鸡场，陈乔良让谢报国过去和柱子说一声，自己就急急忙忙的回了家。陈乔良就把遇到王小琴的事情说了。套路也太尼玛的熟悉了。大哥，小琴是柱子媳妇儿，要送钱也是柱子去，你去什么呀？赶紧坐下吃饭，既然你都让报国哥跟柱子说了，就不必去了。可是陈乔良总感觉把人家就那么扔那里也不好，柱子是得了信儿，担心的不行，马不停蹄赶到了老村医家里。小琴，听说你崴脚了，严重吗？柱子哥，没事，俺是来找你的，谁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啊？为何如此着急？一个身影冲了进来。哎呦，俺的闺女啊，你怎么一个人就跑出来了？娘都担心死你了，赶紧跟娘回去。大夫呀，俺闺女的脚没事儿吧？还能走不？没什么大碍，走路的时候啊，小心点。一听没什么大事，赵三娘理都不理柱子，拉着人就走了。陈柱子一脸懵，不知道为什么老王家的态度会突然变成这样。6月份了，田地里的小苗由于干旱缺水，长得是黄不拉几的。村里人无奈找到了陈正安，希望陈正安能找个大师来祈福求雨。村中央架起了高高的架子，一个头发花白的老道士坐在高台上，双眼微闭，一动也不动。高台下面跪满了村民，他们双手合十，虔诚的祈祷上苍能可怜可怜他们，降下一点点雨。求雨一直求到太阳落山，那坐了一整日的老道才从高台上被扶了下来。大师辛苦了。不碍事的，要是能求来这一丝甘霖，老道也算是功德一场了。陈正安拿出事先准备好的2两银子，那老道只取了1两，剩下的无论如何都不取了。
秋雨后还是如此，很多村子已经开始限量供水了，每家每户一天就2桶水，不够的也没办法。陈乔良看着自己的田地，他辛辛苦苦种的番薯和黄豆，难道第1年就要颗粒无收吗？陈乔乔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初升的太阳唤醒了陈家村。最近陈乔乔每一日都要往老爷山里去，谢念和谢安国也是一样的，3个人越走越深。乔乔，你要是累了就歇息一会儿。没事，谢念姐，咱们再往山里去一去。谢念和谢安国对视了一眼，他们往深山里的目的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可陈乔乔往这深山里又有什么目的呢？又走了半个多时辰，陈乔乔倒是采了不少的蘑菇。走到一棵3个人都抱不住的大树下，陈乔乔累得不行了，和谢念兄妹打了声招呼，就一屁股坐了下来。陈乔乔之所以上山，就是想看看这山里有没有什么水源，他可不想被活活渴死。不知道坐了多久，陈乔乔歇得差不多了，就要扶着树站起来，刚要朝谢念打招呼，突然脚下一滑，整个人尖叫一声，顺着大树侧面摔了出去。乔乔，你没事吧？你没事吧？兄妹2人过来，却没有看到陈乔乔的影子，顿时是吓出了一身的汗水。陈乔乔被摔得不轻，可他刚要起身，谁知道身下的枯叶下面竟然是个陷阱。谢姐姐，这里，我在这里呀！兄妹俩把陷阱上面的枯叶扒开，露出了一个2米宽的洞。我下去看看，你在上面等着。还好这陷阱里面没放东西，不然我就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了。谢念皱了皱眉，这陷阱的确奇怪，竟然里面什么都没有，难道指望野兽摔死饿死吗？你先别动，我看一下。这个洞看上去挖得很匆忙，一点也不平整。谢念用手在墙上摸索了半天，也没有摸到什么，或许是他想多了，这就是个没做完的陷阱。陈乔乔看着谢念的样子，觉得好玩，也拿手在旁边摸来摸去，没想到这一摸，身后的土竟然塌了一块，又露出一个洞来。谢念连忙把陈乔乔挡在身后。你们怎么还不上来？那个洞不知道通往哪里，从他这里根本看不到尽头。他转了转眼珠，重新用土把洞口给掩盖住，然后若无其事地扶着陈乔乔爬了上去。哥，赶紧把这里恢复原样，什么也不要问，我们回去再说。谢安国的眼睛里闪过一丝金光，连忙找来枯枝和树叶，把之前陈乔乔掉下去的深坑给掩埋了起来。到了村口，乔乔，这件事还希望你别和任何人说，这件事以后再和你解释。放心好了，这事儿就当做没发生过。好奇心害死猫，我一点都不好奇。谢念是信得过陈乔乔的，而且真有什么事，还有顾玄之在呢。晚上一家人吃过了饭。你是说那个陷阱里有个洞，虽然看不到里面有什么，但是能感觉到有风，那个洞应该很深。谢勇分析着谢念刚刚的陈述，这洞极其有可能和我们要找的东西有关，先不要去探查。蘑菇，你马上动身去给主子送个信儿，一切听从主子安排再行动。爹，那陈乔乔不知道？应该不会，陈乔乔和主子关系好，咱们的事他多少也能猜到一些。乔乔姑娘那里先不用管，主子自然有自己的判断。明天如果乔乔姑娘还想上山，你们就和往常一样就好。昨个陈乔良下地回来后，说了一件让大家心情都有些沉重的事情，田里竟然还有蝗虫了，稀稀拉拉的不是很多，但是每片地里都有。村正坐在村口也是唉声叹气的，之前的蝗灾也是这样，一开始稀稀拉拉的，而后的某一天，那铺天盖地的祸害几乎没多大功夫就席卷了全村。第二天，村里人惊讶地发现，幺妹和乔梅竟然把鸭子赶到了地里去。看到了吗？这几个孩子压根就不会过日子，这鸭子竟然都放到地里，这还了得呀！又不是你家的地，管他们呢，等他们没吃的时候有他们哭的。你这人说啥呢？都一个村的，还是提醒一下吧。有嘲笑的，也有担忧的，更多的是心疼。乔乔啊，不是大娘多嘴，俺怎么看到幺妹他们把鸭子赶到田里去了？哎呦，这不是败家吗？这你说说。大娘没事的，小鸭子不吃庄稼，它们吃蝗虫。乔乔啊，那鸭子哪知道什么是苗，什么是虫子呀？可赶紧让他们把鸭子赶出来吧，这得吃多少粮食呀？今年年头本来就不好，可不能糟蹋了呀。村里大多数人这个点都还在田里劳动呢。陈乔乔和二狗娘来到了田里，陈乔乔让二狗娘自己看，小鸭子这1个月可是长了不少呢，晃着小脑袋在田里看到蝗虫就一口一个，吃的是别提多欢快了。哎呦老天爷，大家伙快来看呐，这鸭子神了，专吃蝗虫呢。大娘，您老眼花了吧？真的假的？这鸭子吃蝗虫？不一会儿就凑过来了5、6个人。乔乔，你家这鸭子咋养的呀？这咋还有灵性的？哎呦，这该不会是鸭神吧？大家伙别惊讶，
这不是什么灵性，小鸭子也不是不吃庄稼，不过有更好吃的蝗虫，它们肯定吃蝗虫呀。等它们吃的差不多了，就把它们赶出来，就不用怕吃庄稼了。大家这才恍然大悟，怪不得之前县老爷鼓励大家多养鸡鸭呢。不少人直拍大腿，他们就听了那么一嘴，压根就没养鸭子。哎呦，瞧瞧啊，你家一共多少鸭子？借给大娘点呗，大娘给你放，你看成不成？他手里也就500多只鸭子，现在乔梅和幺妹也有点放不过来了。要是真有人帮着放，那可是好啊。成啊，大娘，那明儿您就帮着放一些吧。二狗娘高兴的不行，其他人一听，纷纷要和陈乔乔借鸭子。陈乔乔可没那么多，只能让大家伙先回家等等。陈正安下地回来，洗了把脸，就赶往陈乔乔他们家。正安叔，正好我们也要吃饭了，一块吃点吧。乔乔啊，不着急吃，你赶紧给叔说说这鸭子的事儿，这可是大事儿啊。正安叔，这鸡鸭本来就是喜欢吃蚯蚓呀，各种虫子什么的。这蝗虫可是吃粮食长大的，你想想它是不是有营养？每天等小鸭子、蝗虫吃的差不多了，就把它们赶出来，这样就不会损失庄稼了。陈正安边听边点头，他来的时候已经让他的小孙子程杰赶着小鸭子去地里做实验去了。乔乔啊，这事要是成了，咱们村的粮食肯定能减少不少损失啊。正安叔，这鸭子呢，一是不会飞，再一个，毕竟吃的有限，把村里的鸡都算上，估计如果真的是有大面积的虫灾来了，也不一定能完全阻止，咱们可不能放松警惕。陈乔乔最近也是冥思苦想，就是不知道古代有没有什么药草能治蝗虫。突然想到以前看过的小说里，如果在野外怕蛇虫鼠蚁，就会撒一些草药研磨的药粉。陈乔乔陷入了沉思，陈正安喊了半天，陈乔乔才回过神来。正安叔，你刚才说啥？乔乔啊，你家鸭子最多，俺想着明儿个开始，能不能把你家里的鸭子也借给大家一些呀？这地里蝗虫咱们能灭多少灭多少。没问题，正安叔，但是咱们丑话说在前头，谁家借了多少鸭子，就得还回来多少，可不能把鸭子丢了伤了。这个你放心，谁家想借鸭子必须得登记，而且俺想着让大家伙都去镇子上看看，要是有鸭子再买一些回来。吃过了饭，陈乔乔让陈乔生陪他去一趟老村医家里。乔乔啊，谁病了？是乔生。村医伯伯，我想请教您点问题，您看您有时间吗？都一个村子住着，咋这么客气呢？来来来，都坐下，慢慢说。老伯，我是想知道，平常咱们要是家里有虫子，或者是像那个打猎的猎人去野外，都用什么草药呀？你家肯定有虫子，那房子都多少年没人住了。陈乔乔点了点头，他现在也不确定行不行，还是不能说实话。俺这有现成的药粉，是用黄芩和柏树叶加了雄黄磨的，你拿点回去试试。说着就转身回屋子里摸了一小包药粉。老村医，您知不知道还有什么草药能杀虫子的呀？不拘什么草药什么虫子，您都给我说说吧，我就是好奇。老村医平常可不研究这个，想了想，他又转身回了屋里。这次老村医去的时间有些长，屋子里还传出翻找东西以及村医媳妇埋怨他把家里东西弄乱的骂声。老村医这次出来，手里多了一本旧的发霉的书。这本书啊，是俺年轻的时候给别人看病，人家送给俺的，虽然没什么用，就一直压箱底了。这本书好像有一些关于虫子和药草的介绍。驱虫有术4个字映入陈乔乔的眼底。伯伯，这本书能不能借我看一下？你要看就拿去吧，放俺这儿也没啥用。二姐，咱们家什么时候有虫子了？我怎么不知道？我是因为最近闹蝗虫的事儿，想研究研究有没有什么草药能熏跑蝗虫。二姐，我也想帮忙，你看能不能让我跟你一起研究啊？我保证不耽误读书。明天咱们2个一起研究，然后把有可能有效果的草药记录下来。我去镇子里买草药，咱们挨个试试。陈乔生激动地点了点头。晚上回去，陈乔生就拿过那本书，迫不及待地开始研究。可是他越看越失望，书里所说的一般都是家里生的虫子，还有蛇虫鼠蚁这类的，而且不少药草还有毒，这一个不慎再把人给药着了，搞出人命可不好。第二天，陈乔乔看着顶着2个黑眼圈的陈乔生，有点心疼。大哥，我先去上学，你等我回来，我们一起去抓蝗虫。乔生，不着急的，我们得先买药草，不然光有虫子有什么用？二姐，那本书上没有什么关于蝗虫的记录。不管是针对什么虫子的药草都得记录下来，我们都试试。如果我们能找到对蝗虫有驱赶效果的草药，你想想能挽救多少庄稼损失？陈乔生本来有些失落，听了陈乔乔的话，心里又燃起了一些希望。陈村正在村子中央摆了个桌子，让家里没鸭子的人家排好队，一家去陈乔乔他们养鸡场领20只鸭子去自家地里。
陈村正把该交代的都交代了，虽然有些人心里有些不满，给他们家放鸭子还要承他们的人情，真是的。那你就别介，能把蝗虫都吃了，俺们可不在意帮人家放鸭子。俺就是随口说说，有啥了不起的？前天他就约了要上山里采草药的老村医一起去山上看看还有没有什么能用得上的草药。陈乔乔几乎见一样药草就要闻闻味道，问问老村医是什么药草，有什么用。老村医也没有不耐烦，挨个的给陈乔乔介绍。晚上，陈乔生一放学就迫不及待的和陈乔良去地里抓了不少的蝗虫，两个人抓了没一会儿就抓了20多只蝗虫，抓得越快，只能说蝗虫越来越多了。夜里，陈正安已经开始组织村民在地头燃火堆了，蝗虫飞到火堆上就会被熏死，然后就地掩埋。乔梅和央妹把所有的药草都分类放好。老村医也被陈乔乔给忽悠来了，他可是承诺老村医帮他干好这件事，就给老村医打20斤酒，再送10个咸鸡蛋的。每种药材被分成2份，陈乔乔把蝗虫都放到了一个笼子里，然后在锅里煮药材，煮好之后把煮药材的水喷到庄稼苗上，然后把庄稼苗放到笼子里看蝗虫的反应。要是没反应，再把这种药材放到火堆上熏一熏，让蝗虫靠近到烟熏的地方看蝗虫的反应。老村医这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也变得郑重了起来。老村医负责给陈乔生介绍每一种药材和蝗虫的反应，陈乔生负责记录。谢勇一家人也点燃了一堆火，然后去抓了一些蝗虫，照着陈乔乔他们的方法在另外一边做试验。这些药材很多都有味道，这些味道随风一飘，整个陈家村都有一种难闻的气味。一晚上下来换了20多种药草，除了2-3种蝗虫有些反应，大多数蝗虫一点事儿都没有。大家伙可别灰心，要是这玩意儿这么好研究，朝廷早就研究出来了。咱们反正也是闲着，真要是研究出来，咱们陈家村的粮食就有救了。二姐，谁说没用的？我帮着记录也学了不少的东西呢，这些我以前可是一点也不会。乔乔，明天再继续。俺老头子在家里也是无聊，跟你们几个孩子一起研究这个更有趣。这2天，张大平不止一次发现卢媒婆在陈乔乔他们家门前转悠，但是因为陈乔乔他们一家人都很忙，所以每次卢媒婆来都没有碰到人。瞧瞧这孩子最近去山里找药草了，具体干啥俺也不知道。你这是要给乔良说亲吧？是哪家的闺女啊？张大平一点也没有怪卢媒婆，人家没相中他儿子也不是人家的错。没在家的话，那我改天再来吧。晚上3家人吃过饭，有默契的凑到了一起。今天大家都熟悉了流程，支起了2口破锅。这个有效，这个有效。其他人也都连忙凑了过来。只见笼子里的蝗虫看到喷了艾草水的庄稼，果然不吃了，躲到一边转悠，也不靠近。乔生，快记录下来，这个草药咱们单独放一处，之后再实验。陈乔生点点头，赶忙把艾草记录到另外一张纸上。大家继续煮药材，我们要多试验几种，要是能有杀死蝗虫的最好了，不然蝗虫跑到别处吃庄稼也是一样的。众人干得更起劲了，可村里人可不乐意了，这味道实在是太难闻了，腥臭腥臭的。哎呀，村长，你说这事儿可得管管，这烟熏火燎的，也不知道有没有毒。就是也不知道是谁家，怎么这么缺德，弄得全村都是味儿。大家都分头找找，看看是谁家的，找到了再来和俺说，俺过去看看。没一会儿，村里人就锁定了陈乔乔他们家，李老太太一定也在其中。村正啊，陈乔乔虽然是俺亲孙女，可在村里干这么缺德的事儿，俺肯定是不答应的。俺这就过去看看。俺这头好晕，恶心呀，怎么这么想吐呢？村正，俺老婆子可能是中毒了。周围有几个上次去陈乔乔他们家闹事的几个妇女也开始了表演，有的说肚子疼，有的说头疼的。行了，不舒服的都回家待着去，俺这就去看看。刘老太一听不舒服不让去，又赶忙站了起来。哎呀，俺还能坚持，俺要去看看那小蹄子又搞啥东西呢？村正啊，你可不能因为那小蹄子搞了个养鸡场，你就处处向着他呀！俺们陈家村可不能让他们家给害惨了。人群里的王鸭蛋心虚地低下了头。陈老二去地里烧木头杀蝗虫去了，别人都是几天轮一次，只有陈老二每天都去。他说是为了赎罪。一家人除了李老太骂骂咧咧的都没有阻止。越靠近陈乔乔家里，这味道是越大。你们家是死人了还是咋的了？烧的这什么玩意儿啊？还让不让人活了？整个村子让你们整得乌烟瘴气的。
小姑娘家家的，不想着在家里天天家倒腾，怎么当初就没给你嫁出去呢？奶，咱们家最老的就是你了，你要是哪天没了，我给你烧1天。你个缺8辈子德的死丫头，你再给俺说一句，别以为你分家了你就翅膀硬了，你在这里放着不知道什么毒气，村子里多少人都熏中毒了，你就等着赔钱吧你。众人谁也没有停下手里的活，李老太看自己说的话人家都当放屁了，更是气得牙痒痒。一会儿看村里人都来找你们算账，看你们还得意个屁。李老太太更嚣张了，一步上前就要把他们的锅给掀了。陈乔梁赶紧抱着李老太的腰，把人抱到一旁。奶，你别捣乱，俺们这是正事，一会儿俺们和村镇说。李老太太使劲抓挠陈乔梁，把陈乔梁的手抓出了好几道血口子。奶，你咋这么狠心呢？你看你把俺大哥的手都抓坏了都。奶，你要是说你熏中毒了，成，老村医在这儿呢，让他给你看，真中毒了俺现在就给你抓药。老村医还能不知道药量？怎么可能中毒？大哥，赶紧回屋里洗洗，一会儿让老村医给你开点药膏，可别得了狂犬病。你这个不孝的东西，你竟然敢这么骂自己的亲奶，你也不怕天打雷劈五雷轰顶啊？你要卖自己的孙女，要挠死自己的孙子都不怕，我怕啥？5雷轰顶有4道雷都得轰你自己身上。谢报国没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陈乔乔，你这样大逆不道，俺要去告你，告你们大房不孝。俺们逢年过节可没少给您和爷送东西，您说我们不孝，您倒是拿出证据啊！李老太一屁股坐到了亭子里，也不嫌弃有味儿了。陈乔乔几人把手里的药材煮好，然后让陈乔生记录了实验结果，就把东西给收拾了起来。哎呦，这肯定是害人的东西！村正啊，这样的人咱们陈家村可不能留，指不定研究出什么东西，到时候全村都得跟着被砍头呢。村里人开始窃窃私语，这味道，难道陈乔乔还真敢熬毒药不成？都消停了吧，俺去看看。正安叔，咱们进来说吧。陈正安还没开口，陈乔乔就把人请到了屋子里面。乔乔啊，你们这到底在烧什么东西呀？正安叔知道你们肯定不是害人的，不过这味道确实有点儿，村里人这意见也挺大的，要不然你给叔说道说道，叔也好跟大家伙说呀。陈乔乔也没有瞒着陈正安，把他们想研究药草熏蝗虫的事情说了，还把陈乔生记录的本子拿给了陈正安。这是大好事啊！这艾草能熏蝗虫，哎呦，这是好事啊！陈正安激动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哎呦，这可是大好事啊！这要是能行，这艾草还不有的是吗？陈乔乔扶额，他一开始没有告诉陈正安，一方面是怕自己研究不出来瞎折腾，再就是怕陈正安像现在这么激动。正安叔，这实验还早着呢，既然想消灭蝗虫，要是能找到毒死蝗虫的药材就再好不过了。对，赶跑了还会回来，要毒死这些害人的东西一定不能留。这样你们还缺啥草药，让村里的孩子们去山上找，光靠你们几个人能找到多少啊？这样吧，正安叔，明天让村里没事的孩子去山里找药草，到时候老村医可以跟着去，找到一种俺给2文钱。这怎么能让你出钱呢？这是村子里的事儿。陈乔乔却不这样认为，他还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成功呢。这味道本来村里人就有意见，不如给他们点甜头，到时候他们都提供药草赚了钱，有味道也得忍着了。大家伙儿，俺跟你们说，瞧瞧呀，他们寻的是山里的药草，还有他们想自己掏腰包在镇子里买药草，为的就是找一种能把蝗虫熏跑毒死的药草。这可是为了咱们程家村的大好事儿，大家伙儿啊，最近都忍忍，过2天就好了。而且老村医也在这儿，这些药草虽然味道难闻，但是毒性很低，没大家想的那么严重。其他人也反应过来，还是回家好好教教孩子，明天争取多赚钱。别说孩子了，大人要是地里活干完了也可以去呀，这要是挖到不认识的，可能还换钱呢。因为有更多的人去挖药草，陈乔乔白天就开始煮药草了。陈乔生白天要读书，记录的事情也要陈乔乔来做。几个人正忙得热火朝天，一个不速之客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捂着鼻子在门口站了半天了。卢婶子，您也看到了，我们这儿挺忙的，也就不和您客套了。您来这儿定然是为了我家大哥的亲事，您就直说是哪家的闺女吧，要是两下合适就相看相看。乔乔啊，这家别说你还真认识，乔梁啊也见过。卢婶子啊，您就别绕弯子了，咱们有话痛快说吧。是王家村的王小琴，那孩子你可不是见过，
模样长得十里八村，也是拿得出手的，也难怪你大哥喜欢。王小琴，柱子哥前2天相看的那个王小琴啊。可不是嘛，小琴和柱子相看不成，一回头啊，竟然和你家兄看对了眼，这可真是老天爷给的缘分，躲都躲不掉啊！去你妈的老天爷给的缘分吧，这缘分我大哥可不要。卢媒婆，您八成是误会了，我大哥也就见过那王小琴1、2次，谈不上喜欢。我大哥年纪还小呢，家里要干的活一大堆，他的婚事明年再说也不迟。别呀，小丫头，婶子也没别的意思。这王小琴呢，人确实不错，和你大哥也登对，这不能因为隔壁的事，这就损失了咱们家的缘分，不是？再说这毕竟是你大哥的亲事，要么还是听听你大哥的意思吧。陈乔乔打了个哈欠，这王小琴明显是看上他们家的钱了。对不住了，卢婶子，让您白跑一趟了。这事儿确实不成。卢媒婆一看人家拒绝的这么干脆，也不好意思再做下去了。卢媒婆从陈家村出来，就去了王家沟。人家陈乔良家里不打算给孩子成亲这么早，这桩亲怕是做不成了。闺女啊，那天不是陈乔良用牛驮着你去看脚的吗？这怎么？陈乔良虽然干活勤快，长得却没有多出众，竟然还看不上他王小琴。娘，别说了，俺没脸见人了。说完，王小琴就捂着脸回屋子里去了。王老根一看自家闺女委屈的样子，心疼的不行，就去了王家村村正家里。大头叔，你说说这陈家村的人地道吗？俺清清白白的一个闺女，他扶着俺闺女，用牛驮着俺闺女，走了一路呢，谁知道干没干上？如今俺们主动去说媒，竟然不同意，肯定是想拿捏咱们王家沟的人。人家不同意就算了，咱们庄户人家这点事儿有啥好计较的？人家好心驮你闺女去看脚，你咋的？你还要赖上人家不成啊？提到家，王老根就拉着赵三娘2个人嘀咕了半天。既然他们觉得这只是小事儿，那就把事儿给做大了。娘，这事儿俺做不来，这也太……你这孩子想过好日子那么容易呢？你看那陈家，说不定啊，天天都有肉吃，有鸡蛋吃呢。你要是嫁过去，那就是掉浮堆里喽。王小琴被他娘说的有些心动，害羞的点了点头。这7、8个孩子找了30多种之前没怎么见过的药草，一晚上下来也就2种对那蝗虫有些效果。有一种蝗虫闻了飞的方向都乱了，还有一种蝗虫一开始闻着没事，可是不过几刻钟，竟然有几只掉了下来，眼看着是不成了。陈正安和陈老汉2个老农民看到这一幕是激动的不行。乔生啊，赶紧的记录下来，就这个了，这个能成。陈乔生并没有被打乱节奏，还是一笔一画地记录着每种药草的信息。乔乔啊，这种药草是不是就是咱们要找的药草啊？咱们的粮食有救了。郑安叔，这蝗虫吃了洒药水的庄稼1刻钟才死呢，这1刻钟得吃多少粮食啊？咱们再看看吧。都已经试验这么多种药草了，不差多试验几种了。小生，明天你再去药铺问问，有没有我们没买到的驱虫药。大家伙明个想上山的就继续找。那些赚了钱的孩子一听这话就高兴坏了。一大早吃了饭，陈乔良就一个人下地去了。陈乔良在村里雇了一个小工，陈乔良和小山在地头碰面，2个人都没说话，扛着锄头开始给地里除草。乔良哥，是你吗？哦，这不是王姑娘吗？你怎么在这儿啊？小山，你快过来，有事儿。昨儿陈乔生和陈乔笑拉着陈乔良说了半晌王小琴的事，就怕他着了王小琴的道。哎，乔良哥，俺这就过来。王小琴被气得脸色铁青，他又不是鬼，陈乔良这是什么反应？乔良哥，多谢你那天用牛把俺驮到村医家去，俺也没啥报答你的，俺正好路过，这太阳这么大，俺带了水，你喝点儿。陈乔良确实渴了，嘴唇都干裂了，可王小琴这水他有点不敢喝。哦不用了，俺们自己带水了，你自己喝吧，俺要去忙了。那个啥，王姑娘，天快热了，赶紧回吧。乔良哥，你这是啥意思吗？俺的水里又没毒，这乡里乡亲的，你这是啥意思吗？小山，你小子磨蹭什么呢？赶紧过来啊！远处的陈小山不知道陈乔良这里发生了什么，只能加快脚步往地头走。王小琴眼看着事情要做不成了，情急之下把水壶的盖子一拧，捧着水壶就朝陈乔良转了过去。乔良哥，你就别客气了，这样俺看着可心疼了，快喝点水吧。周围的地里也都有干活的，王小琴特意提高了声音，不少人都被这声音给吸引了，活也不干了，都看向这田间地头拉扯的少男少女。哎呀，你这咋还过来了？不可！那水壶里的水洒了王小琴一身。乔良哥，这谁呀？这什么情况？
就在这个时候，远处的田里竟然窜出来2个人。哎呦，俺的闺女儿啊，你这是咋的了？咋摔了呢？你这死丫头，拿了家里的水壶给这没良心的送水，这没良心的就是骗子，压根就不想娶你。周围地里都是陈家村的人，他们一看这边吵吵起来了，都放下了手里的活，过来看热闹。你这个兔崽子，俺闺女哪里不好了？你，俺跟你拼了！陈乔梁都懵了，他不就是不喝王小琴的水吗？怎么还说到娶不娶的事儿了？哎，老哥，别动手啊！俺们村乔梁那可是好后生，你们这是不是有啥误会呀？就是，俺们陈家村的人可不好欺负，他二妹也不是你们能欺负的那丫头，泼辣着呢。好后生，俺好好的闺女被他给骗了。没有，俺都不认识你闺女，俺怎么骗她？那你说，前几天你是不是用你家牛驮着俺闺女了？那是你闺女脚崴了，俺好心送她去老村医家里。俺们家好好一个清白的闺女，被你驮到牛背上晃了一大圈，俺闺女的名声还要不要了？一边说，王老根上前扯着陈乔梁的衣裳不撒手。俺好好的闺女被你给迷惑了，今儿好心给你送点水，你把人推倒不说，那水到俺闺女一身，你这不是流氓是什么？你说呀！你要是男子汉大丈夫，你就给个话，把俺闺女娶回去，不然俺们王家村和你没完。有那看热闹眼尖的，一看事不好，偷偷把自家孩子叫过来，那孩子没几下就跑远了。你们，俺凭啥要娶你们家闺女啊？她明明和柱子相看的，怎么？俺家闺女到了年纪，不得相看几家，这才看了这么一家，就被人家拿出来说嘴了，这以后啊，可活不成了呀！哎呀，俺们王家本分的人家，被你个白眼狼欺负到这个份上，俺闺女是活不成了。小梁哥，你要是真不喜欢俺，干嘛要带俺去陈家村看村医？干嘛不送俺回王家村？要不找俺爹娘来也成，俺不活了，你这没心肝的，俺以后可怎么见人呢？周围不少人都生出了同情心来，这王小青长得也不错，看着也是个干净人，配陈乔梁完全配得上呀。乔梁啊，你看人家小闺女都这样了，要不然你就答应了吧，娶了你也不吃亏不是？你看这小姑娘如花似玉的，王家呀估计也是本分过日子的人家，你不也该娶媳妇了吗？这要是抓点紧，明年就能抱大胖小子了呢。俺家闺女在家洗衣做饭下地，哪样活干得都利索，多少人想娶还娶不到呢。要不是被你小子占了便宜，俺家打死也不会就这么把姑娘给嫁了的。陈乔梁，你要是爷们儿就赶紧答应了。陈乔梁嘴巴微张，头晕脑胀，又急又气。你们家这是要强塞闺女还是咋的？你家这啥规矩啊？你家回去等着，等俺乔梁哥晚上回去商量商量。众人一听陈小山这话也觉得有理，只要嫁闺女也得让人家回去准备准备。去，俺家的事儿轮不到你管，反正你陈乔梁把水洒了俺闺女一身，坏了俺闺女的清白，你今天娶也得娶，你要是不娶，俺们带着闺女吊死到你家大门口，看你们老陈家以后怎么做人。好呀，乔梅回去准备3条麻绳，结实点的，我怕太细了，这3个祸害死不成。王老根没想到他们来得这么快，特别是张大平一家也来了，这场面有些尴尬。你们来得正好，俺闺女今儿路过，被你大哥坏了清白，这事儿你说怎么办吧？你们王家村青天白日的来我们陈家村做什么？俺想着之前乔梁哥帮了俺想给他送点水。呸，不要脸！俺哥可没有个姓王的妹子，帮你都不如帮山上的白眼狼，白眼狼还能叫唤2声表示感谢。你们王家呢？拿一壶破水，这是奔着毁了我大哥的清白来的吧？怎么会？俺是真心给乔梁哥送水的。陈乔乔打量着王小琴，他之前怎么没发现这一家子不但贪吃，还是个绿茶呢？小山，你把刚才的事给大家学学。陈小山赶忙把刚才突然发现地头有2个人，然后陈乔梁怎么喊他，又怎么拒绝王小琴的事儿，一股脑的说了出来。王小琴心虚，天气又热，只觉得胸闷气短，一时之间竟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你们陈家村说啥就是啥呀！俺闺女这衣裳，大家可都看到了，湿成什么样了？不管因为啥，俺家闺女这样啊，清白都没了。你们老陈家就得娶，别的呀啥也不用说。说完，挑衅的看着陈乔乔，这个嫂子，俺家小琴当定了，你们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小琴，这是你爹娘的意思还是你的意思？你也想嫁给乔梁？陈柱子，咱们2个相看过了不合适，俺爹娘也不同意，你就别惦记俺了。一句话让陈柱子的心犹如刀割。呸！
你个不要脸的小娼妇！之前家里没粮食，就一口一个柱子哥忽悠俺家柱子借粮食给你。现如今说的好听，啥相看认识的，明明就是你先勾引俺儿子，只有看上了乔梁，就不稀罕俺儿子了。俺们还没看上你呢，乡亲们呐，这种伤风败俗、攀高枝的东西可千万不能往家里取呀！今儿能为了口吃的勾引人，明天就能为了口吃的勾引别家汉子，哪个村娶了他，全村都得跟着倒霉。张大平的话一说，不少周围的妇人都跟着点头，这种儿媳妇他们可不敢要。王小琪，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的样子，我大哥能看上你吗？你以为你家这点小心思大家伙看不出来呢？大家伙不过是种田无聊了，看个笑话罢了。王小琴一口气怎么也咽不下，她可怜兮兮地看向周围的人，希望有人能站出来给她说句话。你想说这事儿是你爹娘的主意，是他们逼你的，还不是你看上了我家的养鸡场，自导自演了一出崴脚的戏码？你王小琴的脸皮就这么不值钱？为了算计我大哥，看这一身，你怎么不直接脱光了呢？俺哪儿错了？谁不想嫁个好人家？俺跟了穷的就是俺好，俺想嫁个更好的就是俺不好了吗？怎么，你们都不想家里闺女嫁个好人家吗？你喜欢钱也没错，但你能不能别用这么下作的手段？王家村到陈家村这地头，怎么也得1个多时辰呢。你这边一躺下碰瓷，那边你那对不要脸的爹娘就贴上来了，你还好意思说你就是单纯关心我大哥？我看你是单纯的不要脸。就在这时，一行人从王家村那边赶了过来，带头的是2个穿着满是补丁衣裳的老头老太太，后头还有个16、17岁的小子。王老根儿，你这啥意思呀？你闺女是王母娘娘咋的？下80家还是怎么着？上个月还说要嫁给俺家二愣子呢，这才几天呢，就又找了。要不是村里人看到了和俺们说，俺们还不知道呢。王大娘，这事儿都是没影的事儿呢，俺家闺女那不得好好选选。放你娘的狗屁！俺家二愣子哪里不好了？你家这骚货闺女勾搭的俺儿子，给你家干了多少冤枉活了？现在说没想好，早干啥去了？一家子不要脸的玩意儿，生个姑娘不知道咋的好了。就你家这骚货闺女呀，趁早卖窑子里去享受吧，俺们家可要不起。说完也不顾那二愣子一双贼溜溜的眼睛粘在王小琴的身上，扯着人就往回走。俺们这就回去好好和村长说说，王家村怎么能有你们家这种逼人？村长要不收拾你们家呀，你们家真当自己是个玩意儿了。王老根和赵三娘一听这话，急得不行。他大娘，不用你们去啊，俺跟村长说去，俺去。丢人的玩意儿，赶紧回家，还在这儿杵着干啥呀？王小琴早在王二愣子一家来的时候就傻了，他娘这么一拉他，才反应过来，捂着脸呜呜哭跑着跟了上去。儿子，这样的女人还好没娶进门，不然以后指不定要闹出多少幺蛾子呢。你可不能因为这事和乔梁生分了，乔梁都是无妄之灾。娘，您放心好了，不会的。陈乔乔也放下心来，要是柱子真因为这事儿和他们生分了，张大婶夹在中间肯定为难。孩子们和老村医又带回了不少的药材，老村医没有说，但是一同去的长寿偷偷告诉陈乔乔，老村医往更深的山里面去了很久，怪不得他看老村医今天走路有些不利索，肯定是为了去深山里找药草给摔的。每一种带回来的药草都被按照步骤分成2部分，一部分煮，一部分用火熏，每种药材大概都要试验1刻钟，这样才能仔细观察蝗虫的反应，所以一晚上也就能用10多种药材。附近能找的药材大多数都被找了，再找就要到深山里去了。陈正安听了陈乔乔的话，也有些犹豫。正安说，都已经试验了这么多了，我肯定不会放弃的。您和大家伙也说一声，明天选10个村民和老村医一起去，愿意去的不管找没找到都给20文钱的辛苦费，要是找到没用过的药草，每种另外给5文钱。陈正安想都没想就拒绝了，这是为了村子的事情，又不是为了谁，咋能让人家一家出钱呢？乔乔啊，这个事儿俺来解决。陈正安说完也不听陈乔乔别的话，到了亭子里把缺药草的事情说了。正安叔，俺们也不是怕啥，这要真有药材有这个用，那不早就发现了，还轮得到咱们吗？就是啊，这不是浪费时间吗？都这么多天了，你们才说浪费时间？咱们这老爷山这么大，没见过的药材多了，谁知道有啥呀？俺报名，俺去。村正啊，俺老婆子你看成不成啊？俺也去。这回说话的是周舅奶，她也没别的，就是无条件支持陈乔乔。哎呦，老姐姐，您有这份心就成了。
这么多年轻后生呢，哪能让您去呀？那就让俺儿子铁牛去，俺给他报名。俺们虽然不姓陈，也想给陈家村出份力呢。大家伙一听这话都有些不好意思了，他们都是姓陈的，铁牛可是姓李。村长，算俺一个吧。也算俺一个，万一有用，俺们村可干了件大好事啊！俺也去，俺常年打猎，对地形熟悉，保证不叫大伙吃亏。我这2个儿子也有点用，一起去吧。俺陈正安在这里谢过大家伙了。一声鸡鸣唤醒了沉睡的大山，还有无数的村民。周秀乃一家、张大平一家，还有宋老太一家，都比往常起得早了1个时辰。陈乔乔特意从地窖里取了不少的白面，掺了一点杂粮，然后分到了3个袋子里，又拿出了满满3个篮子的鸡蛋，都被谢念送到了周家、宋家和张家。陈乔乔准备给大伙包一些包子，10来个汉子聚到了亭子里，等着老村医和陈正安带他们上山。陈乔乔家里蒸包子的香气就像长了眼睛似的，专门往人家鼻子里钻。这他娘的也太香了，这么大养鸡场呢，日子总比咱们好过些。大家伙都进来吧，洗洗手，一会儿分包子。啥？让他们进去吃包子？这怎么可能？二狗说：“你带着大家伙进来。”不了，俺们吃过了，你们吃吧，俺们不饿。其他汉子也都说自己吃过了，不饿什么的。他们这么多人，那得吃多少呀？坚决不能去。就在这时，宋老太太和周舅奶都拎着煮好的鸡蛋还有包子，朝着陈乔乔家里走了过来。这帮孩子都瞅啥呢？这老些包子都是给你们包的，赶紧进去吃，吃完了好上山。大家伙都看向二狗子，二狗子是跟着陈乔乔卖鸡蛋的。后跟过来的李铁牛一脚踢在了二狗屁股上。想啥呢？赶紧进去。那大家伙儿都进去吧，咱们少东家不是小心眼的人。一群汉子这才咽着口水进了院子。大家自己找地方，一人3个包子，1个鸡蛋，1碗粥，不够的再拿。众人不敢说话，洗了手，有人拿了2个包子，有的人拿了1个，再拿了碗熬得浓稠的粥，随意找地方吃了起来。好吃，太好吃了，比俺家过年的饺子都好吃啊！张大平和翠花又拿了一盆过来。乔乔怕你们不好意思，这包子就放这儿了，大家尽管吃。所有人都觉得这趟山上的太值了。好了，饭也吃了，粥也喝了，剩下的包子悄悄给放到了背筐里，大家伙儿背上山吧，咱们晌午就不回来了。众人刚吃了一顿饱饭，身上都是劲儿。陈正安一吩咐，纷纷背起了背筐，朝老爷山上去了。新的一天就在这样喷香的包子味里开始了。顾玄之也听说了陈乔乔在找药草，特意让刘承德几个人找来不少的药草，以供试验。不用顾玄之开口，姚道童就吩咐管家给陈乔乔送来了不少的药材，据说都有一些驱虫的效果，具体驱什么虫那就五花八门了。狗牙子几个小混混最近都要闲出屁来了。老大，要不咱们去陈家村看看吧，万一有啥活呢，干了好有吃的呢。走吧，好久没去陈家村了，听说陈桥梁那货被王家村的盯上了，咱们去看看热闹去。几个小混混无所事事，终于有了目标，不到半个小时就来到了陈家村，然后又马上想跑。这陈家村这是咋的了？这啥味道啊？胖头，像不像你的臭脚丫子？去，俺那脚丫子可不敢和这个味道媲美。赶紧去陈乔乔家问问，咋的啊？他们村集体瘟疫了。他们一行人快步来到了陈乔乔家里。大哥，咱们走吧，这味道太上头了。这陈家村这是要造反吗？这捣鼓什么毒气呢？我靠！咱们就是平平无奇的小混混啊，这么大的买卖，咱们可掺和不起啊！怕什么怕呀？大不了就是一条命，赶紧问问都干啥呢？乔乔姑娘，大平婶子，你们这干啥呢？咋这么味儿啊？你们几个来干啥了？是乌烟瘴气的，俺们呢在找药材呢。张大平忍着难闻的味道，把事儿和狗牙子几人说了。这能成吗？俺爷说了，这蝗虫是上天降罚的，咱们哪能和天对抗啊？去，你这孩子小小年纪怎么还封建迷信呢？你们这是来有啥事咋的？俺们就闲着没啥事儿，过来瞅瞅。你们几个来的正好，大平婶，赶紧再支2个锅，省得他们没事到处去晃悠。这现成的壮丁不用，陈乔乔觉得都对不起自己。张大平一听这话，都没问几个人，转身就出去别人家借不用的锅去了。反正也没啥事儿，
就帮你们一把。管饭不管饭，俺们可不干。管！乔美、幺妹，你们去把早上剩下的包子拿出来，先给他们垫垫肚子。不麻烦小孩子了，俺们自己进去拿。走，进去吃啊！吃完了出来帮忙。也不用乔梅、央妹动手，自己去灶台找了包子就开吃。天还没黑，上山的众人就回来了。再往深处啊，只怕不安全了，就只能这样了。老村医喝了一大碗的水，坐在一个树墩上，略有些歉意地看着陈乔乔，这意思很明显，应该也就这些药材了。村医大伯，大家伙都尽力了，不管最后找没找到，咱们也算是尽力了。大家伙歇一会儿，锅不够就先用火熏，争取今儿就把找回来的药材都试一遍。陈正安发了话，10来个汉子都没啥意见。大家伙先歇歇，翠花姐他们去煮茶了，一会儿大家先喝点水。说完，陈乔乔又把陈乔良拽到了一边。大哥，你去刘屠户家里看看还有什么肉了，有就都买回来，再去村里各家看看都有什么菜，咱们花钱买一些回来，晚上请大家伙一起吃个饭。另外把卖鸡蛋那几家也都叫来聚一聚。成，俺这就去啊。那个大哥嘴笨，要不然去各家买菜的事让翠花去吧。陈乔良实在是不知道咋跟那些个大婶大妈开口。那你自己和翠花姐说去吧。茶水都煮好了，陈乔良让2个小的给大家端水，把要买青菜的事情和翠花说了。成，乔良哥，俺回去拿个箩筐去。那啥，翠花，俺先去买肉，等俺把肉送回来就去帮你背菜。夏天一般几天才杀一次猪，这天这么热，放2天就有味道了。昨儿正好杀了一头，现在还有1/3没卖出去呢。不行，明天就便宜2文钱吧。哎，这年头村里几家能买肉的？只能这样了，这日子也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再这样啊，杀猪的事儿就先停了。刘叔，家里还有肉吗？这不是乔良大侄子吗？肉还有呢，昨天刚杀的大肥猪新鲜着呢，快瞅瞅，这肉多好呀！那啥，婶子，肉都要了，您给算便宜点儿。啥都要？这可是几10斤呢，吃不了可就坏了。刘屠户媳妇这个气呀，这个死脑袋瓜骨的男人咋这么缺心眼呢？我家里今天请了不少人上山，想请大家伙晚上一起吃个饭。人家肯定是能吃完才买的，你这个人真是怎么有生意还往外推呢？乔良呀，这个肉价格嫂子就不给你让了，你看到那堆骨头还有肠子没？都给你了。骨头还好能熬汤，可这猪肠子陈乔良还真不知道怎么吃。刘屠户有些不好意思，最后称肉的时候把零头也给陈乔良抹了，还亲自把肉给陈乔良用推车推了回去。乔乔啊，你家这是啥事儿啊？买这么多肉，乔良真要去王家沟那闺女啊？俺可是听大家伙说了，那闺女可不成，这事儿咱们可不能答应啊！要是有啥麻烦，就跟叔说，叔就让他们王大头去。这不是今儿大伙忙了一天吗？我想着晚上大家伙一起吃顿饭，大家一起聚聚。乔乔啊，叔知道你们卖鸡蛋天天有收入，可这钱也不能这么花呀！哎呀，这天旱成这样。正安叔放心吧，我心里有数。您是不是不想在这里帮我们熏药材啊？你这孩子呀，真是。陈正安能不馋肉吗？可是家家户户都是这样过来的。大家伙家里媳妇儿孩子要是有功夫的都叫过来，来的时候帮忙带些凳子碗筷。众人没想到晚上竟然还有一顿，不少汉子的心里都热乎乎的，还有2个竟然偷偷抹起了眼泪。俺们也帮忙了，可不能忘了俺们几个。都有，少不了你们几个的。妇女们有的摘菜的，有的切，掌勺的还是周舅奶和宋大娘。张大平和另外2个妇人帮着打下手。陈乔乔这边20多个人分成几波，不断的试着药草。陈乔乔的心一直往下沉，还有10几种药材了，要是这些还没有，那他这些天算什么？哎呦，胖头，你拿的这个草怎么跟屎一样，臭死了！狗牙子跑到一边干呕，笑死俺了！哎，看那蝗虫被臭味熏死了，原来蝗虫怕屎啊！陈正安一把推开大棚，把胖头手里那草一把抢了过来，双手紧紧地抓着胖头的肩膀。是不是这个啊？是不是？陈乔乔连忙跑过去，让陈正安冷静。大哥，这不会是啥长生不老的草吧？他们以后别说是跟俺狗牙子混的，我都说了嘛，毒蝗虫的，找的是要死蝗虫的草。大哥，咱们找到的。哎呀，俺们找到毒死蝗虫的草了，大家伙，是俺们找到的。老村医和陈正安还有陈乔乔3个人把刚才那个特别臭的草分成了3份，一株水煮，2株熏火，剩下的留着。
陈正安立马把一株草小心翼翼地放到锅里，老村医也拿起了另外2棵草放到了火上。没1分钟，一股臭味席卷而来。大哥，放蝗虫！陈乔梁赶紧从笼子里抓了一把蝗虫出来，往那火堆上面有臭味的地方放。只2、3个呼吸间，就有4、5只蝗虫被熏得掉了下来。成了！老村医没有陈正安这么不淡定，扯了园子里的一把青菜，用煮过这种药草的水往菜上淋了个遍，然后又把淋了药水的叶子放到蝗虫的笼子里。有2个蝗虫一看有吃的，趴到叶子上就开始啃，可还没啃2下，就啪嗒一声掉了下去，只前肢挣扎了几下，就再也不动了。成了！一下子所有人都沸腾了，有笑的，有哭的。有救了，庄稼有救了！他们天天都不敢吃粮食，就怕蝗虫一过颗粒无收，到时候恐怕就算卖儿卖女也得死一大半的人了。好啦，大家伙都别激动，明天我和老村医还有村长还要再研究研究，大家千万不要把这件事情透露出去，知道吗？这种药草也不知道多不多，是否好找，要是多肯定无所谓，要是少那肯定是要先采购陈家村用的。俺不管你们这些媳妇儿以前是哪个村的，现在你们都是陈家村的，这个事情大家伙千万不要往外说，如果要是谁说了，那他以后就不是陈家村的人。所有人都赶忙说指定不说，再说他们都不认识那草。饭菜都好了，这么大的事儿，咱们呐好好庆祝庆祝。乔乔是咱们的大功臣，这顿饭呢也是乔乔请大家的，谁要是再敢说乔乔不好，俺陈正安第一个不答应。正安叔说的对，俺们都听你的。是啊，正安叔，俺们肯定记住，咱们先吃饭吧。你小子这个出息就知道吃，说的跟你没恶意。一挥手，所有人赶忙找相熟的人坐在一起，顾不得寒暄，大口的吃了起来。一盆子白菜五花肉，一盆土豆炖猪肉，还有拌野菜、炒青菜、咸鸡蛋、骨头汤，每一盆里的肉都够一个人吃上好几块了。陈老汉吃过晚饭没什么事，心里一直惦记着陈乔乔他们找药草的事情。靠近凉亭那里，就听到了里面传来的欢声笑语。小长寿，大家伙儿这是吃上了，可是找到草药了？村正伯伯可开心了，还有肉吃。陈老汉虽然想问个明白，可这个时候过去也不合适。娘，俺都想死你了。陈小妮儿求了婆婆好久，才让她回了一趟陈家村。李庆年去县城读书了，她每日都要干家里几乎所有的家务活。俺的儿啊，你咋瘦了这么多呀？是不是老李家虐待你了？哎呦，我的儿哟！老二家的，赶紧给你妹子做点吃的。你们不心疼，俺这个当娘的可不能不心疼。干了一天活了，王鸭蛋也累得不行，只能不情不愿地爬了起来。俺跟你一起。当家的不用，你赶紧歇着吧，一会儿就完事。陈老二真是学好了，都知道心疼人了。俺也睡不着了，一起去还能说说话。前些天他去镇子上买东西，碰到了李家村的人，正好听到那些人说闲话。原来是那卢瘸子花银子娶了个15、16岁的媳妇，没成想那瘸子喝了酒就打人，那如花似玉的姑娘被打得满身青紫，那闺女昨刚投了河，被拉上来也没多少气儿了，眼看着是不成了。陈老二听得心惊肉跳，这要是当初陈乔乔真的嫁了过去，他陈老二是不是又背了一条人命？陈老汉到家里的时候，王鸭蛋已经把干粮和野菜都做好端了上来。陈小妮儿狼吞虎咽的样子，看得李老太太心里很不是滋味。娘，俺在李家村挺好的，俺婆婆也好，俺这不是想着受点好看吗？妮儿啊，有啥事儿就和娘说，娘给你做主。陈小妮的左手使劲掐着大腿，才把眼泪给憋了回去。成了，瞧瞧这丫头，真是没想到啊，这事儿啊8成是成了。要那么容易就找到了，还轮得到他们呢？可别是空欢喜一场。你别不信，俺回来的时候那边正吃饭呢，那老些人一起吃饭，热闹的很呢。要不是成了，能这么吃吗？他们吃饭都不叫你这个当爷的，你还要一脸的高兴。俺看你呀，就是贱皮子。爹，啥事儿成了呀？您快说说。陈老汉满脸骄傲地把陈乔乔他们这几天费劲巴拉找药草毒蝗虫的事情说了。真能把蝗虫毒死？那再有蝗灾就不怕了？俺也不清楚，肯定有用就是了。瞧瞧这孩子就是个丫头，这要是个男孩，怕是陈家村都留不住啊。李老太撇了撇嘴，小妮呀，回屋睡觉去吧。既然回来了，就多待2天，啥也不用干，天天陪娘说说话。陈小妮儿有些犹豫，不过看到爹娘那明显是老了的容颜，
她拒绝的话实在是说不出口。陈小妮儿翻来覆去的不想睡觉，要是这药草是她陈小妮儿找到的，那她在老李家还不得成姑奶奶，到时候啥事都不得听她的呀。陈小妮儿越想越上头，不知不觉天都要亮了。可惜怎么就不是俺找到的呢？说陈小妮儿灵光一闪，娘，俺突然想起家里有些事，俺先回了，过些日子俺再回来看您。李老太特意给陈小妮儿煮的鸡蛋，还去屠户家里买了半斤肉。你这孩子这是干啥呀？吃了饭再说。娘，真有急事，俺早上想起来的，您就别管了，俺把东西拿了路上吃。陈老二从外面回来，迎面就撞上了匆匆忙忙往外走的陈小妮儿。娘，小妮这咋的了？这咋大早上就要走呢？昨儿还不是说多住几天吗？一边说一边拿个粗粮饼子开始吃饭。你妹子昨儿说的好好的，要多住2天，也不知道咋的了，今儿连饭都没吃，就要回老李家。哎呦，俺这是造的什么孽呀！陈老二皱着眉，陈小妮有什么事这么着急，早饭都不吃？当家的，你说小妹该不会是回李家村说要草的事了吧？山上草就那么多，要是他们李家村都给挖了，咱们咋办呢？陈老二被王鸭蛋的话惊得饼子都吓掉了。咋的？不爱吃就放那儿，混账玩意儿！娘，老二不是故意的，老二一会儿还要下地了，这不吃咋成？小兵小虎，你们赶紧吃，吃完了和你们爹下地。你个穷山沟出来的娘们儿，俺说自己的儿子，哪轮得到你插嘴了？李老太最看不上王鸭蛋这点，这不诚心让儿子对他这个当娘的有意见吗？爹娘，你们先吃，俺出去一下。陈老二顾不得安慰李老太，饭也不吃了，起身就往外走。陈老二一直走到陈乔乔他们家门口，一下子就停住了，正犹豫呢，出来倒水的陈乔梅看到了门口的陈老二。爹，你咋来了？是有啥事儿？乔梅，你出来一下。陈乔梅摸着怀里的几十文钱，还是出去了。爹，俺这有几十文了。乔梅，这钱你收好啊，以后嫁人了，自己手里有钱比啥都强。爹有钱不用给爹。乔梅啊，爹有个事儿不知道咋说。陈老二也不确定，毕竟这就是王鸭蛋的猜测，他还是把事情和陈乔梅说了。爹，你先别走，我去叫乔乔姐，你跟乔乔姐说。陈老二想阻止闺女，他是想让乔梅传个话的。二姐，出事儿了！乔梅把还在被窝里的陈乔乔拽了起来。陈乔乔一边穿衣裳，一边听乔梅说陈老二找他，还说什么陈小妮儿回来了，也没听明白。二叔，你有啥事就说吧。陈乔乔说话间满是疏离，陈老二却不在意，就把昨儿陈老汉高高兴兴的回去炫耀陈乔乔他们找到药草的事，还有陈小妮儿本来说要多住些日子，结果今儿早上早饭都没吃，就匆匆忙忙走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二叔，我知道了，我一会儿就去和郑安叔说。那成，有啥事儿去老宅说一声，毕竟咱们是一家人。说完也不带陈乔乔他们说话，转过身一瘸一拐的走了。这个陈小妮是不是没长脑子呀？他就没想过事情一旦败露，他爹娘怎么在陈家村待下去吗？吃过饭，陈乔乔带着药草又做了几次实验，同样的一锅水，每次放药草的数量不一样，也会影响药效，反复几次才实验出了最佳效果。乔乔，这草咱们现在也不知道叫啥，就叫臭草吧。老村医说了，这草倒不是多稀有，就是长的地方不在山的外围。俺想着今儿就带着村民去山里找，找到越多越好。郑安说，这个事可能得通知知县。陈正安也明白，这药草的事情不是一村一乡的大事儿，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儿，不管他们愿不愿意，都会全民推广的。可是这知县老爷也不是想见就能见的，毕竟咱们位卑言轻。郑安说，你带着大家伙赶紧去山里找药草，一定要找信得过的人。知县那边我想办法去见一见。陈乔乔又把陈小妮的事告诉给了陈正安。没良心的东西，他可是在咱们陈家村长大的，竟然……乔乔，那你看这事咋办？不成，俺现在就去找人赶紧上山，可不能让李家村的人抢了先。他担心的不是李家村也抢药材，而是李家村抢功。郑安说，那你就带着大家伙赶紧上山吧，其他事我来办。陈正安风风火火去召集村民上山找药草了。哎呦，这不是弟媳妇吗？咋的？你娘家早饭都不管？你咋这么早就回来了？娘，你进屋，俺有话跟你说。俺爹在家吗？李刘氏就带着贼眉鼠眼的陈小妮儿进了屋里。陈小妮儿一路着急赶路，出了不少的汗，也来不及清洗，看着甚是狼狈。李长海不禁皱起了眉，
这儿媳确实是配不上他儿子。爹，陈家村找了一种草，能把蝗虫都给毒死。把蝗虫咬死？啥草？这么厉害？快仔细说说。俺那个侄女陈乔乔还有村正，他们这几天一直在山里找草药，天天呢在村里用火熏，搞得烟熏火燎的。昨儿俺爹说，他们终于找到一种草，能把蝗虫毒死，立马就死。好像那草味道不咋好。这草长什么样？在哪儿？俺这就去一趟陈家村。老婆子，你就叫老大老二，让他们去村里叫几个人。小妮，陈家村你熟悉，你带路，咱们得赶紧去陈家村看看。陈小妮连忙点头，这么好的表现机会可不能错过。村长啊，那这个事可咋办呢？陈家村又不是傻子，怎么能把这草给咱们呢？就是，要是俺们有这草，肯定也不能让别人知道。李长海快步走着，心里翻江倒海。如果这药草是他们李家村的，他可不会自己藏着掖着，这是要去县城里告诉知县老爷，可是天大的功绩，他们李家可能就此翻身也说不定。小妮，一会儿到了陈家村，咱们直接绕到你侄女家那边。你不是说他们家在村子边上吗？到时候找准机会，直接把他们家药草都带走。现在是农忙时节，哪怕干旱，地里也有大把的活要干，就连孩子都被指使到山里挖野菜去了。村里这个时候只有些许的老人和孩子。爹，就前面那个矮的破房子，就是俺侄女家。老大，你去转悠转悠，看看附近有没有什么人，没人你就吹个口哨，大家手脚利索点，千万别出什么岔子。陈乔乔家里好像也没人，大门没有上锁。随着一声口哨，李长海带着几个人快速打开了陈乔乔家的大门。房屋的门锁着，李老二找了块石头，3两下就砸开了。大家伙赶紧找草，看着差不多都装走。李老二在陈乔乔他们家屋子里转悠了一圈，也没发现啥值钱的东西。灶台上一个筐里一大把草安安静静地躺在里面，李老二连筐直接端了出去。爹，这还有，闻着透的，8成就是了。好，其他的也都带走，快，一会儿被人看到了就不好了。几个人把药草都装进了背篓里，现场都懒得恢复。殊不知这一切都被养鸡场的谢勇看得清清楚楚，一路赶回李家村。老大，赶紧让你娘和媳妇儿出来，老二去找几个锅，小妮找你娘要几文钱，给村里的孩子让他们帮着抓蝗虫来。没一会儿3口锅就弄好了。他们在陈乔乔家里一共找到了5种药草。没一会儿锅里的水热了，几个村里的孩子抓了30多只蝗虫也送过来了。李长海在院子里扯了一把青菜，把那煮了药的水都洒到青菜上，蝗虫飞来飞去，没一会儿就蔫巴了。这3种药草虽然让蝗虫不吃青菜了，但是这效果还是不对。还有2种，其中一种就是李老二在屋子里找到的，这药草一下锅就有一股子臭味传了出来，把青菜往水里蘸了一下，就扔到了蝗虫附近。下一秒，那蝗虫竟然啪嗒一声掉到了地上。老大，快把这些药草收起来。老大媳妇儿，去找村里的村医，看看这是什么药草。老二，你去借牛车，咱们去县城。小妮呀，你是家里的大功臣，今儿啥也不用干，让你大嫂二嫂给你做些好吃的补补。爹，不用，都是一家人，俺应该做的。老头子，这啥草啊，还能把蝗虫药死？这也太厉害了！怎么不说是陈家村找到的吗？怎么他们李家村也有了？你不用管这个，一会儿我和儿子去县城，你管好家里就成了。约摸1刻钟，牛车都安排妥当了。李长海只带了2儿子去县城，严童正在纳凉。最近天气热得不成，一旁的钱师爷不断回报着县城的一些事务。这又是旱灾又是蝗虫，想升官那是不可能了。只要不落个下等，我就知足了。老爷，门外有李家村村正求见，说是有了不得了的大事。一个小小的村镇不见，就说老爷忙着呢。那小厮早就知道是这样，他才懒得通报呢。小哥，麻烦你再走一趟，就说李家村发现了治蝗虫的方子，麻烦你了。哼，就你们那小村子还治蝗虫，咋不说能上天呢？去，知县老爷忙着呢，可没时间见你们这些泥腿子。他又掏出来1两多的碎银子，麻烦小哥了，我说的绝对确有其事，这要是成了，咱们严县令可是立了大功了。那小厮自然是不信李长海的话，不过掂量着手里的银子，还是走了一趟。老爷，那村正说他们村里找到了方子，能治蝗虫，他们都试过了。要不然您见见，这要是有这样的好方子，老爷您可是大功啊！拜见县令，小人李家村村镇。这几日村里的蝗虫越来越多，小人和村里的村医找到了山上
上不少草药，这不还真让小人找到了。这种药草只要蝗虫吃了，立马毙命。严县令示意小厮让他帮着准备东西，让李长海现场试验。李长海心疼地扔里面一株药草，然后放到从李家村带来的一笼子蝗虫里。严县令早就走到了笼子旁边，那蝗虫在众人的注视下，几个呼吸间全都失去了生机。县令，成了，这药啊真厉害！来福，快去找镇子里的大夫，多找几个，看看这是什么草。朝廷要是有了这种药草，还怕什么蝗灾呀？老钱，快，我要写奏折。严县令怎么也没想到，竟然有这种大功绩砸到他的头上，一回头才看到还在等着的李长海和儿子。你们先说一下怎么找到药草，是在哪里？说得越详细越好。这药草要是有用，你们李家可是立了大功，本官一定会上报朝廷。李长海的一颗心可算是落到肚子里了，他琢磨了2分钟，给严县令讲了他如何不辞辛劳地去山里找药草，然后又做实验的事情。另一个叫来喜的小厮就慌忙来报，原来是顾玄之顾少爷有事求见。李长海虽然不怎么认识陈乔乔，但是陈乔良他是见过的。严县令这在做什么？蒲公子，不要小看这臭味，这臭味是这种草发出的。这草可有大用，说不定我们县的蝗虫都要靠这小小的药草了。哦，是何人就能找到如此厉害的药草？正是这位李村长，没想到本官治下竟然出了这样为国为民的好村长。小人可当不起县令夸赞，县令为了蝗灾的事情每日烦忧，小人只是略尽一点绵薄之力。顾玄之看着这2人表演，心里却寒意大盛。这可巧了，今日有2个陈家村的人来求见了，也说找到了可以毒死蝗虫的药草。怎么这千古难解的难题，在这小小的通川竟这样轻易呢？严童有些不确定地看向李长海，没想到陈家村竟也找到了药草啊，那可真是可喜可贺呀！一定是严县令为通川县忧心感动了上苍，才降下神草，这是好事啊！嘿嘿嘿，这下子庄稼可有救了。你胡说！你们李家村的药草肯定有问题，我们陈家村找了多少人才找到的？你这娃子怎么说话呢？这蝗灾又不是就祸害你们陈家村，俺们李家村就不着急呀。这药草确实是我们李家村找到的，县令大人要是不信，大可让人去李家村问，李家村人都知道，我家院子里现在还有3口大锅呢，那都是试这药草用的。有话好说，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呀？我也觉得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就算大家都找到了药草也没什么，这是为国为民的好事儿，谁找到都一样。李长海一副慈祥的模样，让陈乔乔真是心里忍不住给他一个大逼兜。李爷爷说的对，既然谁找到都是一样的，您就带着您的药草快些回李家村杀蝗虫吧，我们陈家村来和县令说说这药草的事儿。你放屁！这明明是我们先来的。李长海的2儿子一听陈乔乔的话，顿时急了。来的时候他爹可是说了，这可是天大的功劳。就在这时，门外突然有差役来报，陈家村有人状告李家村偷盗。爹，这……李长海却无半分惧色。他们去的时候周围可没看到人，况且那草山上长得都一样，可不是有主能说话的。顾公子、李村长，还有这2位，这案子只怕和各位脱不开干系，一起到公堂上去吧。众人随着严童很快就来到了大堂上。堂下何人？所谓何事？大人，小民陈家村陈乔生在这里读书，今日有事早些回家，发现家里门锁被砸开，院子里一些药草被盗，另还有家里存的10两银子。陈乔生不疾不徐地把他如何回家发现少了东西的事情详细地报给了县令，还把愿意作证的谢勇带到了堂上。说完之后，把他们写的状纸递到了堂上。本来严县令是坚信李长海的，可这份状纸写得十分清楚，李家村一共几个人，谁带的头，穿什么颜色，从哪里进的村子，进村后的举止都写得一清二楚。李长海，你等可有前往陈家村？知县大人，这些人纯属污蔑呀！为了这份功劳，陈家村人可谓是不顾礼义廉耻。我都这把年纪了，一早上要是这么折腾，怕是这把老骨头都要散架了。草民先是盛上了药草，又给大人做了试验，草民家里还有几口试验药草的锅，这还不能说明一切吗？这陈家村的人竟如此的不要脸，还望大人明察。好呀，你要证据是吧？大哥，把药草拿出来。陈乔良自知嘴笨，辩不过对方。
老实的把背筐里的药草拿出来了几株，除了药草，还有厚厚的一沓本子。严县令把那草看了又看，还闻了闻，神色一顿：“老钱，去把李家村带来的药草拿过来。”钱师爷不敢怠慢，连忙到后面把李家村带来的药草也拿了过来。这陈家村和李家村找到的药草竟然不是同一种，难道这山上竟然有2种可以治蝗虫的药草？思索至此，他又拿起陈桥梁他们呈上的本子，乍一翻开，里面记录了日期，还有药草的名字，对蝗虫的一些效果。他越看神色越凝重。钱师爷，把这本子拿给李村正一观。李长海连忙接过本子，那本子上详细的记录着每天药草实验的情况。县令，这册子也可能作假呀！俺们庄户人家没几个识字的，药草试了不成就丢掉，这并不能证明啊！只写明察。顾玄之没想到这小小的县衙竟然也能看到如此善狡辩之徒，这要是扔到他大理寺，不过一盏茶的功夫，还不什么都交代了。陈巧巧姑娘，既然你们试验了多种药草，可否看一下李家村这药草？为何他们这药草虽然与你们不同，却也有一样的药效呢？大人，这药草乃是山上一株非常常见的药草，虽然对蝗虫也有驱赶的效果，但是并不明显。因着我们家里做的实验多了，昨日我不小心把我这药草实验后的汤水倒在这些药草上，后面的话陈乔乔虽然没有说，但是大家心里都明白了，这李长海不但偷了人家的药草，竟然还偷错了。来人，把李家村带来的药草清洗下，再和陈家村带来的药草一起煮一下，把没死的蝗虫抓起来。本官倒要看看到底是谁在混淆是非。这种小案子顾玄之懒得插手，他感兴趣的自始至终都是这种药草是不是真的可以杀死蝗虫。奏折已经写好，只待这面案子一结束，那边必有快马呈送朝廷。2种药草一入锅，众人的心里都有了答案。陈家村那边的药草已散发出臭味，而李家村这边的药草只有淡淡的一股异味，和之前的臭味明显不同。李老二趁着众人都看了草药，偷偷的出了大堂，找了个路过的小哥，塞了一把铜钱，耳语了半天。陈家村这边的笼子里，蝗虫几个呼吸间就不动了，反观李家村那边的笼子里，那蝗虫竟然还在惬意的啃着菜苗。李长海，你可知罪？知县老爷，饶命啊！拿下去，打50大板，押入大牢，择日候审。大人，李家人还偷了我们的银子。银子自然是没有拿，不过打了他的主意，自然得付出代价。钱师爷，这个事记录到案宗里，之后必须赔偿。他现在恨不得把李家村人碎尸万段，不过眼前可不是做这事的时候，他得赶忙安抚好陈家村人，这份功绩可不能跑了。没想到小小的陈家村竟然出了陈姑娘这等人才。钱师爷，快把客人都请到后堂，咱们细细说说这药草之事。不必了，严大人，这功劳肯定少不了你的。不过蝗灾之事紧急，奏折已经送往朝廷，就不耽误严大人了。出了县衙，顾玄之还是忍不住打量陈乔乔。上一次蝗灾的事情，他为了保护陈乔乔，特意把陈乔乔摘了出来。这一次恐怕无法遮掩陈乔乔的功绩了。乔生，把记录的册子也交给我吧，这些都要一并上交给朝廷的，有了这册子也更有说服力。陈乔乔点了点头，陈乔生才把册子交给了顾玄之。这药草的事儿十分重大，你们暂时不要外传，避免有人哄抢药草。我这里会安排人尽快收集这种药草，统一分配。你们回村后切记和村民交代清楚。药草归属的事情告一段落，顾玄之更忙了。李家村这帮不要脸的东西，还想抢咱们陈家村的东西呀，真是太不要脸了。这可咋办呢？他们抢了，咱们用啥呀？这帮杂碎，这事到底谁告的密啊？俺可嘴严呢，连俺娘家都没说呢。村长，明儿咱们抓紧采吧，这地里虫子越来越多了，可等不了啊！大家伙先别乱，等乔乔他们回来再说。现在天已经黑了，上山肯定是不成了。明儿村里所有人能上山的都去山里，田里的活都先放一放，咱们先把药草找回来，让我知道是哪个混账把药草的事泄露了，绝不轻饶。村里所有人都知道了这件事，李老太太再不想承认，也知道了自己闺女都干了些啥，她想骂几句又舍不得。王八蛋的老李家，
肯定是虐待小妮，要不然呐，小妮绝对不会干出这种事来。爹娘，小妮儿都多大了？这可是俺们陈家村的大事，俺都没说去告诉王家沟呢，他咋能干这种缺德事？要俺说呀，以后可别让他回来了，丧门星一个。哎呀，你给俺滚！轮得到你这个贱人来说俺闺女啊？你要是敢再多说一句，俺让老二抽死你，你信不信呢？行了，别说了。陈老二并没有像以前对曹贵芬那样非打即骂，这轻轻的几个字更让李老太心中的怒火无处发泄。老二，你这是啥意思呀？你这婆娘就这么顶撞你亲娘，你是瞎子不成啊？娘，小妮这次确实做得太过分了。你给俺闭嘴！你妹妹在李家村恐怕多有不义呀，否则怎么会做这样的事儿？那可是你亲妹妹。陈老二知道他娘打小就维护陈小妮儿，他说再多也没有用，干脆不说话了。哎呦喂，俺这是造了什么孽呀？说啥也没人听哟。儿媳妇儿动不动就给俺老婆子脸色看呐，连儿子都不敢帮我。哎呦喂，这辈子造孽呀，生了一帮畜生王八羔子。你们不孝敬爹娘，以后肯定不得好死呀。王鸭蛋没忍住，把碗一摔。俺就服了，你这老太太心眼子是偏到屁股上去了。你儿子天天累死累活的下田干活，你看不着，眼里就只有你那不要脸的闺女。我们不得好死，你能有啥好处？你死了，连个给你挖坑的人都没有，你就乐意了？鸭蛋儿，你说的什么混账话？爹娘天天这么作妖，您都不管管，动不动就诅咒儿子去死的娘，俺也是第一次见过。俺们王家沟再穷再怎么样，也没有见过这样当娘的。陈老汉的心里还惦记药草的事呢，听王鸭蛋这么一说，再看看被王鸭蛋一席话说的愣在当场的李老太，竟然一时之间觉得这儿媳妇说的都对。哎，行了，别闹腾了，老二媳妇儿，你也少说两句，你娘毕竟年纪大了。知道了，爹，俺们先回去了。瞧不小虎，还愣着干啥？帮着收拾桌子。你们两个也不会投胎，明儿啊还得和你那缺心眼的爹去地里干活呢。哦对，用不上明天晚上，你们那腿脚不好使的爹就得去地里熏虫子，熏到半夜，回来还得被自己亲娘诅咒。说完就把陈老二给推了出去。自己爷们儿自己心疼，赶紧回去躺会儿去吧，俺可不想当寡妇。李家村里，李庆年之前收到他二哥的口信，也急匆匆的回来了，一到家不由分说就对着陈小妮就是一顿拳打脚踢。李长海老婆子早就在接到消息的时候就气得昏死了过去，到现在还没醒呢。李家村人正在研究怎么救出李长海和李老二。你可真是狼心狗肺，你偷了陈家村的东西就没想过你爹娘？笑死个人，偷的还是假的，又害了婆家，又害了娘家，你脖子上长的是什么？是猪脑子吗？他男人就是被这个该死的女人害得挨了50板，还下了大狱。要我说呀，咱们老李家可不能留下他，这种吃里扒外的东西，连自己亲爹亲娘都能祸害。真要是哪天有事儿，咱们老李家他还能放过？陈小妮儿跪在院子中央，肚子也被踹了好几脚，现在痛得根本是说不出话来。陈家村肯定是回不去了，越想越害怕，惊悸之下，整个人竟然就那么直挺挺地倒了下去。娘，您放心，我爹肯定没事。李庆年丢下这句话，给床上流泪不止的老母亲，就独自去了县城。郝娇娇的肚子大得不成样子，连同是宝贝的不得了。她虽已有儿女，可这老来子自然是格外的不同。郝娇娇正在乘凉，旁边的丫鬟一下一下地摇着扇子。娘子，有人求见，那人说是娘子的表哥，在屋里摆一桌，我要和表哥说说家常。许久未见，表哥是想他和孩子了。李庆年匆忙地进了严府内宅。表哥，李庆年迫不及待地上前拉了郝娇娇的手。哥哥的娇娇可让哥哥想死了，你这个小妖精怎地越来越勾人了？表哥，娇娇也想表哥。一桌子的饭菜，李庆年顾不得享用，抱起李娇娇就往后面去。表哥，轻一点，孩子。李庆年调笑了几句，这是他的孩子，他自然要小心。半个时辰后，整理好的两人才坐到了桌旁。郝娇娇羞得给李庆年夹着菜，表哥果然不是那个糟老头子可比的。表哥，你真是吃的这样多，不吃的多，哪来的力气呢？你说是不是，表妹？这人怎么什么都说，人也吃了，饭也吃了。李庆年这才说起了这次来的目的。表妹，你可一定要帮帮表哥。表哥，咱们两个何须说这些？
你放心，等那老头子回来，我肯定会让他放人的。都怪陈小妮那个丧门星，都是我爹，当初非得要娶她，要是娶了娇娇，哪有这么多幺蛾子？郝娇娇也红了眼睛，这就是命。严县令心头高兴，哼着小曲儿朝着郝娇娇的院子里去。老爷，娘子身体不适，睡下了。要不要紧？可找大夫看过了。娘子有老爷疼爱，真是娘子的福分。已经看过了，并无大碍。老爷有什么事，吩咐奴婢吧。今日这婢女一身水粉色的薄衫，往那里一站，严童不禁有些口干舌燥。你随老爷来吧。屋子里，郝娇娇揉着肚子，脸色铁青，一把年纪了还如此不正经，一有机会就像个种马一样。第二是严童果然因为不小心睡了一个丫头的事情被郝娇娇抓着不放，只能许诺在1个月内找个借口悄悄地放了李长海和李老二。事情过去了3日，陈老汉终于是在众人不善的眼光中来到了陈正安家里。陈正安有些神色复杂地看着陈老汉，这事儿还真不好办，有功的是他们家人，犯错的也是他们家人。说这哎呀，陈老汉磕磕绊绊的，总算是把大致的意思说了。这事儿他和李老太对不起大家伙，没有教导好孩子，以后村里有啥事儿，他们家肯定积极参加，不给村里惹麻烦。毕竟陈小妮还小，让村里别计较了。以后除了逢年过节，也不让陈小妮回来了。去了一趟县衙大狱，李庆年一家看陈小妮的眼神更冰冷了。娘，俺今天做饭忘记带3弟妹的份儿。那饭菜呀是给人吃的，畜生不配。陈小妮儿已经3天没吃了，饿得都站不住了。娘，俺知道错了，俺也是想着帮爹的，俺不知道啊。娘，干脆把他休了。休了倒是便宜这个贱人了，以后家里的脏活累活都给他干，休了他，让他回去享福吗？李庆年二嫂眼珠子转了半天，好几次想开口，最后都是没说话。老儿媳妇儿，给他点吃的，吃完了让他滚地里抓蝗虫，晚上也不用回来了。是娘。半个饼子扔到了陈小妮面前，陈小妮顾不得擦上面的灰，一口气都塞到了嘴里。吃过饼子被扔了一个箩筐，陈小妮就赶忙去地里抓虫子。二嫂是有什么事吗？三弟，你二哥在大狱里可是遭了不少罪呢，这一切可都是因这3弟妹。二嫂，那小贱人我从来就没有放在眼里，二嫂想怎么着都随二嫂，只要能给二嫂出了这口恶气，怎么都成。李佳慧看了眼窗外，没有人，这才小声和李庆年说了几句。李庆年听完李佳慧的话，一开始脸涨得通红，竟然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李佳慧也不说话，只笑盈盈地看着李庆年。算了，反正他也不喜欢那个肥猪一样的恶心女人，以后不碰她就是了。一切都听二嫂的，这样的女人我李庆年是看不上的。天渐渐的黑了，除了守着篝火的爷们儿，其他人都回家里了。李家的地里，陈小妮找了一些野草充饥，吃了一些有力气了，摸黑找着蝗虫。这时一堆篝火旁，村里的一个50多岁的老光棍突然晃悠了过来，凑到那看篝火的汉子旁边，嘀嘀咕咕地说了半天。还有这好事啊？自然是真的，只要几个铜板就成。几个铜板谁没有？这也太……别着急，等俺再去找几个，咱们一起，可别让他喊了人来。没一会儿，几个不怀好意的30、40岁的汉子就摸到了李长海家的地里。嘿嘿，谁先来啊？这可是个力气大的，看那一身的肉。一会儿咱们一起上，摁住了，可不要让他出什么声音。都等不及了，赶紧的吧！他认不出来咱们。几个人趁着夜色，一下子扑到了陈小妮面前。陈小妮只来得及呜呼了几声，她一双眼睛睁得滚圆，死命的想挣脱。那几双不安分的大手还伴着淫笑，一点也不怜香惜玉，没几下就脱了她的裤子。那捂着她嘴的手被她狠狠地咬了一口，换来的是好几个耳光。等稍微能动一些的时候，那些畜生早就不见了踪影。她慌张地抱着衣裤胡乱地穿好，跌跌撞撞地跑到了附近的河边，也不管那河水脏不脏凉不凉，直接爬到河里，使劲地往身上撩水。他浑身直哆嗦，也不知道是水太凉了还是太害怕了，他只想洗得干净点，不要让别人看出来。天微亮，陈小妮才回了家，李庆年还没睡，他满脑子都是李佳慧说的那报复手段。陈小妮推了半天的门，李庆年才反应过来。陈小妮不敢看李青年的眼睛，她也不敢上前靠近李青年，只躲了个远点的地方躺下睡觉。
陈小妮的脸肿得老高，头发也有些凌乱，身上好像是洗过了。李庆年敢肯定陈小妮一定是失身了，他竟然觉得轻松了不少，以后就算他休了这个女人，他爹也不会拦着了。陈小妮第二天一早带着一脸的伤，李刘氏只当是李庆年打的，丝毫不放在心上，喂猪喂鸡，洗衣做饭，只要是能找的活，陈小妮都得干。李佳慧出门了一趟，回来心情好了不少。哎呦，弟妹这脸是怎么了啊？看着可真让人心疼呢。没事，摔了一下。摔的？陈小妮，你这个爱欠刀的死贱人，害得俺男人挨50大板，还在这装。月上中天，满天黑夜，只有陈小妮一个人在地里忙活。那些人极有默契的一起扑了上去，拿了一团东西就塞到了陈小妮嘴里，按手的按手，按腿的按腿，3下5除2就把那衣服扔到了一边。噩梦一波接着一波，陈小妮怎么也挣不开那按着自己的手，只能任那些人为所欲为。完事后，那些人淫笑着跑开，他一如既往地把自己摊到水里。陈正安家门口聚了不少的人，他们都是为了粮食来的。早在老叔公过世的时候，陈正安就答应要给大家解决粮食的问题。可一转眼这么多天过去了，家里的粮食见了底，地里的粮食指望不上，每日都要挖野菜充饥。村长，当初你可是当着老叔公的面发誓的，如今可不能不管我们啊！就是啊，家里马上野菜都要没了，再这样只能吃树皮了。大人吃什么都成，这小孩子，可咋办好啊？陈正安也为难，他几次问陈乔乔，陈乔乔都让他再等等，也不知道陈乔乔那边是不是筹措不到粮食，也是难为人家。全村这么多人，那得多少粮食呀？陈村长，您家的粮食给您拉来了。陈正安不知道怎么开口，就看到刘承德、万小宝等人护着10多车的粮食已经走到了他们家门口。这是怎么着了？怎么这么多人？啥时候借粮食了？难道是……快！大家伙儿这不正为了粮食的事情发愁呢吗？你们来的正是时候啊！陈村长，这些粮食咱们可是说好了啊，大家伙儿得按了手印才能领粮食，未来3年这粮食是要还的。那是，大家伙儿别看着，排好队，一家5袋粗粮，按了手印就能领，之后3年内能还上就成。当当当当当当。天才一放亮，突然一阵敲锣的声音把所有人都吵了个措手不及。蝗虫来了，赶紧跑啊！只见不少庄稼上都有蝗虫，远处还有不少乌压压的蝗虫往这边飞。还好昨儿夜里都喷了药草，庄稼还没怎么被破坏。2蛋、3蛋，快去把村里的人都叫出来！大哥，你带着药草和锅去村正家里，乔梅、幺妹，你们带着准备的粗布过去。乔生别去学堂了，也一起吧。姐，我想去学堂。算了，你去吧，你一个人能抓几个呀？陈乔乔顾不上陈乔生了，他得抓紧去养鸡场。今天要把鸡鸭都赶到地里，他们家那么多鸡鸭可不好控制。没一会儿，所有人不论大人小孩都聚到了村子中央。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咋还来着呀？赶紧去地里吧。俺的庄稼呀，村长啊，您可快着点吧。就是，大伙儿都安静一下，想赶紧去地里啊，就听俺爹把话说完。现在都别说话，俺来安排。各家5岁以下的孩子负责把家里的鸡鸭赶到地头去，能吃多少吃多少。一会儿一家先出一个劳动力。这2天村里熬了不少的药草，先一人拎1桶往地里浇。各家体力好的2个人扯一块粗布或者棉被，在地里扯着棉布铺蝗虫，铺到地头直接用土埋了，或者装起来给鸡鸭吃。年纪大的都熬药草，把家里的锅都用上，多往庄稼里撒几次。这蝗虫可不止1波，咱们得做好准备。陈乔乔到了养鸡场，谢勇一家4口早就等待多时。他们按照陈乔乔的吩咐，这几天夜里都是给鸡鸭喂的少，就是想着蝗虫来了可以多吃掉一些。谢叔，把这些鸡鸭都赶到地里，不管是谁家的地，哪片地。这时候不是计较的时候，能保住一块地就保住一块地。谢勇几个人也不废话，听了陈乔乔的话，4个人把鸡鸭分了4批。张大平一家也到了，他们2人一组，从4个方向把鸡鸭赶到了地里。一到地里，
陈乔乔仿佛又回到了梦中那个场景，无数的吱吱声让人头皮发麻，地头地尾全部都是人，有的在往庄稼里浇药水，有的在两人一组扯着棉被来回的跑，每一次都能兜到上百个蝗虫。陈老汉和李老太在自家地里是忙得火热，王鸭蛋带着乔平、乔虎把家里的鸡鸭赶到地里，又立马去浇水。陈老二本来也在拿棉被铺药草，可看着陈乔梁只有一个人，就放下了自家的地，去帮着陈乔梁两个人一起扯着棉被来回的跑。又过了半个时辰，大家伙都累得汗流满面，也不敢停下来。这蝗虫都是一波一波的，这波不消灭完，等下一波来，那就更多了。大家伙加把劲儿，马上就没了，都快！李铁牛的嗓子喊得都哑了，一会儿帮着家里没劳动力的老人，一会儿帮着马寡妇家里浇水。各位妇女都回家装一些水来，天这么热，不喝水不成。所有孩子不用管鸡鸭了，都去抓蝗虫。大家伙一定要多喷药水，直接抓不到几个，药水要多喷几次。远处的汉子听到了，也帮着把话传到了更远的地方。陈老汉已经累得不行了，要不是村里都发了那什么口罩，估计他们都要被熏得晕过去了。李老太顾不得骂陈老二这个缺心眼的，自家地里的活不干，去陈乔乔那个小贱人家里，之前告密的事情还没算账呢。又过了半个时辰，这波蝗虫可总算是过去了。大家伙抓紧休息，休息1刻钟就赶紧回家做吃的。那装过药草的锅碗瓢盆呐，多洗刷几次，别中了毒。陈乔乔一屁股坐到了地头，再也不想起来了。这才只一波蝗虫，也不知道还要几波。陈乔生到了学堂，不但没有读书，还制止了正要上课的先生。先生，蝗虫来了，村里到处都是蝗虫，连3岁的孩子都要去地里，我们这些读书人就坐在这里读书吗？乔生啊，咱们书院你也看到了，几十个人又能有什么用的？你们还小，现在呢好好读书，将来啊才能做大事。先生，我们人是少，但是只要我们团结到一起，并不是什么都干不了。我们读书为的就是百姓，如今百姓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就要这么眼睁睁的看着吗？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少读1天我们可以明日补上，可要是地里的蝗虫这样肆虐，怕是要饿死几万人。陈乔生的眼睛通红，家里只有大哥一个男子，30亩地怕是保不住多少了。如果通川县所有的读书人都能去地里帮忙抓蝗虫，一定能减少这一次的灾害，这难道不比坐在这里读书有用？夫子，俺也想回家。哼，俺家又没地啊，俺不去。你家没地，那你吃不吃饭呢？蝗虫把粮食都吃了，看你吃什么？我家没有地，我也要去抓蝗虫。冯夫子，给我们放1天假，我们要去地里抓蝗虫。俺家的粮食，夫子，俺不上课了，让俺回家吧。不多时，通川镇的周夫子学堂里，所有的学生都穿戴整齐，随着周夫子一起走上了街道。跟在后面的冯夫子对着周夫子深深地鞠了一躬。他本以为这老顽固要劝很久才能同意，没成想他才说了几句，周夫子竟然同意让自己的学生和他们一起。两家学堂的孩子都不大，最大的也才14、15岁，小的不过6、7岁。2个学堂一共50、60个学生，他们排成整齐的队伍，从主街开始走起，边走边大声喊着口号：敬请通川县父老乡亲为皇家出一份力，请大家帮忙蝗虫。声音越来越大。周夫子和冯夫子所在的学堂只是小学堂，收的也都是一些还没考童生的孩子。通川学院正在上课的学子们都被外面的声音所吸引，他们都是15、16岁的年纪，也有20几岁的。听到外面的呼喊声，他们都放下了手里的书本。老先生也望向了外面，分明是一群孩子，可声音却仿佛有穿透力一般，让整个通川镇都听得分外清楚。狗牙子和三驴子等人正在闲逛呢，这会儿也被声音给吸引了过来。大哥，咱们要不然去看看？闲着也是闲着。是啊，这也挺无聊的，早就逛够了。狗牙子一人给了一脚，光咱们去能顶个屁用？看到那边那个看热闹的，还有那边那个遛鸟的，还有平常跟你们屁股后面的小弟，都把他们赶陈家村去，别在这晃悠，看着心烦。还得是老大，俺这就去，俺手下可有10来个小弟呢。啥？你背着大哥收了10来个小弟？哎呀，俺吹牛呢，
都别扯淡了，凡是在这瞎溜达的，都给俺喊到田里去。咱们不也晃悠的吗？胖头小声嘀咕了一声，立马跑远了。至于书院的其他学生，早就30人一组到通川镇各个村庄去帮忙捕捉蝗虫了。连同早就安排差役去各个村里视察情况了。听到钱师爷汇报了学堂里的事情，竟一时之间激动的说不出话来。老钱呐，我这县令何德何能，治下能有如此多的良才？你我也别闲着了。这椅子坐得久了，身子都不听使唤了。也就半个时辰，村里就响起了喧天的锣鼓声，不用人喊也知道蝗虫又来了。大家伙别放松，这蝗虫比之前的蝗灾已经少了不少了。只要大家能坚持住，这庄稼一定能保住。郑安叔，俺们又不是傻子，粮食给虫子吃了，俺们吃啥？就是俺爹娘吃啥，俺娃吃啥。陈乔乔也被这气氛所感染。这么热闹啊，那药草俺们可有份啊！赶紧给俺们也找块布，俺们也要看这蝗虫能有多凶呢。小混混哥哥来了！这年头，小混混都是这么混的吗？狗牙子，没想到你竟然来了！我刘承德替陈家村给你鞠躬。刘承德、万小宝几个人也听说了蝗虫的事情，一听说要去村里抓蝗虫，几个人想都没想就来了陈家村。谁要你去？我们又不是陈家村的。行了，既然来了，那就赶紧的吧，蝗虫马上就要过来了。刘承德、万小宝他们身后跟着20-30个大小伙子呢，有了这些人，还怕屁的蝗虫？大家伙打起精神来，这些孩子都是来帮咱们抓蝗虫的，咱们自己可不能孬了。谁都没想到，这些平常斯斯文文的读书人竟然能帮他们来抓蝗虫，大家伙都有些不好意思。行了，赶紧给俺们安排活吧。万大哥，你带10人去帮郑安叔喷药草。刘大哥，你带10人去找铁牛哥领棉被，让铁牛哥带你们扑蝗虫，剩下的人都跟狗牙子他们一起分到各家地里，帮着各家减轻压力。随着吱吱声越来越近，蝗虫扑面而来，那些学子都是第一次看到这场景，都被眼前的虫子给震惊了。只见无数鸡鸭先一步冲了上去，晃着小脑袋，一口一口啄着蝗虫。一堆汉子嗷嗷大叫的冲了上去，手里拿被子的、扫帚的，直往那蝗虫堆里去。兄弟们，都别愣着了，拿下这些蝗虫！妇人们不住地把草药水往庄稼上撒，有些老人累得腿都打颤了，依然是咬着牙抓着四周的蝗虫。不知过了几时，那嗡嗡声逐渐小了起来，这一波蝗虫终于过去了。蝗灾一共持续了3日，陈正安看着地里的庄稼，竟突然嚎啕大哭。经过全村人的努力，他们的庄稼至少保住了2/3。以往蝗灾别说2/3，说是颗粒无收也不为过。通川县衙严童听着下人的汇报，脸色好看了不少。老钱，咱们县保住了1半的粮食啊！老爷，这是大好事儿啊！另外，陈家村在陈乔乔的建议下，由陈乔生代笔写下了另外一封感谢信，感谢了所有来陈家村帮忙的人，包括30多个学子，还有狗牙子等人。快看，竟然又有一封感谢信，是陈家村的，邀请我们秋收的时候去吃馒头呢。天哪，我也有，我还从来没有收到过呢。就一个馒头，陈乔乔这家伙忒小气了。老大，那可是咱们从蝗虫嘴里抢回来的，俺到时候要去吃。要没有咱们，那粮食早就被蝗虫吃了，必须去。狗牙子把头转到一边，脸上的神情让人看不清。其他村是后用的药水，不过也保住了将近1半的粮食，他们已经很知足了。